今日翼王妃好像出事了，似乎是翼王妃毫无征兆的昏迷了，找不到任何法子，所以翼王便请了一批道士来做法。属下还得知，翼王府里那个云侧妃似乎怀孕了。南婉嫣昏迷了，那云雨柔还碰巧怀了顾墨寒的孩子。没想到六嫂也会是在意这些后宅争斗的人。南婉嫣这次昏迷，恐怕是因为争风吃醋吧。再怎么强大，毕竟只是一个女人，自己的男人让别的女人怀了身孕，不气才怪。继续加大对翼王府的看管，盯着六哥的动向。本王要明日万无一失。是，属下明白。蛰伏了这么多年，这细野的天终究是时候变一变了。一夜过去，不多时，新郎官顾墨灵身着大红婚服，款款而来。三哥师弟，今日你们能来参加我的大婚，真的是受宠若惊。只是不知道六哥是不来了。对哦，大婚仪式就要开始了，六哥怎么还没来啊？要是耽误了吉时可不太好。太子殿下来了，恭迎太子殿下。几人朝着门外望去，只见顾墨寒身着玄色长袍，威风凛凛地从门口走进。顾墨风看到了顾墨寒，瞬间眼前一亮，大步朝着顾墨寒迎上去。你可算来了，老七方才还在念叨你呢。府里出了些事情，耽误了时辰，七弟应该不会怪罪吧？六哥能来，那就是皇帝的荣幸，又怎么可能敢怪罪？不过怎么不见六嫂啊？婉言这2日感了风寒，不便见客，本王便叫他在府上好好休息。来人，把给七王爷的贺礼呈上。太子殿下还真是爱惜兄弟，看看这出手也太大方了。好啊，老六，送这么多东西也不告诉本王一声，叫本王什么都没准备啊。最基础的礼数，难道还要本王教三哥？这六哥送的礼也太大了，皇帝恐怕受不起啊。你顾墨灵所图谋的是西野的江山，区区字画算什么？今日是七弟大婚，迎娶天生的汉城公主，怎么都不能少了牌面，还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为本王的七弟和弟妹添添喜气。那就多谢六哥。老七呀，你可算是成家了，往后记得对媳妇儿好一些啊，但又不能太惯，最好呀还是得有点自己的威严在。没错，皇兄，女人就是用来疼的，媳妇儿更是。只不过依照汉城公主的性格，恐怕……说着，十皇子颇有些同情的用手肘碰了碰顾墨灵，表示惋惜。很快众人便听到王府外大老远的地方就开始敲锣打鼓，对着红色花轿里的家人微微的弓着腰，伸出手来。汉城公主，请吧。顾墨灵微微的一笑，牵着秦慕白走下了花轿，缓步踏入了王府。王爷，不好了，王府出事了！王府出事了！顾墨寒的凤眸一正，各位，你们先进宫吧，本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还不等其他人回话，顾墨寒急匆匆的拂袖离开了。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走得这么匆忙，或许是六嫂的病情吧。无妨，我们先进宫。顾墨寒，你今日是绝对赶不上。这可是他精心为顾墨寒设计的一场局，为的就是不想让顾墨寒坏他的好事儿。老七、汉城，你们来了，快过来让朕看看。顾墨灵和秦慕白走到了顾景山的身前。儿臣给父皇、母妃请安。儿臣也给父王、母妃请安，祝父王母妃恩爱白首。好，你们2人，朕真是越看越觉得般配。可是突然间，顾景山双眸倏然睁大，止不住的咳嗽起来。祺贵妃连忙帮他拍了拍背，但顾景山脸色越来越青紫，猛地一口血咳出来，紧接着越来越多鲜红的液体从他口中喷出。这一幕直接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皇上，快去御医！父皇您怎么样？等将顾景山安置在龙榻上后，老师、成王，你们留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待会儿御医来了，会给你们父王诊治。汉城公主也不要惊慌，待在原地就好。老七，你父皇现在最重用你，养心殿的大局就交给你来主持了。是，母妃，儿臣明白了。您快去进去照顾父皇吧，这里有儿臣在，您不用担心。他转头看着原地不知所措的几人，对殿外吩咐道：即刻封锁养心殿内所有的消息，若是有人敢说半句闲话，杀无赦。老师、三哥，要委屈你们先留在养心殿里等消息了。七弟，事关父皇，不能不让六弟知晓此事，不如让本王出宫，立即去告知六弟吧。说着，他就想往外走，却被顾墨灵给拦了下来。这件事情紧急，却不能声张。三哥，若这时候去找六哥，怕是会出乱子，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不如
等到太医们过来看了父皇的情况，再告知六哥。今日这局，他煞费苦心才将顾墨寒给引走，又怎么可能让顾墨风多管闲事呢？顾墨风看着顾墨灵，明显感觉到这个平日里不谙世事的七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良久，李太医颤抖着身子，战战兢兢地抬头：“回禀皇上，你已经病入膏肓，臣等无能，恐怕无力回天呐。”所有太医都跪下：“朕何时养了你们这一帮废物东西？救南婉嫣来，只要有南婉嫣在，朕一定不会有事的。”闻言，方才还在啜泣的戚贵妃眼神一冷：“皇上，您病入膏肓，太医们已经诊断好了，没必要再请懿王妃进宫了吧？”他目光凌厉地扫向几位太医：“你们说是吧？”几位太医全都低着头不敢吭声。顾景山的脑子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一双猩红的眸子死死盯着戚贵妃。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皇上今日就是病重，不是也是。戚贵妃看着顾景山的眼神变得无比的嫌恶。原本我还想陪你演完这出戏，好好送你一程，谁叫你贪得无厌，偏要叫南婉嫣入宫看诊。那我便告诉你，你的病是我下毒所致，如今已经过去了1个月，你早就毒侵心脉，毒素刚好今日发作而已。就算南婉嫣来了，也无力回天。戚贵妃在顾景山难以置信的眼神中，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封明黄色的圣旨。皇上，到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了吧？顾景山看着书封上的禅让二字，顿时怒不可遏地瞪大双眼。风中拳，戚贵妃要反了，快拿下他！凤公公快步走过去，却站在戚贵妃的旁边。皇上，事到如今，你还是把玉玺拿出来盖上吧。你们好啊，一丘之诰，真是最毒妇人心。对我好。顾景山，我为你生了2个儿子，你一个都不看重。我既不是皇后，太子之位也是给顾墨寒的，你对我好在了哪里？我告诉你，当了10几年的贵妃，不上不下，我早腻了。你还是老老实实配合我吧。如今整个皇宫里里外外全都是我的人，你的几个儿子个个不知情，有能耐点的顾墨寒，你更别奢望他会来救你。先不说他有没有那个本事进宫，就是有，他也救不了你，还会被我以谋逆的罪名就地诛杀。我没想到你竟然算得这么绝。把章盖了，我再给你另一半。只能不甘地盖在那一封伪造的禅让书上。另一半。可话还未说完，他就被人狠狠一推，接着头部重重地敲在地面上，震得他5脏6腑都在翻涌，头疼欲裂。戚贵妃看着顾景山，扬了扬手中的另一半解药，将它扔到地上，毫不留情地碾碎了。你以为我会如你所愿？顾景山，我好歹伺候了你10几年，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比你都清楚。今日你必死无疑。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戚贵妃见状，硬是挤出了2行清泪，往殿外走去。打开殿门，她看着几个围过来的皇子们，悲戚地说：你们父皇病重了，太医说可能要不行，皇上也已经在拟禅让书了，宣叶王进宫吧，你们也都进去看看他最后一面吧。他说的多么伤心，心里就有多么的愉悦和舒心。顾墨灵和十皇子不敢置信，这怎么会？父皇难道不是普通的疾病吗？怎么可能忽然就病重了？立马让殿外的侍卫出宫去请顾墨寒。父皇，这不。可是下一秒，他的视线就被一抹倩影给阻拦住了。戚贵妃伏在他的身前，一副聆听的模样。皇上，你有什么要说给众皇子听的，就告诉臣妾吧，臣妾替您转达。他背对众人，只有顾景山能看清戚贵妃脸上的嚣张和得意。顾景山快气死了。你该死，朕不
不会放过你们。老三，你不要被这妇人骗了。祺贵妃听着顾景山的咒骂和可怜的呼救，假装感动的点点头，然后哭着对几人说：皇上说以后他走了，只剩下你们兄弟几人，兄弟之间一定要相互扶持，切不可有明争暗斗，更不可为了名利争得头破血流。十皇子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你不能丢下我们，你还是壮年，怎么可能？母妃，儿臣相信，往后我们兄弟几人定能相亲相爱，不辜负父皇的厚望。贵妃娘娘，这是皇上方才写的禅让书。既如此，那臣妾就多谢皇上。臣妾相信老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顾墨灵更是愣住了，看着床上的顾景山。父皇。十皇子止住了哭声，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父皇怎么突然要让位给七哥了？6哥才是钦定的太子啊！等等，父皇不是早就定下6弟为准太子了吗？怎么临时改变主意，将禅让给7弟呢？而且父皇虽然现在看着情况不好，但太子妃的医术登峰造极，父皇的病或许在他手里也有得救呢。先将太子和太子妃宣入宫吧，再提禅让的事情吧。您说呢？祺贵妃闻言，转头看向了顾墨风。成王，本宫知道你跟老六感情好，素来兄弟齐心。但这段时日里，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皇上他明显更看重欣赏老七，否则也不会处处提拔，甚至为了老七的大婚，直接推迟了翼王的册封大典。再者，南婉嫣的医术固然厉害，可现在太医们都已经说了，皇上病危，这危急关头，就算是他赶来了，也不一定来得及。皇上未雨绸缪，将禅让书写了，这有什么好质疑的？众人朝着圣旨看去，皆是惊掉了下巴。就在所有人都认命了，要朝着顾墨灵跪拜的时候，顾墨风却忽然高声的质疑道：本王记得玉玺的颜色一直都是用朱砂，可为何这禅让书上的印章颜色却是海棠红呢？所有人视线都被吸引，纷纷看向了祺贵妃手里那禅让书的右下角。祺贵妃也下意识看了看印章的颜色，忽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该死，顾景山居然在这里将我一军！贵妃娘娘，您不会是伪造了圣旨吧？想到这儿，顾景山立马挣扎着用尽全身的力气，点点头。是他会。众人全部注意力都在皇帝和祺贵妃身上，见此心神大震。顾墨灵的眼神微闪，凤公公也感到不妙，微微的皱着眉。十皇子难以置信的看向了祺贵妃。怎么会？您怎么会做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果当真是这样，那父皇突然病重，会不会也不是巧合？七哥他难道也知道这件事情吗？贵妃娘娘，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既然你这么不识趣，那也休怪我无情。来人，把他们都杀了！殿外直接冲进了一批将士。祺贵妃得意的笑笑，可是她刚大笑出声，忽然剑气袭来，祺贵妃直接被剑穿透了胸膛，一口血喷出来，往地面上栽去。是翼王的佩剑。儿臣救驾来迟，请父皇息怒。他不是被我支开了吗？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顾景山的心头也是骇然震愕，顾墨寒居然推开屏风就走出来，屏风是他用来遮挡密道入口的，很明显顾墨寒就是从密道走来的。顾墨寒怎么会知道这密道？这分明只有宜妃与朕才知道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压制祺贵妃那个毒妇谋逆，比什么都强。他没有力气说话，手勉强摆动着示意顾墨寒起身。母妃。顾墨寒顾不上十皇子的心情，但是也没有动祺贵妃身上的佩剑。各位都出来吧。随着话音一落，屏风后面又陆陆续续走出了无数的官员将士。顾墨灵的心如擂鼓一般，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这是怎么回事？顾景山看着那黑压压的一群人，面色大骇。这想必父皇有诸多疑问，儿臣这就将原委一一给您说说。昨日儿臣得知无影阁的幕后主使已经找到，正是七弟。手无缚鸡之力的七王爷竟然是无影阁的阁主，这不是真的吧？秦慕白更是止不住的浑身颤抖。竟然是你！他要嫁的人竟然就是蓄意刺杀他的人。六哥，话可不能乱说，我如何能是那什么阁的老大？还想狡辩？最近无影阁在大肆招兵，暗中笼络势力，似乎意欲造反。刚好今日祺贵妃，你的母妃就造反了，你脱得了干系？朕看人的眼光有这么差吗？
顾墨灵这么一个看似好拿捏的，竟然才是最居心叵测的那人。父皇，昨日儿臣得知消息以后，第一时间进宫，想要将其禀报给您，但您拒不接见儿臣，儿臣无法，只能先行布局。不论消息真假，总得护着您的安危。于是昨日紧急联系大臣们，将他们昨晚便安排到密道里守着你。十皇子看着死透了的戚贵妃，越听越是心乱如麻，也越是糊涂。可是六哥，方才在宫外，您不是因为义王府有事已经回府了吗？难道都是装的？自然，七弟若是想造反，定会想办法将本王支走。可他不知道，本王出府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若是真的出了事，神策营的萧丽会亲自来报，而不是轮到一个义王府的小厮前来。你们败了。顾墨灵的唇边突然溢出了一声笑，有些自愧不如。皇上，义王一直在午门附近与贵妃娘娘的人周旋，直到刚才才得了空，匆匆赶来与臣等会合，却没想到贵妃娘娘胆大包天，竟然敢杀人灭口。既然这些人早就到了，为何不帮朕，不将戚贵妃早些镇压，偏偏要等朕快被那毒妇气死了才出来？皇上，虽然臣等在密道里什么都听得见，也知道是戚贵妃逼迫您做了假圣旨，但太子殿下有令，若是他没到场，臣等一概不能轻举妄动，否则逼急了这些人，才会害了您的性命啊！这一切竟一直都在顾墨寒的谋算之中，多么聪明过人的孩子呀！若顾墨寒是朕的，那么朕死也能瞑目了。可惜了，老戚，你这个逆子！顾墨灵如临大敌，强压住心里的慌张，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额头瞬间冒出了鲜红的血。父皇，儿臣的忠心天地可见。你也知道，儿臣向来不关心一切朝政。若六哥指认儿臣是什么阁主，有证据就拿出来，儿臣清者自清，不怕被盘问对质。至于母妃想要造反，儿臣更是一概不知，也同样因为母妃的表现而痛心。本来儿臣还以为父皇愿意禅让给儿臣，是父皇对儿臣寄予厚望，没想到，但要是说儿臣与母妃联手谋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六哥所说的一切罪行，儿臣不敢认，更不会认。顾景山看着顾墨灵咬死不认的模样，一口血又闷出来。顾墨寒蹙着眉，他还真是小瞧了顾墨灵的定力。太子殿下，方才臣等守在密道里，确实没听见戚贵妃有提到任何关于戚王爷的消息。戚王爷，请恕老臣直言，您是戚贵妃的儿子，戚贵妃为了您造反，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不走漏给您呢？够了！戚王爷如今是我的驸马，再怎么说也算是半个天圣的人。今日你们若想要将戚王爷置于死地，那也得问问我皇兄和父皇的意见。虽然我不知道义王是如何得知戚贵妃造反的事情，但要说戚贵妃造反就一定事关我驸马的话，那我是不会认的。十皇子也是戚贵妃之子，你们怎么不指认他？非要指认他，就要拿出证据来，否则我的驸马我不会就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汉城公主，你可知道你现在袒护的人有多么危险吗？他是无影阁的人，当初要取你性命的刺客。你不必多说，汉城只知道他是我的驸马，我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他性命。七弟自知有理说不清，愿意自断一臂以示清白。眼疾手快地将戚贵妃身上的利刃拔出，猛地斩向自己的右臂，霎时间鲜血四溅，残肢滚落在地。父皇，请您看在汉城，看在天圣的面子上，饶过儿臣一命。儿臣自愿离京，终身不在大族西野半步。义王，你难道要咄咄逼人，看着本公主也死在你们西野吗？你们走吧，永生不要踏入西野半步。秦慕白立即扶着顾墨灵起身，朝着殿外走去。但总有一日，他要顾墨寒，要整个西野为此付出代价。叛党奉忠权及太医院御前侍卫众人结党营私，意欲伙同戚贵妃造反，直接拖出去斩了。偏殿里的一众太医和戚贵妃的侍卫以及凤公公顿时惊恐的大叫，却被拖出去砍了。整个大殿都被顾墨寒掌控，无人不服，无人不从。顾墨寒看向了榻上的顾景山，本王还有事情要单独跟父皇聊，你们先退下。老六，你的王妃呢？快！顾墨寒却是无动于衷。义王，顾墨寒看着床上苟延残喘的顾景山，父皇，儿臣有事想问你。10几年前，
母妃变成活死人一事跟你有没有关系？顾景山的心里一咯噔，顾墨寒怎么会怀疑朕？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但此事除了朕和丞相，又有谁知道？还是说宜妃苏醒了？他下意识地否认。朕怎么可能伤害你的母妃啊？够了，不必说了。母妃早就被婉言救醒，儿臣也早就知道了当年的真相，您就不要狡辩了。此言一出，顾景山直接愣住了。是，都是朕做的，朕亲手害你母妃成了那副模样，但是朕可以向你解释的，以往能不能先把你的王妃叫来，把朕的毒解了？眼下你还在想着自己吗？顾景山，本王年幼时，母妃便教导儿臣要跟你一样深明大义，心怀天下。当时的儿臣是真的对你无比向往。6岁那年，本王苦练剑术，头一次在你的眼前射中靶心。当时所有的皇子都做不到的事情，独儿臣一人做到了。当时你摸着本王的头，夸儿臣做得不错，你知道吗？就这么一句小小的夸奖，本王记了10几年，也为此努力了这么多年。当年母妃突发意外，本王只觉得半边天都塌了，成了随便可欺的皇子，而你对本王也愈加冷淡疏远。他艰难地朝着顾墨寒伸出手，想告诉顾墨寒所有的真相，包括顾墨寒真正的身世。墨寒，你其实不是。吃力而艰难的想要触碰顾墨寒，可是话还没说全，猛地吐了一大口的血，手一垂下来，呼吸就永远停滞在这一瞬间。过了好一会儿，顾墨寒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偏殿。养心殿外早就跪了乌泱泱的一众人。太子殿下，父皇驾崩了。父皇，先皇已逝，太子殿下当以继承大统，臣等叩见新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臣也是神色凝重的跪下，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连十皇子也没有时间伤心，连忙擦干了眼泪，跪拜顾墨寒。众卿平身，成王即刻带起上选甲军前去清剿无影阁和叛党祺贵妃的所有势力，把带头的抓起来拷问，其余的一一杀无赦。是，臣领旨。香林院里终于传来了一声动静。王妃，王妃，您终于醒了，奴婢都要被您吓死了。王妃，您昏迷了1天1夜，现在觉得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哪里不适啊？脑海中不断的闪过无数段原主与顾墨寒的过往的记忆，南婉嫣的泪水蓦然夺眶而出，苦涩的笑了。我想起来了，我全部都想起来了，原来我是南婉嫣，南婉嫣就是我。香莲一头雾水的看着他。王妃，您在说什么？王妃不会是魔怔了吧？她才知道她叫南婉嫣吗？南婉嫣这才知道，原来她早就穿越过来了，穿成了一个幼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穿越过来的时候，她的脑子好像被撞坏了一样。直到5年前与顾墨寒大婚那日，她濒死，彻底恢复了现代的记忆。但是5年前的她忘记了小时候穿越过，况且性格和能力也跟以前不一样，才会误以为自己和原主是完全不同的2个人。谁能想到自始至终都是他南婉嫣。南婉嫣忽然有些承受不了这样的真相。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想起来这一切。王妃，您这是怎么了？要不奴婢去叫姜太医给您看看。不用，就是躺了1天，脑子有点不清楚，我挺好的。您没事就好，这1天1夜可算是把大家都给担心坏了。您不知道，昨日您昏迷，宜妃娘娘也同时昏过去了。还好姜太医说您和宜妃娘娘都无大碍，让王爷不要太忧心。还有什么？昨日您昏迷的时候，云侧妃被查出了身孕，云雨柔怀孕了。她也该按计划趁乱带2个孩子和舅舅离开了。顾墨寒现在在哪儿？王爷现在事务繁多，此刻应该还在宫里。您要见王爷吗？顾墨寒不在，那正好。南婉嫣登时起身，连鞋都顾不上穿好，冲出去要找2个小丫头和莫叶明。王妃，您等等奴婢，奴婢给您准备车。站住！南婉嫣回眸，一瞬不瞬地盯着香莲。从现在起，本王妃的所有事情
都不容许你和香玉再插手。王妃头也不回地走出去，可是他刚一出门，迎面就撞见了匆忙赶回来的顾墨寒。四目相对，男人的凤眸里有着柔情和惊喜，南婉嫣却心头一滞。下一秒，她猝不及防地被顾墨寒给搂进了怀里。婉嫣，你终于醒了，我真的很担心，怕你。他怕他再也醒不过来了。顾墨寒丝毫不掩饰自己言语间的兴奋和欢喜，甚至都没有发现南婉嫣的异常，微微地推开他一点。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你躺了1天1夜，也没怎么吃东西，我已经将香玉去准备了。你现在刚醒，得吃得清淡些，百合粥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南婉嫣突然冷笑出声，用尽全力的一把推开了顾墨寒，眼神阴鸷地瞪着男人那张俊脸。婉嫣，细看之下，似乎还有哭过的痕迹。他看他的眼神弥漫着深刻的恨，是他从未见过的，犹如前世欠了南婉嫣一条命一样。顾墨寒的心蓦然就空了一块。婉嫣，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你气我没跟你说现在的局面，我方才太激动了，只顾着你了。伸手便要将南婉嫣再度拉回到怀里。以上就是这2日的事情，虽然过程曲折，但总算是得偿所愿了，你可还满意？南婉嫣没有回话，也没有给顾墨寒任何面子，决绝的就甩开了顾墨寒的手，凝视着南婉嫣那冷漠的脸，有些不知所措。婉嫣，顾墨寒，你得偿所愿了，合作到此为止，我们和离吧。和离？顾墨寒的瞳眸骤然一缩。婉嫣，从前是我不好，我辜负了你，但我已经知错了。你和2个小丫头就留在我身边吧，我愿用一生的时间来补偿你们母女3人。我不需要你的补偿，按我们合作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你现在也该履行义务了。给我和离书，替我打点好一切，送我和孩子离开。婉嫣，不要走。我承认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你和2个小丫头的事情，但我现在看清了，身边人来去无常，只有跟自己最爱的人待在一起才会幸福。过去我从未跟你坦白过心迹，但我的心早已随着你的喜怒哀乐而动，看到你有半点不好，我就难受，像有股一寸寸蚕食我的心。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我心仪你，婉嫣。过去他以为他喜欢云雨柔，可是从小到大，多少男人围在他的身边，他毫无感觉。但南婉嫣身边若是有一个男人在，哪怕他对那男人笑一下，他就会嫉妒的不行，恨不得将那男人给撕碎，将他锁在怀里，告知天下人他是他的，是他一个人的。感情有了对比，他这才明白他喜欢的人是南婉嫣，只喜欢他。但是他们的开端不好，感受着男人滚烫的胸膛，剧烈起伏的胸口，一时间分不清究竟是他的心脏太吵，还是他的心跳太快了。南婉嫣不可置信地笑了，用力地推开他。顾墨寒，你疯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很清醒，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还记得上次元宵节放花灯吗？那一日我许下的愿望是能和所爱之人相守一生。他凝视着他，眼眸里满是卑微，还有埋藏眼底的几分不安。所以婉嫣，算我求你不要走，好不好？瞬间有令人窒息的洪流从南婉嫣胸膛淌过，有温热的液体夺眶而出，却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心痛。顾墨寒何曾这么低声下气地求过别人？可是那样更可笑了。初入王府的他紧张地攥紧了嫁衣，心脏砰砰直跳。然后顾墨寒缓缓走到他的跟前，用剑尖斩破了他的盖头，直抵他的咽喉。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为了嫁给本王不择手段，甚至连柔儿都伤害。南婉嫣，想要成为本王的王妃，你简直痴心妄想。新嫁娘的盖头是留给意中人的，而他揭开盖头重见的不是光明，而是满含憎恶厌弃的一双凤眸和阴冷可怖的玄色的衣袍。那一刻，他只觉得自己做了小半生的梦碎了，他焦急又害怕，他朝他下跪。我没有，王爷，我真的没有。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我从来也没想过对云雨柔做什么，都是他一直在欺负我，污蔑我的。我只是爱你好久好久，所以求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他爱他，卑微如尘埃。可顾墨寒并未理会他的祈求，而是淡漠地注视着在地上跪着的他，语气冷淡。往事种种犹记在心，如今风水轮流转，竟变成了他来求他了。顾墨寒，你总是这样，你想要的别人就该无偿地给予你，你这么自私，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当初他奢求的时候他不给，现在他不稀罕了，他却想要将他留在身边，凭什么？你的爱意也好，眷恋也罢，我都不需要了。顾墨寒，我现在只想离开你，
永远都不要再和你相见。顾墨寒脸色都有点白了。婉言，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我会向你证明，我绝不负你。没有这个机会了，现在你得偿所愿了。如果你还有良知尚存，就该放我和2个小丫头走，而不是用你的偏执和自以为是将我们捆绑起来。好聚好散，言出必行，尚能让我心存敬佩。但你要这么无耻，出尔反尔，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顾墨寒的心仿佛被针扎了，刺得心坎一阵阵的剧烈疼痛。我不要你的敬佩，我要你在我的身边。和离书是不可能给你的。如今朕为新帝，不日你就是朕的皇后。你答应过我的，难道也要言而无信吗？我知道你喜欢2个小丫头，你不舍得她们走，但你现在可以放手了。云雨柔怀了你的孩子，不是吗？你还有什么必要将我们留在你的身边？顾墨寒怒视着南婉嫣如刀一般凌厉的双眸，心头闷堵。让云雨柔怀孕都是因为她冲动失智犯下的错，而且他还是她的救命恩人，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对云雨柔下死手。只要能留住你，一切都不重要。顾墨寒，你可真行，将一个不爱你的人囚禁起来，当做傀儡放在身边，你居然能心安理得。可是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帝王，你干的这些事，神策营的将士们会如何想你？大臣们怎么想你？而且你捆着我们之间根本做不到和平相处。2个小丫头每日看着我们吵架，知道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吗？他们又会怎么看你？难得父女感情进展到这一步，你就不害怕一切清零吗？那你就重新爱上我。什么？南婉嫣震惊了，他居然要她重新爱上他。男人却猛地逼近她，狭长的凤眸直勾勾地凝视着他，修长的手指直指他的心脏处。只要你肯把心给我，以上这些都不会发生。婉言，我会倾尽一切给你无上荣宠，你重新爱我好不好？不可能，顾墨寒，你不要搞笑了。就算我愿意继续喜欢你，但是我选男人的标准不会变，就冲你是皇帝这一条就不符合，更别提你还有其他女人，甚至还有其他女人为你生的孩子。皇帝是做不到6宫无妃的，你比我更明白现实，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画饼呢？好，就算你真的很有诚意，那你把云雨柔杀了，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做得到。婉言，你不要为难我，他罪不至死，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往后我不会让他出现在你的面前碍你的眼。够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说那么多冠冕堂皇的话干嘛？从今以后不会再信你半个字。你要有胆量强留我下来，那你就试试，看看我们会不会鱼死网破。顾墨寒漆黑的眼底黑云聚集，显然是压着情绪，他的态度很明确，无论如何都要走，那他也只能不择手段了。南婉嫣却没有管他，狠狠地甩开他的手，转身要走。可他昏迷了1天1夜，滴水未进，现在被顾墨寒气得更是眼冒金星，小腹处也坠胀的疼，险些晕倒。顾墨寒神色猛地一变，二话不说搂住他的腰身，将他抱起来。头晕了，你才刚苏醒，还到处乱跑，身体自然受不了。你放开我！一下又一下捶在他的肩膀上，你别碰我！压根就没理会他那微弱的反抗，直接将他抱进了屋子里。看到留守在屋子里的香莲，淡淡的吩咐道：去备早膳。是。刚一放稳，南婉嫣猛地推开他，从他的怀里脱身，像是避如蛇蝎。很快，一群婢女端着早膳进了屋子。顾墨寒端起了南婉嫣面前的粥碗，舀了一勺放在嘴边，轻轻的吹凉，递到南婉嫣的嘴边。你的手使不上劲，我喂你。胃里好像有惊涛翻涌，顿时忍不住的捂着嘴，当着顾墨寒的面干呕起来。婉嫣，怎么了？顾墨寒心惊，立马放下手里的勺子，起身拍着南婉嫣的后背。他还从未见过她这么虚弱的模样，干呕不止，莫不是生病了？可探了探她的额头，温度也正常啊。不是生病，那莫非是有孕了？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顾墨寒给否定了。元辰节那晚，他跟他没有发生什么。南婉嫣干呕到虚弱，脑袋里陡然出现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画面，他的眼神里也有一丝震惊闪过。那晚，他的脑袋又疼了，猛地将他推开，冷笑一声，虚弱又夹枪带棒地说：现在看到你都想吐，足以证明我对你的厌恶，还不滚！顾墨寒的脸色瞬间沉冷如霜。不管你有多厌恶，多少是一点东西，要是饿坏了，2个小丫头也会伤心。威逼利诱地说完，再次将勺子拿起来喂到南婉嫣的嘴边。南婉嫣一把挥开他的手，甚至将粥碗夺过来，猛地砸在顾墨寒的脚下。顾墨寒，我不是你养的狗，我能自理，给我滚！好，你记得用膳，你若是懒得为自己看诊，我安排御医来给你看看。南婉嫣手捂着肚子，不再看顾墨寒的那张脸。滚！顾墨寒知道南婉嫣固执，也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照顾好她，若是她有不适，立马进宫禀报朕。
是，奴婢知道了。顾墨寒迈步离去，他看着顾墨寒离开的背影，竟然有一些心疼。今日的王爷看上去形单影只，似乎还有些落寞。沈宇，有件事情朕要你亲自去做，请皇上吩咐。秘密带2个小丫头随朕进宫，别吵醒他们，也别惊动皇后。是，属下这就去。连夜带着2个小公主进宫，明显就是变相的告诉皇后娘娘，2个小公主在皇上的手里。皇后娘娘若是知道了，真的不会生气吗？香莲拿着盛好的粥给南婉嫣端过去。不想喝，快拿开！皇后娘娘，您没事吧？南婉嫣摇着头。娘娘，奴婢知道您不太高兴，但请恕奴婢多嘴。皇上他这2日一直不停奔波，为了平乱，忙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奴婢可以看出他很疲惫了，可他念着贵妃娘娘和您，还是抛下许多事情，匆匆赶回王府。虽然奴婢不知道您是怎么了，但您今日对皇上发脾气，皇上不仅没有责怪，依旧对您宠爱关心，您是不是能看在这份情谊上，对皇上稍微好一些？香莲，你要当顾墨寒的说客，那你接下来想说的话都不用再说了。我今日对顾墨寒不过是一时的漠然拒绝，但你待在王府里多年，就算没见过，也听过顾墨寒是如何对我的吧？为了云雨柔处处伤我，我到今日回击他，有什么问题吗？何况我和他和离是早就商量好的，如今他出尔反尔不让我走，我凭什么不能生气？他要是执迷不悟，我还能干出更多更过分的事情。奴婢知道您和皇上曾经有过很多误会，但这些事情都一桩桩揭开了，不是吗？当年宜妃娘娘的事情确实让王爷难受了好多年，当时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所以我为了那些他根本不清楚的真相，就能一次次用这个做借口对我发难吗？有仇报仇没问题，但我做错了什么呢？就因为我是南丞相的女儿，所以活该成为其中的牺牲品，活该被顾墨寒当作发泄的对象。总之，不管他的理由有多合理，我都不可能原谅他。皇后娘娘，娘娘，你不要吓奴婢啊！是奴婢的错，奴婢不该多嘴，不该刺激你。上前拍着南婉嫣的背。王妃，您若实在不想让御医来，就给自己诊脉吧。您这样难受，奴婢心里也紧张担忧啊。南婉嫣侧目看着急哭了的香莲，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想起过去的同时，也记起了袁晨杰跟顾墨寒那荒唐的一夜。顾墨寒那混蛋那晚竟然强行把他当作解药，可此刻的他真的是不得不怀疑是有了。这些都不合我的胃口，我闻着难受。你去给我准备一些清淡的山药粥，还有水煮白菜和红枣黑木耳做的东西，再给我拿一些酸的果子，我想吃那些。香莲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是，奴婢这就去准备。王妃，您快去床上休息。说完，火急火燎地跑出去，从里面上了锁，直接进了空间里。她竟然真的怀孕了！shit！ 南婉嫣忽然咒骂出声，自己已经怀孕有1个多月了，时间恰好能与袁晨杰对上，正是顾墨寒将她强行带走当解药的那一晚。她只要一想到那一晚，顾墨寒不仅和她有了一夜，他离开以后，顾墨寒居然在那晚跟云雨柔有染，一晚上他让2个女人怀孕。思及此，南婉嫣突然愤愤地一拳捶在桌子上。顾墨寒是个禽兽不如的畜生，这么脏还把老娘给搞怀孕了，你这样的极品渣男，1个女人不够你还要2个，你简直是不得好死。怎么办？孩子还能要吗？刚把屋里的锁打开，就听到香莲慌慌张张的声音。娘娘，粥和菜来了。香莲端着早膳推门进屋，这一顿饭南婉嫣吃了足足有半个时辰。这2日舅舅那边怎么样了？回娘娘的话，舅老爷现在就在院子里，不过皇上派了很多人看守。奴婢之前问过阿纪，舅老爷的腿现在应该是好的差不多了，能够下地走不长时间了。起身径直朝着屋外走去。娘娘要去哪儿？我去跟2个小丫头睡，怎么了？奴婢刚才看您难受，就没敢告诉您。其实2个小主子早些时候就被沈侍卫带进宫了。什么？顾墨寒把2个小丫头带走了？他什么意思？您别激动，明日皇上要将您接入宫去，准备您的册封大典。2位小公主应该是先行一步。顾墨寒，顾墨寒，
明知道2个小丫头是我的命，竟然还敢用2个小丫头来威胁我，真是大错特错。娘娘不动声色地摸着自己的小腹，美艳的眸子里忽然闪过了一抹狠意。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个累赘。如果我把孩子打掉的话，顾墨寒会气死吧。而2日前就出府说要回门的云雨柔，才坐着马车回到了翼王府。回个门而已，云雨柔怎么会在外面待了这么久？竹兰院的周围有不少下人驻足观望，都觉得今日的云雨柔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碧云扶着云雨柔进了院子，一个洒扫的婢女立马热络地摆出了一副谄媚的微笑，上前了。娘娘，您可算是回来了，不知道这2日您去哪儿了？回门以后，我顺道去了清安寺，为肚子里的胎儿祈福。清安寺那地方不是传闻陈王妃在那里自杀了吗？云雨柔的眸光暗了一瞬间，很快就恢复了清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陈王妃罪大恶极，却受不了清安寺的苦修，畏罪自杀了。不过我想清安寺那样的佛门圣地，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可别乱说话，娘娘肚子里那可是龙寺，有龙气存在。是奴婢多嘴了。云雨柔抬手轻抚自己的小腹，在碧云的搀扶下缓步地进了屋子。屋子里的云雨柔眼神陡然一变，整个人的气场都与之不同，格外的傲然和冷清。她笑得阴狠。我终于等到这一日了，以后我就是顾墨寒的女人了。至于南婉嫣，迟早死在我手里。娘娘，皇上已经命奴婢等给您布置好了鱼心殿，还请娘娘跟着奴婢去鱼心殿等候。鱼心殿历来皇后都住在那里，但却没有一个人有过好下场。南婉嫣冷笑一声，漆黑的眸子里不见半分的喜色。恭喜娘娘，您如今是皇后了，皇上以后定会越发宠爱您的。 2个小丫头现在在哪？香玉和香莲对视了一眼，2个人都是面露难色。回娘娘，2个小公主现在都很安全，已经在皇上安排好的地方歇着了。什么意思？我现在已经随了他的意愿进宫，连我自己的孩子都见不到，他是想逼死我。香玉和香莲被南婉嫣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到了。娘娘万不能有这种念头。你不要跟我打马虎眼，也不要拿狗屁皇上来压我。我今天就是要见到2个小丫头，要是见不到，你们就看着办吧。 奴婢见过皇上，皇上怎么有空来？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如此的话，娘娘方才的话是不是都听见了？奴婢见过皇上。顾梦涵紧紧地注视着南婉嫣。你们先退下。是皇上。怎么了？怎么了？这句话难道不该我问你吗？怎么着？你利用2个小丫头逼我进宫，却不让我见2个小丫头，你想怎么样？你已经成为皇帝了，留一个女人和2个孩子，你还要用这么下三滥卑鄙的手段，你不觉得很上不了台面？ 他带2个小丫头先行入宫，确实是出于私心，为了留下她，这是必要的手段，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不可能走得掉。伸手强硬地搂住南婉嫣的腰身，将她柔软的手掌握紧了。让你这么不高兴是我的错，不过我没有拦着2个小丫头见你。你昏迷了1天1夜，他们就照顾了你1天1夜，有些累着了，现在都还未起身。等他们醒了，我就让人带他们来见你。话说的那么好听，我怎么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 却发现顾墨涵的掌心好似枷锁，将他桎梏得紧紧的。放手！这事儿没什么好骗你的。小蒸饺和小包子要是不来找你，你尽管找人把他们喊过来便是。顾墨涵不仅没放，还将他搂得更紧了，很享受他在怀里的感觉，脑袋亲昵地蹭着他的耳朵，闻着他身上的清香，温声开口：“3日后是册封大典，这几日你就在鱼心殿好好休息，到时候与朕一同受万臣朝拜。” 南婉嫣整个人都被他禁锢在怀，躲又躲不掉，推又推不开。顾墨涵，我让你放开！谁要当皇后？说了好多次不愿意，他是没听见还是没记性？轻轻地放开他，却依然扣着他的手，有分寸不弄伤他，却又没分寸地掌控他。凤袍要量身定做，我为你量尺寸，此事不能拖，不然赶不及3日后的大典了。我说了，我不要，你难道听不懂人话吗？你没有拒绝的余地，婉嫣，随便你怎么说怎么闹，朕都配合你，都纵容你。 但是皇后之位非你不可，你要是再耍性子，朕就……怎么着？就杀了我？朕怎么舍得？他捏住了他的下颌，顶多就是抱上他虐一顿。你知道朕做得出来，也该明白，朕已经极力克制维持现状了。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在肖想他了，日日夜夜，梦里梦外。他好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如今大权在握，还能忍耐着不碰他，唯一的动力就只是不想惹他生气罢了。下流！ 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你尽量不要惹朕。婉嫣，
留在我的身边当皇后不好吗？我向你保证，往后绝不会让你失望，绝不会再让你受伤了。你先放开我，让香玉过来帮我。顾墨寒听到了这话，嘴角勾起一抹温柔满足的弧度。我帮你量。你不要得寸进尺。你已经拒绝过香玉了，现在只能我帮你。最后他摆烂了，爱咋咋地吧，量个尺寸也不会要了他的命的。一点点的测量起来，男人修长的手从南婉嫣前胸往后环绕，南婉嫣十分的不自然，俏脸紧绷着。凤袍想要什么花纹？随便。那我让人绣上鸢尾吧，我记得你喜欢鸢尾。他看了他一眼，唇抿起来。他已经开始量他的腰腹了。南婉嫣不知道怎么的，下意识护住了自己的肚子。顾墨寒狐疑的挑眉，低声问了一句：怎么了？你勒得太紧了，我难受，我自己来量。好。好了。顾墨寒接过，顺着南婉嫣的腰往下，他蹲下身，眼神仔细而又认真。南婉嫣低着眸子，不着痕迹地盯着顾墨寒。顾墨寒，我想见舅舅。顾墨寒手上动作一顿，不行。手握着桌上的茶杯，一把砸在了桌面上，然后捏着锋利的碎片抵在自己的咽喉。小丫头我见不了，如今舅舅我也见不了。你要是真的想把我困在牢笼里当金丝雀，那你只能得到一具冰冷的尸体。他必须见到莫雨明，把他的处境告诉他，并且做好逃离的计划。扔掉了手里的皮尺，起身一把擒住了女人的手腕。南婉嫣，放手。先答应我。好，朕可以让你见他，但朕要在场。你很闲吗？现在刚当上皇帝，就要为了一个女人绞尽脑汁，将所有的事情，将百姓都抛之脑后。顾墨寒听着这番冷言冷语，心如刀绞。他哪里是闲，身上还挑着家国的担子，昨夜也是彻夜未眠。可他这么努力的将所有事情都部署好，就是为了今日能多陪陪南婉嫣和两个小丫头。派人去翼王府把莫雨明接进宫来。是，皇上。已经安排去接人了，等会儿你就能见到你舅舅。顾墨寒重新看向了南婉嫣，将他手里的瓷片拿过来丢掉。和朕一起用早膳吧。我吃过了。他看着南婉嫣，一点点的俯身朝他逼近。可是朕饿了，身为皇后，你难道不应该陪着一起用膳？香玉，去准备早膳。他刚要起身离开这个无理取闹的男人，却被顾墨寒一把摁住，强硬的留在原地。顾墨寒，我说了我不吃，我也不想陪你吃。你应该很清楚，我们能好好说话，全是因为我在忍耐。你真要逼急了我吗？说完了。这里不是你的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再说了，你的后宫又不止我一个人。现在云雨柔怀了身孕，应该是最需要你重视的人。你的小娇妻对你百依百顺的，你何必热脸贴冷屁股的来我这里发疯？婉嫣，朕并未将云雨柔接进宫。朕知道你的原则，婉嫣，朕会做到六宫无妃，至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我不想跟你说这些。顾墨寒见他不信，薄唇轻抿了一下，等他做到了再说也不迟。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南青青前2日死在了清安寺，说是上吊自杀的，还留了一封遗书。南青青竟然自杀了。不过让他在意的是，南青青就死在顾墨寒造反的前1日，而那日云雨柔也去了一趟清安寺。婉嫣。南婉嫣回过神，看了顾墨寒一眼，死了便死了吧，那样的人死有余辜。正逢这时，宫婢们端着早膳进来了，鱼香味扑鼻而来，他不自觉感到一阵恶心反胃，想吐的欲望又蓦然涌现出来。南婉嫣从怀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酸角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到嘴里一块，顿时感觉好受了一些。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顾墨寒看在眼里。男人英挺的剑眉蹙成了小山。你吃酸的有缓解吗？南婉嫣的俏脸忽然有些僵硬。胃不舒服，吃酸的能缓解。是吗？转头看去，是宫里的一个侍卫来了。卑职见过皇上，见过皇后娘娘。皇上，娘娘的舅舅已经到了。舅舅来了。下一秒，看到一袭白衣的莫雨明就走进了大殿里。我来了。舅舅直接上前将莫雨明带到了横桌边坐下，那模样完全将顾墨寒给抛之脑后了。见过皇上。从莫雨明踏入大殿的那一刻起，顾墨寒就已经沉了脸。他忽然伸手抓住南婉嫣的皓腕，一把将她扯入到怀里。既然舅舅来了，就坐吧。不过婉嫣最近身子不太好，舅舅待不了多久，站着也无妨。南婉嫣侧目瞪了顾墨寒一眼，心里的冷意喷薄而出。你不是让我跟我舅舅聊吗？就不要插话了吧。他跟顾墨寒之间应该是发生了什么。舅舅，我听阿季说你最近已经好很多了，是吗？此事他不是知道吗？这1个月来都是他为我诊脉的。确实好多了，我感觉已经快要痊愈了。
如今下地走路的时间一天要比一天长，舟车劳顿也不会有什么异样了。倒是你这几日我没见到你，还以为你在忙，没想到竟然是昏迷了。也不知道你现在可有好一些？我没事的。顾墨寒被南婉言和莫雨明忽视的彻彻底底。舅舅若是没事，就先回殿吧，朕会让人给你安排住处。3天后就是朕和婉言的册封大典，到时候舅舅再来同婉言叙旧也不迟。我和舅舅刚见面你就赶他走，你什么意思？你需要休息。再说，朕觉得你和舅舅见面的时间也够了，以后大家在宫里想见面的时候多的是，不在这一时。听我的话，说着，他故意的凑近南婉言的耳畔，冷碎的凤眸却如刀一般锁定在莫雨明的身上。莫雨明看着顾墨寒对南婉言这番暧昧的举动，拳头使劲的一握，一抹狠色闪过。顾墨寒说的冠冕堂皇，但脑子里恐怕在想要怎么将我赶走吧。说什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除了今日和3日后的册封大典外，顾墨寒以后恐怕再也不会让我跟婉婉单独接触了。皇上这么着急赶我走，不让我跟婉婉说话，您在怕什么？他确实怕南婉嫣逃走，更怕自己一旦有所懈怠，就会永远失去南婉嫣和2个小丫头。朕看舅舅是糊涂了，竟然不知所谓起来了。今日看在皇后的面上，饶你一次，下不为例。来人，送国舅。话音一落，几个侍卫直接走进了大殿，将莫远明给带走了。舅舅站起来，直接一掌就扇在顾墨寒的脸上。顾墨寒，你这是做什么？那是我舅舅，不是一个犯人，他的腿还没有完全康复，你至于这么对待一个病人吗？朕知道他是你舅舅，所以朕没有亲自赶他走。他凝视着他，心头的戾气、怒意、妒意全部都在翻滚，最后又深压下来。婉言，我早就说过了，我不喜欢见你对别的男人好，更不喜欢你对别的男人笑得那么温柔。你露出那样的神情，会让我心里很难受。你有病吧？那是我舅舅，那是我亲人，对亲人难道还不能笑吗？我不想再看到你，滚！顾墨还没有离开，双眼反而变得更加的嗜血和残暴。不管你怎么骂我，好厌恶，我都不会放手的。事到如今，我已经没什么好克制隐忍的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莫雨明对你有恩，我不会对他出手，但他喜欢你，我绝不准他留在你身边。等大典结束，我就会立即将他送出宫。顾墨寒，你简直太过分！他的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被他往下扯，坐在他的腿上。紧接着，纤细的后颈就被他掌控，唇也被他欺压住，疯狂的掠夺。南婉嫣的瞳眸赫然瞪大，他的吻太深，令他难受，拼命地推拒他，任由他拳打脚踢，强势而霸道地吻着。顾墨寒有些情不自禁，修长的手指抚上他纤细的腰，越发不安分的时候，手背突然狠狠的一疼，他闷哼一声，微微地松开他一些。男人低头瞥了眼自己手背上扎着的银针，清醒了吗？你想谋杀亲夫吗？不过被银针扎过的左手从掌心开始，麻木感席卷了整条手臂。我虽然武力上不及你，但是想让你变成太监还是轻而易举的。你若是还能听懂人话，就立马从我的地方滚出去。他刚想做什么，他完全能感觉出来，他空间里还有让人不举的药丸。我不惹你生气了，但你也别惹我生气。你明知我在意你，看不得你跟别的男人亲近。他伸手温柔地捋了一下南婉嫣耳边的碎发，不悦地蹙起秀眉，甩开他的手。朕还有事情要忙，等晚一点，朕让2个小丫头来陪陪你。夺权的事情上，皇祖母帮了我们不少忙，如今你也入宫了，有空你便去看看她吧。滚就滚，别这么多废物。话音未落，他的唇角就被顾墨寒给偷亲了一下。顾墨寒，你！南婉嫣气急败坏的想揍他，男人却是心满意足，拿过了记下的尺寸表，迈步走出了大殿。殿外，香莲和香玉默不吭声的候着。皇上，皇后想去哪里都行，但你们必须寸步不离的跟着。奴婢遵旨。另外，绝不许他与莫雨明私下见面，远远的都不行。香玉和香莲有些诧异的抬头看向顾墨寒。是，奴婢遵命。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我现在就要见2个小丫头，你们拦着没用。您是皇后娘娘，奴婢又怎敢拦着？而且皇上刚才吩咐了，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今2个小公主就在偏殿里，奴婢这就带娘娘过去。顾墨寒真没拦着，他摸了摸肚子，跟着香玉姐妹迈步走出了殿。3人刚走出没2步，南婉嫣就见李嬷嬷快步地朝她走过来。娘娘，太皇太后他老人家一直念叨着您，便让老奴请您过去一趟。好，我现在就过去。孙媳见过祖母，这次进宫没有先来给祖母请安，请祖母息怒。娘亲，娘亲。
哎呦，快起来！你什么时候来都行。跟哀家哪里有那么多礼数要讲？多谢皇祖母。娘亲，小正甲一把抱住了南婉嫣的大腿。娘亲，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想娘亲。阿姐是三秋。南婉嫣的胃里一阵翻涌，恶心感瞬间爆发，一个没忍住，直接背过身，捂住嘴就吐起来。慢点，慢点。哎呦，怎么吐了？是不是身子还没好啊？娘亲，我奶奶，娘亲这段时间总是这样吐。没错，我们每次看到娘亲这样辛苦，都好难过。总是吐。太后突然有些惊疑，你们娘亲除了呕吐，平日里还有没有别的反应呀？有，娘亲她还……皇祖母，我有些头晕脑热，已经号过脉了，只是有些累，导致感染了风寒，还有些胃胀，没有什么大问题。小正角眨了眨莹亮的双眸，看着南婉嫣。娘亲为什么说谎？最近一段时间，娘亲明明还特别的嗜睡。对，娘亲说的没错。太后的心里的喜悦顿时去了大半。是吗？可有昏昏欲睡？睡眠一切正常。祖母，嫣儿还有些不舒服，就想带着2个小丫头回去歇息了。等嫣儿休息好了，再带他们来看你。无妨，快回去好好养精蓄锐吧。这再过2日就是你和皇上的册封大典了，到时候可得好好打扮一番。是，孙喜知道。太后笑眯眯地望着母女3人离开。李嬷嬷，老奴在。方才嫣儿的反应你都见着了吧？你瞧着，那像不像是有孕了？老奴觉得像，但皇后娘娘刚才不是说了，她不过是染上风寒，还有些胃胀吗？难不成太皇太后不相信皇后娘娘的说辞？哀家觉得她呀有孕而不自知，这不能吧？嫣儿大大咧咧的，有什么不可能？你去一趟养心殿，提点皇上。是，老奴明白。皇上，属下收到消息，皇后娘娘从太皇太后的鸾凤殿回到于心殿后，就一直闭门未出。但2位小公主去见了国舅，不过2位小公主们很快就回了于心殿，并未在国舅那边久留。顾慕寒剑眉一蹙，2个小丫头去见莫雨明了。是，他知道2个小丫头去见莫雨明，一定是南婉嫣的嘱托。从现在起，加强戒备于心殿的一举一动，但不许让皇后察觉。真要册封大典如期顺利进行，绝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属下明白。小正角和小包子要做姐姐了，他们应该也会很高兴的吧？南婉嫣刚想跟2个女娃说些什么，紧接着就看到了一抹玄色身影缓缓朝他走过来。父王，现在不该叫父王了，改口叫父皇吧，或者叫爹爹。那就父皇吧。小包子其实想要喊爹爹，但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南婉嫣，最后忍住了。父皇，在宫里住着可还习惯？跟王府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大了点儿，我们认不得路了。住久了就会熟悉些。父皇知道你们爱玩，以后有时间父皇会经常带你们出去散心，定不会委屈了你们。这可是你亲手说的，娘亲告诉我们，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4头牛都追不上。往后你要是不带我们出去玩，我就记在小本本上，不理你了。父皇，若是出去玩的话，能带我去一趟京城最大的叔叔吗？顾慕寒将2个小丫头搂入怀里，惊喜地笑了。好，到时候你们想去哪儿，想做什么，我都带你们去。往后的日子，你们不用再小心翼翼，更不用瞻前顾后，快乐自由便好。自由。一直沉默的南婉嫣俏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悦，还有些嘲讽。在孩子面前，她不想对他发火，也不想跟他争吵，真是可笑。在想什么？是在想离开的事吗？他眼底冷沉了几分。你来这里有事吗？早上不是和你说了，我晚上会过来。他得和他再要一个孩子，越快越好，有吗？南婉嫣蹙着眉，他怎么不记得？顾墨寒紧紧地盯着他，勾唇笑了笑。夜深了，你头发还没有弄，我帮你卸钗吧。什么？南婉嫣的表情有些诧异，难以置信地看向了顾墨寒。他是吃饱了没事干才想折腾我头发吗？可孩子在这里，他也不好说话。不用，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赶紧回去吧，我们要睡。话都没说完，顾墨寒已经我行我素地伸手替他拆了一些发饰，
动作温柔，眼神认真。顾墨寒，别动，2个孩子都比你乖。他想干什么呀？在孩子面前来这一招，笃定我不会跟他闹吗？哇，现在父皇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了，还愿意为娘亲弄头发，是不是说明父皇很喜欢娘亲？小正角，拿一下梳子给我。好了。他将他转了个身，对着镜子看看。没想到他还有这本事。他刚要冷声下逐客令，男人却猛地俯身亲了亲他的唇，有些邀功的意思。皇后可还满意？南婉嫣顿时瞪向了顾墨寒，有些气恼。你这个狗男人就知道他这么无耻，一定不会白白干活的。他今天像抽风似的整这么一出，到底是想做什么？2个小丫头一下子来了精神，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凑到南婉嫣的面前相向。父皇既然亲亲娘亲，我们也要。对，我也要。顾墨寒不分场合地占他便宜，他为了孩子忍而不发。时候不早了，你们该去睡觉了。他眼神宠溺地看着姐妹俩，伸手捏了捏2人的脸蛋。我让香玉带你们去就寝。不行，今晚说好了要跟娘亲一起睡觉觉的。我们想和娘亲一起睡，父皇。小正角、小包子，以后父皇和母后不可能永远都陪着你们，你们已经是大孩子了，要学着坚强。今晚乖乖跟着香玉姐去殿寝，等明日一早，我便让人去宫外买糖葫芦回来，好不好？南婉嫣见顾墨寒这么不要脸的哄孩子离开，顿时也有些气恼。你瞎说什么呢？我今晚就要跟小丫头们睡，前2日都没有好好的陪着他们，今夜你休想赶他们走。再说了，这里是我的寝殿，这里不欢迎你，你回你养心殿吧。 2个小丫头都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你。现在这个年纪，正是培养她们独立的好时候。我像她们那么大那会儿，早就一个人睡了。看顾墨寒这副厚颜无耻的样，南婉嫣气笑了，甩开了顾墨寒的手。你是你，小丫头们跟你不一样，她们需要我在身边护着。顾墨寒却勾唇浅笑，俯身凑到她的耳畔，低声说：婉言，有很多大人之间的事情，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做，就让他们学着自己睡吧。南婉嫣耳根倏然变红了，凶悍地瞪着顾墨寒，火星子都要窜出来了。你怎么这么无耻？他明明不可能原谅他，他居然还这么死皮赖脸。顾墨寒见南婉嫣说不过他，也不敢在孩子面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黑眸里闪过了一丝笑意，然后温柔地起身，将2个小丫头抱进了怀里。好了，2位小朋友，回去吧，明日再来找你们娘亲。2个小丫头靠在他怀里，气鼓鼓的。你4岁的时候，真的自己一个人睡了？皇家儿女从出生起就是自己一个人睡的，不会缠着母亲的。娘亲，晚安。你的皇宫你最大，自己睡吧。可是他刚走2步，就被顾墨寒搂住了腰，一把拥住，抱到了床上。南婉嫣吓了一跳，下意识捂住肚子，还好床够软，他也没使太大的劲儿。顾墨寒，你要干什么？你觉得呢？刚才顾墨寒说的不能在孩子们面前做的事情，莫非是他想要跟他那个什么了？你要是敢乱来，我现在就让你变成太监。这个男人的脑子里难道除了这些男女之事就没有别的了吗？俯身与他四目相对，调笑着说了一句：若你当真让我成了太监，那以后受苦的反倒是你。这番虎狼之词直接让南婉嫣更加笃定，顾墨寒把2个小丫头送走，绝对是没安好心，手探进袖子里要拿他的银针。可还没等他拿出银针，下一秒顾墨寒就握住了他的脚踝。顾墨寒，你做什么？可他手上力气很大，他根本就抽不回双脚，只能被他摸来摸去的占便宜。这个王八蛋要是真敢对我做什么，我真阉了他，让他当一个太监皇帝。镇定的手捧南婉嫣的双脚，替他脱去了靴子。别动，不然我不保证下一件脱掉的是什么。你敢？皇后没答应的事情，朕不敢。顾墨寒不再戏谑地挑动南婉嫣，转而认真地将她的双腿放在自己膝盖上，轻柔地为她按摩起来。南婉嫣突然有点懵。听我说，你今日在凤鸾殿用膳的时候又吐了，你总是不好好照顾自己，让我担心。可我又不懂医术，只能找姜太医，他告诉我安柔这个穴位可以帮你止吐，能让你好受些，又不会胃胀。什么？他折腾这些其实是想帮我止吐？错愕地盯着顾墨寒好看的侧脸，心里突然有一股异样的情愫开始蔓延。他的双手暖暖的覆盖在他的脚心，竟给他带来一丝暖意。不用了，我不需要，你松手吧。顾墨寒却没有停下动作。既然如此，那我就找御医过来给你看看。我不需要看御医。那就听话，让我给你捏捏穴位，
南婉嫣，你明明一身本事，却又不给自己治病。就算你喜欢任性强撑着，就没想过别人看着也会心疼。今日李嬷嬷去找过他，让他叫太医来给南婉嫣请平安脉，但他知道南婉嫣的性子，明白他不喜欢的事情，他强求只会闹得鱼死网破。怎么样？现在有没有好一些？可以伤他，但是不要对他好，他容易迷失。心要是再交出去，他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顾梦涵，你知道吗？你除了对我坏以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男人手上动作猛地一顿，看着眼前依旧是俊美无双、威风霸气的男人，除此以外还多了几分深情。南婉嫣一下子就移开了视线。算了，你既然不肯跟我好好谈，那就不要再谈了，滚吧。没达到意料之中的目的，恼羞成怒了。婉嫣，其实美人计不是这么有用的，软言软语把我夸上天是不够力度的，不足以让我改变主意。这该死的男人竟然早就发现我在演戏。南婉嫣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顾墨寒推倒，摔在了柔软大床上。你！顾墨寒起身压上了南婉嫣，起伏的胸口在轻纱下若隐若现。美人计现吻的效果不错，现身的效果最好。真的？你可以亲自试试。我信你个邪！顾墨寒，你这个死骗子！你说罢，他就想抬腿将他踹下床去，可大腿却被顾墨寒轻而易举地控住。男人将南婉嫣双手紧扣在一起，举到他的头顶上方。不要不信，我替你试试。南婉嫣怔怔地盯着顾墨寒那黝黑炙热的眸子，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我不要，你放开我！顾墨寒低着头，薄唇轻压而下，堵住了他的唇。演戏也好，虚情假意也罢，只要南婉嫣愿意留下，哪怕给他的圈套是要下地狱，他也会奋不顾身地往里跳。南婉嫣忍不住心慌起来，却又撼动不了什么，狠狠地咬着他的唇。婉嫣，别挣扎！你居然有脸说这话！趁着顾墨寒松懈的空档，双手猛然挣脱出来，一掌狠狠甩到顾墨寒的脸上，另一只手去空间里拿针剂，原本是想扎在他脖子上的，但是顾墨寒速度很快，躲了开来，他的针剂就没有扎到位置上，手腕就被他重新扣住了。南婉嫣，对于习武者来说，脖子是危险地带，他捏住了南婉嫣的下颌，逼着他看向他。你想要杀我？你欺负我，我是正当防卫。我们是夫妻，夫妻同房天经地义。你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忤逆我，甚至伤害我。婉嫣，我真有这么惹你厌烦？我没想跟你斗，或者伤害你。我明明说过很多次了，我跟你三观不合，我要走。可你偏要留下我自讨苦吃，你怨得了谁？而且你别一副委屈的样子，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皇后，那都是你一厢情愿。你撕毁我们之间的合作条约，你不让我走，还想让我心甘情愿的给你侍寝，哼，你简直可笑。他的嘲讽如尖刀，顾墨寒的心被刺得生疼，他却忽然低头，温柔而深情地吻住了他的唇。是朕无耻留住了你，都是朕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尽情反抗，但朕是皇上，怎么都不能吃亏。方才你打朕一巴掌，还想弑君，朕舍不得对你动粗，就罚你再为朕生一个孩子好了。什么？再给他生一个？真无耻！南婉嫣简直能气死，她咬牙要再揍他一顿。顾墨寒的动作却更快，一下子点了他的穴道，瞬间南婉嫣所有行动都被封住，动弹不得。顾墨寒，你……朕在。他俯身解开了他的衣衫。南婉嫣没有来由地想到了元辰节的那晚，当时的顾墨寒也是这样，二话不说点了他的穴位，把他当作解药，然后他又急又气，这个无耻混蛋，每次都只知道来同一招。顾墨寒霸道地压住南婉嫣柔软的身体，薄唇从脸颊落到了南婉嫣的锁骨，每一下都很温柔。顾墨寒，给我滚下去！你这样待我，只会让我更加恨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他是真的慌了，若顾墨寒继续下去，腹中才月余的孩子注定活不下来。可是南婉嫣又不能告诉顾墨寒她怀孕的消息，否则想要离开更是难上加难。顾墨寒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忽然一股强烈的反胃感油然而生。你滚开！我不舒服，我想吐。顾墨寒动作一顿，却没有理他。我真的不舒服。颤抖的声线没有骗人，顾墨寒墨瞳紧缩着，他顿时顾不上任何，立刻解开南婉嫣的穴道。婉嫣，你……话音刚落，南婉嫣直接控制不住的偏头吐起来，孕吐的症状她根本就控制不了。婉嫣，沈玉，即刻宣将太医过来，若是来迟了，朕砍了他的脑袋。是，属下这就去。叫太医？不行，说了不用，
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顾慕寒连忙回到了南婉嫣的身边。你不要再逞强了，这次就让太医给你好好看看。婉嫣，我不准你有事。皇上，姜太医到了。老臣参见。别废话，去给皇后看看，她到底是怎么了。是。快步朝南婉嫣走去。娘娘，还请娘娘把手伸出来，让老臣为您把脉吧。南婉嫣现在已经缓过来不少，不用，我自己就是大夫，我不需要任何太医。可是娘娘，我让你退下。别闹了，你生病了，让姜太医给你看看。娘娘，皇上是担心您的凤体有恙，所谓医者不能自医，您就让老臣给您瞧瞧吧。他怎么会担心我？方才他还不顾我的身体，想要霸王硬上弓，现在来装什么柔情？南婉嫣，你一定要这么歪曲朕的好意，对朕冷嘲热讽吗？年轻的帝王在压着情绪质问皇后，姜太医紧张地吞了吞口水。天哪，皇上和皇后娘娘能不能让我先出去，然后再吵架呀？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了，为何一夜之间如此强烈的痛恨我？是因为云雨柔怀孕了，你才满身是刺吗？我恨你，就如你恨我一样，那不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吗？至于云雨柔，我是看她不爽，她死了最好。但现在是你和我之间的矛盾，我不想待在你身边，看见你就觉得心烦。我不相信。顾慕寒拧紧的眉头往下一沉，那双锐利的眸子充满探究，想要将南婉嫣的谎话看穿。你口口声声说你不在乎，但你若是真的不在乎，又为什么会突然间这么恨我？就因为我不让你走，你看着像吗？你现在甚至开始虐待，不管不顾你自己的身体了。你可是一个母亲，还有2个孩子要照顾，我不让你离开，根本不足以让你这么伤害自己。还是说你在瞒着我什么？你呕吐其实不是在生病，是吗？姜太医想当个聋子，不料却把话听得清清楚楚。他忽然想起了那晚给昏迷的南婉嫣诊脉时候发现的异样，像喜脉。现在皇后娘娘有呕吐的症状，难道说娘娘？难道您……我什么？就算我还在意你，我也想离开，这不矛盾。南婉嫣心头一紧，立即打断了姜太医的问话。再者，你一定要这么纠缠不休吗？你不觉得让人很厌烦吗？此言一出，姜太医差点心梗，什么都抛之脑后了。好，朕现在可以走，但是你必须让姜太医给你看诊，不然朕不放心。顾慕寒深深看了南婉嫣一眼，狭长的双眸悠悠地扫过了姜太医。姜太医立马诚惶诚恐地回道：请皇上放心，老奴就算豁出这条命，也一定会好好为皇后娘娘诊断病情。顾慕寒听到姜太医的回复，这才稍稍安心了一点，甩袖离开了鱼心殿。皇上，顾慕寒没有吭声，就站在殿门口。皇上已经是皇上了，如果再这样扶刚不振的话，恐怕将永远都被皇后娘娘压上一头啊。想是这么想，沈宇却不敢多嘴。此刻的殿内，皇后娘娘，您还是让老臣替您看看吧。要是真有个大碍，整个太医院都会被皇上拉去斩了。姜太医，本宫知道你现在很为难，但是本宫已经说了，没有大碍。你难道还要质疑本宫的医术不成？老臣哪敢质疑您呢？但是皇命在前，老臣不得不遵旨。而且娘娘，之前您昏迷的时候，老臣曾给您把过脉，总觉得是喜脉。这次您就让老臣再给您瞧瞧，若是喜脉，这于皇上和娘娘来说，可都是大好事啊。南婉嫣的心狠狠一跳，脸色骤然就变了。姜太医之前给我把过脉，我给自己把过脉了，不是喜脉，只是受了风寒，有些胃胀。你等会儿就这么跟皇上说便是。那脉象竟不是喜脉吗？姜太医狐疑不已，直接重重地朝着南婉嫣磕头说：皇后娘娘万万不可！若是老臣没有给您把脉，就告诉皇上您是患了风寒胃胀，那可是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呀！本宫并未让你欺君，你听皇后的话，将事实转达给皇上，有什么问题吗？就照我的话去说吧。若以后出了问题，由我担着。你若非要给我诊脉，我也能给你看，但出了问题，你就自己受着吧。这老臣明白了，皇后娘娘只是感染了风寒，导致胃胀，加之这几日心情不佳，休息不好，所以病情反复。是这样，本宫罚了，你退下吧。是，娘娘。姜太医撑着地面，颤颤巍巍的起身，低落的转身，准备离开。姜太医，多谢。
还请皇后娘娘不要折煞老臣了。不管是为您还是为皇上看诊，那都是老臣的荣幸。姜太医转过身，视线一下子撞进了顾墨寒冷碎阴鸷的锋眸里。皇上，你没走啊？皇后她到底情况如何？回皇上的话，老臣已经为皇后娘娘看过了。娘娘就是前些日子感染了风寒，加之胃胀，加之这几日心情不佳，休息不好，所以病情反复罢了。顾墨寒蹙着眉，将信将疑的反复的确认道：你确定？若是寻常的风寒胃胀，又怎会久吐不止？是的，老臣已经给娘娘开好了药方，还有一些止吐驱寒的药膳丹，只要娘娘按时服药用膳，很快便可痊愈。没有大碍便好。姜太医，你先退下吧，往后每隔一日便来请平安脉。姜太医如释重负般的点点头。那老臣就先告退了。这几日你就按照姜太医所说，用药膳调理皇后的身子，好好照顾皇后。一旦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禀报朕。是，奴婢明白。那皇上，您今晚还要留宿于新殿吗？朕……顾墨寒的双目一滞，喉结动了动，原本摊平的掌心又缓缓的握起。不了。纵使他想留，也留不得。南婉嫣若是再见到他，或许会被他气死。转告皇后，让她好好休息，朕明日再来看她。是。香玉目送顾墨寒和沈宇离开。皇上，难道您是在为皇后娘娘的事情而烦心吗？是朕欠她的，与她无关。他确实因为南婉嫣这日的反常而饱受煎熬。皇上，您千万不要这么想。您对皇后娘娘的好，大家有目共睹，更知道您是真的很爱皇后娘娘，所以错并非全都在您。但属下也觉得您这样苦苦相逼，是不是有些过激了？毕竟皇后娘娘的性子您最清楚，她为人火爆直爽，敢爱敢恨。您若是真觉得两人间有什么误会，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跟皇后娘娘谈谈呢？女人终究是要哄着的，或许您换一种方式，娘娘就能接受了呢。沈宇的这番话仿佛戳中了顾墨寒心口的伤疤。你错了，朕根本就哄不了她，朕对她无计可施。纵使我们过去有仇有误会，她也不过是对朕不屑愤怒，从未像现在这般好似恨到了骨子里，任凭朕做什么都无济于事。顾墨寒顿时升起了一种挫败和无力感。难道是因为云雨柔怀孕才将她刺激到了这样的地步？可他又否认了，他真是想挽回也无从下手，威胁他是唯一的手段，但似乎效果很差。沈宇，朕这一生从未像现在这般后悔过。朕害怕留不住她，选用这么极端的方式，企图将她绑在身边，可似乎适得其反，她越来越讨厌朕了。这几日南婉嫣对他的深恶痛绝，让他不仅觉得疼痛难受，还让他不时地想到过去那些一度被他遗忘却令他足以悔恨终身的过去。而因为南婉嫣的冒冒失失，不小心撞到一旁的云雨柔，导致云雨柔摔倒了。可他只是心疼不已地走到云雨柔的身边，温柔地将她扶起来。柔儿，有没有伤到哪里？没事的，王爷。柔儿知道婉嫣小姐不是故意的，毕竟王爷您这么英俊潇洒，京城里有哪个姑娘不会为了见您一面而慌张冒失呢？他当时都记得南婉嫣的表情有多么的委屈不甘心，他的眼眶都红了，一张脸急得通红，解释说他没有碰到云雨柔。真不愧是丞相府调教出来的人，如此的倒胃口。南婉嫣，你记住了，本王不屑与你这样的恶毒女人为友，更不会多看你一眼。还有，把你的脏手拿开，恶心。小心翼翼地收回手，转身跑开了。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当时的情形是多么的好分辨，明显是云雨柔在撒谎，可他当时一心针对南婉嫣，害得他那么伤心，他真是个畜生。如今他爱上了被他一而再再而三伤害的女人，终于轮到他伤心了，这就是现世报。顾墨寒闭了闭眼睛，自嘲地笑了一声。朕过去做的事情如果不如，可如果有如果，朕希望那些话是骂自己的，那10几棍是打在朕身上的。朕现在只想求他给朕一个机会，说他能回心转意，哪怕受尽苦楚，哪怕要朕的命，朕都心甘情愿。沈宇早就已经被顾墨寒的这番话给惊到了，他不仅做错了这些，还认错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呢。要是知道了这件事，皇上得悔恨死吧。过去您对皇后娘娘确实做得不太好，但那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毕竟当初谁都以为是南丞相害了皇贵妃，您是皇贵妃娘娘的亲生儿子，怨恨丞相府的人当然合乎情理。您可是年幼起就失去了母妃的皇子，这10几年来您过得多辛苦，外人不知道，但属下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况且皇后娘娘过去确实不怎么让人喜欢，她那样费尽心思
且不管不顾地缠着你，您又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其中还有无数小人在挑拨离间，厌烦皇后娘娘也好，对娘娘说了重话，做出惩罚也罢，那也都无可厚非的，不必将所有过错都揽在身上，这不是您的错。申玉，你不懂。现在根本就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他后悔了，却根本没有弥补的机会。罢了，你早些休息吧，这几日定要加强戒备。皇后那边在大典结束前定会有所动作，属下一定会好好看着雨欣殿，绝不会让一只蚊子飞出皇宫的，还请皇上放心。忽然殿门被人推开，有急促的脚步声。南婉嫣睁开了眼睛，正好对上香玉那双饱含忧思的眸子。娘娘，皇上让您好好休息，明日他再来看您。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猛地跪在了南婉嫣的面前。皇后娘娘，太医的话奴婢都听到了，这几日奴婢也知道您不舒服，起先还以为您是有喜了，却不想是身子有些毛病。奴婢知道自打您昏迷后苏醒，就一直闷闷不乐，对皇上也是那般的愤恨。奴婢就想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皇上不让您离开，还是因为云侧妃怀了身孕？说是因为云侧妃，娘娘，奴婢可以为了娘娘豁出性命，只要能让娘娘和皇上和好，奴婢可以谋害皇嗣，可以以命抵命。他赶忙下床将香玉扶起来，眸子里有些心疼。香玉，不许胡说，若是被别人听到了，小心小命不保。而且不管云雨柔犯了什么错，祸不及孩子，你先起来，有什么话慢慢说。奴婢就知道你还是原来的娘娘，还是对奴婢这么温柔，但是奴婢最近真的好难受，看着皇上过得那么辛苦，您也过得很辛苦，却又不知道能为您二位做些什么。您不知道，奴婢好几次去养心殿送东西，都看到皇上在夜以继日的伏案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用轻舟对付两口，他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沈于侍卫说，皇上夜里困得不行，就用手揉着太阳穴，就这么硬挺着没有休息。但每次来见您，都会收拾得很好，总是笑着，不想让您担心。而您也一样，这几天也都总是不快乐，明明自己很不舒服，吐得天昏地暗，却还是要强装没事的样子，在两个小公主面前陪他们嬉笑打闹。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婢女，心里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只希望奴婢伺候的两位主子都能够好好的，幸幸福福，健健康康。若是有能帮得上娘娘的，即便是断头的祸事，奴婢也能做。他温柔地捧起了香玉的脸，仔细地为她拭去眼角的泪水。香玉，你能对顾墨寒忠心，也能对我毫无保留，我真的很感激。但是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就行，不需要插手我和顾墨寒之间的事情。不要，娘娘，您不要让奴婢置身事外，奴婢不想看着您和皇上互相折磨。娘娘，您能不能告诉奴婢实话？您难道真的不喜欢皇上吗？这句话一下子问到南婉嫣的心坎里，她低下头笑了下，夹杂了几分苦涩。我当然喜欢，而且很喜欢。他年少有为，长得好看，1米9几的大个儿，抱我都不费力的，而且还很有实力，谁能不心动呢？而且他孝顺，对孩子们也很好，很有责任心，也很宠爱，不会厚此薄彼，更不会因为孩子的逗弄随便发脾气。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除了在感情上笨了点，其实哪里都很好。娘娘，您既然那么喜欢皇上，按理说现在应该更喜欢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您和皇上现在反而闹得这么僵呢？我的确喜欢他，但人生不是只有爱情，我和顾墨寒之间有太多无法修补的裂缝，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香玉，我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但你若是将心比心，把我和顾墨寒带入成你和于峰，你会作何抉择呢？香玉愣了愣，好了，快回去休息吧。皇后娘娘，凤袍已经改制出来了，奴婢听说这凤袍是皇上亲自参与设计的，您要是穿上这凤袍一定很美。我不想穿，你找沈宇过来，我有事情要单独跟他谈。娘娘，沈玉奴婢可以去找，但明日就是册封大典了，这凤袍您是一定要试穿的。就在这时，奴婢参见皇上。不期然地从镜子里看到高大的男人正朝他走过来。奴婢见过皇上。起来吧。香玉起身退到了一旁。顾墨寒瞥了眼香玉手中的凤袍，伸手拿起那凤袍，在南婉嫣的身上比划了一下。婉嫣，明日你穿着凤袍定然好看，换上看看合不合身。我从没有说过要当你的皇后，这凤袍有什么必要穿呢？可却吓坏了顾墨寒身边的2个宫婢。皇后娘娘怎么敢如此放肆，对皇上如此不敬？
不管你承不承认，你都是朕的皇后，你也可以跟朕对着干，不参加册封大典。不过如此的话，朕就没必要留你的舅舅在宫中了，你觉得呢？你敢威胁我？朕不敢。做都做了，还不敢？行，我穿。不过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我舅舅，我就跟你没完。看来莫雨明对你的影响还挺大，去换吧。香玉，随本宫去内殿更衣。是，娘娘。过了好一会儿，香玉领着南婉嫣走出了内殿。一抬眸，南婉嫣盛装的模样跌进他的眼底。顾墨寒有点吃了，直勾勾地凝视着他。南婉嫣冷着一张脸说：“凤袍和顺，够了吗？”顾墨寒看着她细长漂亮的脖颈隐藏在那华丽的衣领下，眼神微暗。娘娘，您的发髻还没有梳好，需要一块看看配不配？明日佩戴的凤簪也很重要的。香玉笑意盈盈地带着南婉嫣回到了铜镜前坐下。还请皇上稍等，奴婢给皇后娘娘梳妆。给朕吧。香玉立马将梳子递给了顾墨寒。是。你又不会弄头发，你凑什么热闹？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顾墨寒眼眸含笑，冷白修长的手指捻着南婉嫣柔顺的长发，动作有些生疏，却格外的仔细小心。你别动，小心弄疼你。南婉嫣眉头紧蹙着，顾墨寒盯着镜子里的南婉嫣，轻笑出声：“好看。”这只步摇是他之前精心挑选的，觉得配她，没想到竟是这般的合适。婉嫣，明日你定是全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候在一旁的宫婢们简直羡慕死了，太酸了。皇上真是疼爱皇后娘娘，竟将娘娘打扮得如此耀眼夺目。是啊是啊，皇上好厉害。你往我头上插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卖发簪吗？还是想累死我？皇上要是真的闲得慌没事干，这么喜欢给女人盘发，宫里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了，你挨个盘吧，别当皇上了。顾墨寒脸上笑意顿时一僵，仿佛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脸色有些发白。两个宫婢被吓得直哆嗦，战战兢兢地跪下，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凤袍穿了，头发也随便你折腾了，如你愿了吗？顾墨寒，我真诚的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谁都可以做你的皇后，但我不做。你要是继续这么苦苦相逼，继续拿两个小丫头或者我舅舅逼我，最后得到的只会是我的尸体。娘娘不可。香玉在一旁揪着心，不停地冒汗，胆怯地看了顾墨寒一眼。只见顾墨寒俊脸阴鸷，他一把将她搂入怀里，眼里翻滚起浓烈的戾气。南婉嫣，你最好别有这种念头。若是出一点事，朕是舍不得对你动手，但别人朕可不会手下留情。他咬牙挣扎，他却越抱越紧，仿佛将他嵌入骨血之中，很明显的生气了。婉嫣，不要挑战朕的底线。你也知道朕卑鄙，朕惹急了，朕会干出什么事来，自己都控制不了。你别欺人太甚，我是人，不是你的木偶，想怎么摆弄都行。凭什么他讨厌他，他就得滚？又凭什么他喜欢他，他就得乖乖的被他喜欢？今日你们好好看着皇后，不许她踏出大殿半步，更不许她见任何人，违令者杀无赦。若皇后抗旨，直接将国舅送走，不准再见两位小公主。顾墨寒，你这个混蛋，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和孩子？是。龙袍一卷，长袖一挥，顾墨寒压抑着怒气，转身径直离开了雨欣殿。顾墨寒，你这么对我，一定会后悔的。皇后娘娘，香玉大惊，连忙安抚着南婉。很快就到了册封大典的当日，也不知道今日能不能顺利离开。南婉嫣被送到顾墨寒的身边，很自然地牵起了南婉嫣的手。婉嫣，今日的你格外好看，路不长，你跟紧我。南婉嫣面无表情，仿佛一具傀儡，被顾墨寒紧紧地牵着朝前面的路走去。瞬间，百官朝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接受了百官朝拜后，紧接着就是祭天仪式，这个只能帝王参与。你在此等我。太阳太晒了，我在大殿等你。顾墨寒的凤眸紧锁住南婉嫣的背影，眼神微深，可是不知为何，他的心境没来由的狠狠地颤了一下，似乎有强烈的不安涌了上来。大典已成，快放礼花。空气中浓烈刺鼻的火药味瞬间扑鼻而来，瞬间万人的欢笑就变成了惊吓、惊叫，混乱不堪。皇上小心！这点燃的根本不是礼花，而是满满的炸药，而这礼花摆满了顾墨寒与南婉嫣之间的百阶路，完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惊骇的大叫，双目赤红。婉嫣，快走开！猛然推开了沈宇，施展轻功就要冲向南婉嫣，可是沈宇却不断地拦着顾墨寒，心急如焚地说：皇上太危险了，滚开！
顾墨寒一掌劈在了沈宇的肩头，瞬间青筋暴起，眼前一片硝烟，根本就看不清楚路。可他还是凭着直觉，急速地朝着南婉嫣飞过去。婉嫣！他心里的恐惧从来没有这么强过，他慌了。南婉嫣，她不可以有事！快拦住皇上，保护皇上！顾墨寒武艺高强，沈宇和几个侍卫声嘶力竭，死死抱住他，勉强架住他，不让他再往前行半步。放开朕！婉嫣！过了一会儿，爆炸声终于渐渐地平息下来。皇后娘娘还在里面，你们快来救火呀！南婉嫣！顾墨寒心如刀割的疼，猛地一个发力，将沈宇和10几个侍卫硬生生震退了10米远。下一秒，顾墨寒径直朝着熊熊燃烧的大殿奔去。皇上！沈宇大惊失色，而这时一双有力的臂膀直接擒住了顾墨寒的手，死活将要闯入熊熊烈火的顾墨寒给拽了出来。皇上，不可！大殿里情况危急复杂，您千万不能拿自己的安危做赌注，还是等工人们把火扑灭再说吧。你要是为朕好，你就去护着朕的孩子，让朕去救他。皇上，皇后娘娘好像被炸伤了，然后娘娘跑进了大殿，没想到会着火，我就先前进大殿救人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火势这么猛烈，恐怕很难救人了。待在大殿里的人注定是九死一生。不会的。顾墨寒听到这话，只觉得肝肠寸断，绝望的神色从眉宇间流出，一把掀翻了身旁的顾墨风和沈宇，猛然冲进了炙热的大殿中。婉嫣，南婉嫣，你在哪儿？皇上！婉嫣，你在哪里？他焦急地翻找。婉嫣，他有些头脑发昏了。这时瞥见了某个角落被许多杂物压着的地方，似乎有着明黄色的凤袍的衣角。狂躁和悲痛席卷内心，他踉跄着扑上去。婉嫣，南婉嫣，你撑住，我马上救你出来。他强忍住手臂火辣辣的痛意，不断搬开压倒下来的杂物，像是被剜掉半颗心那样的窒息，双手血肉模糊，头脑发昏。可是杂物怎么也搬不完，他牢牢盯着那明黄色的凤袍，心如刀绞，喘不上气。婉嫣，你撑着。突然他后颈一凉，眼前黑沉，失去了意识。很快，貌似冲进火场的顾墨风扛着被他打晕的顾墨寒，风风火火冲出了大殿。汗颜真是要命了，武将的手是命啊！顾墨寒连这个都忘记了吗？无奈之下，只能将顾墨寒打晕带出。不知过了多久，床上的顾墨寒猛然睁眼，他猛然起身，只觉得双手和右臂钻心的疼痛，抓着床边顾墨风的衣袖，焦急地冷声质问道：“南婉嫣，她在哪儿？”于心殿里的众人听到顾墨寒质问，不免脸色为难起来。火势太大了，没能救出任何人，现在已经被扑灭了。然后侍卫们在大殿里找到了这个。他递给顾墨寒一只残破的梅花流苏步摇，顾墨寒一眼便认出这是南婉嫣今日带着的凤钗，是他昨日送给他的。他顿时觉得喉咙像是被灌了铅，火烧一般的撕裂的疼。顾墨寒想起那压在杂物下面的那一角残破的凤袍的衣料和这只残缺的步摇，无一不再告诉他南婉嫣的处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找不到是你们废物，朕亲自去。皇上！顾墨风一把将他按回床上，直视着顾墨寒那绝望不甘心的双眸，深深地叹了口气。皇上，方才大殿的火势大家有目共睹，也都尽力了，但国舅和皇后娘娘很可能已经……而且香玉说2个小公主突然失踪了。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香玉此刻听到顾墨寒暴喝声，腿都软了，赶紧入殿跪在床边，双眼早已经哭红。皇上，都是奴婢失职。他们怎么失踪的？今日祭天仪式的时候，2位小主子想要去解手，奴婢就带着他们去了，在门外守候。可忽然听到祭坛那边吵闹声震天，奴婢心里不安紧张，立马跑进去寻找2位小公主。可进去以后，奴婢才发现2位小公主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如何都找不到。皇上，皇后娘娘这几日在宫里过得很痛苦，她曾经对奴婢说不想留在你身边了，现在去了，也许是娘娘想要的。手上的手攥紧了心口的衣裳，疼得喘不过气来。他忽然想起他昨日那冰冷仇恨的眼神，那绝情的话：你若是继续这么苦苦相逼，继续拿2个小丫头或者我舅舅逼我，最后得到的只会是我的尸体。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他恨极了他，宁死也不愿当他的皇后吗？
顾墨寒身体里冷意不断的倾泻而出，心如刀绞一般的疼。晚夜，他一定要这么惩罚朕吗？顾墨寒坐在床头垂着头，右手紧紧握着断裂的步摇，掌心淌出了鲜红的血迹，剧烈的痛感抵不过他心间的痛。不可能，他说过的，身为母亲，她要护着孩子，绝不会轻易倒下。顾墨寒猛然想起在爆炸前他走向南婉嫣时看到的他的那抹笑容，那么的温柔，那么的释然，不像是赴死，更像是与他的诀别。他的手有些颤抖。现在伤亡如何？顾墨风的眉头却皱了起来。说来奇怪，爆炸没有人身亡，也没有人因为爆炸受伤。陈派人查过了，炸药的量达不到致死量，炸药全部埋在石阶处，一直蔓延到大殿的，就像是要断绝您跟皇后娘娘一样，殃及不到人群。但是毕竟突然爆炸，不少人惊慌失措，故而摔伤了，不过伤势不重。顾墨寒忽然笑了。他没死，他肯定没死，他是为了逃避朕，才不惜用这样的计谋。没错，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现在他应该和2个小丫头在一起。顾墨寒猛然起身，一把揪住顾墨风的衣领，心头一片狂喜。立刻派人封锁宫中的各个出入口，还有京城内外都加派兵力一一盘查，所有来往人员必须严查死守，直到找出皇后和2个小公主。今日就算是掘地3尺，他也要将南婉嫣给找出来。皇上。顾墨风点点头，顺从着顾墨寒的意思。是，臣这就去安排，把守宫门以及京城各个出入口，绝不让皇后娘娘离开。顾墨风说完，顾墨寒这才松开了手。顾墨寒阴冷骇人的双眸忽然间扫向了众人，语气带着沉沉的威压。今日大典是谁负责的？火药是怎么回事？一位老臣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跪在顾墨寒的跟前。臣礼部尚书丁原罪该万死。你的确不知。忽然间，顾墨寒想到了莫远明，可莫远明被他看牢了。皇上，属下方才派人去查了，负责礼花运输的文官全都不清楚礼花被调包过。属下盘问过，当初他们送进来的就是如假包换的礼花，或是放在库房的时候被人换成了炸药了。王爷，您若是能有机会，好好劝劝皇上吧，他这样滴水不进也不换药，会出问题的。本王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沈宇微微的颔首，看着顾墨风带上药膏进了御书房。朕说了，不吃。你怎么回来了？是找到人了？没有，但臣已经让老于他们加强了看守，一有消息会立马上报的。顾墨寒右臂绷带下的肌肤早就变得血肉模糊。这人为了南婉嫣，还真是不要命了。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不顾自己的安危了。要知道，现在你是帝王，是整个西野的中流砥柱，若是你出了事情，整个皇宫都会乱了阵脚的。说着，将药膏小心翼翼抹在顾墨寒的伤口上。没有人能比他重要。这句话直接把顾墨风给堵得哑口无言。女人都是看脸的，也喜欢男人的手。你的手现在这么丑，到时候皇后找回来，恐怕也会嫌弃的。顾墨寒瞥了眼鲜血淋漓的双手，闷闷地嗯了一声。他还得用这双手抱她，不然真的废了。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人了，找到一位公主了，公主安然无恙。顾墨寒的身体猛然震了一下，心头一阵激动。人在哪儿？小正脚的鞋不知道怎么的丢了一只，头发也乱糟糟的，粉嫩的小脸上满是烟尘。小正脚，他踉跄着朝小正脚冲过去。顾墨寒跪在小正脚的跟前，猛然搂住他，搂得紧紧的。小正脚，你去哪儿了？告诉爹爹，到底发生了什么？顾墨风望着终于相见的父女俩，心里头难受的说不出话。你放开，我不要你抱。顾墨寒没有放手，反倒将小丫头抱得更紧了。小正脚，小丫头使劲地推开他，他不要他抱，他现在很讨厌他。他明明可以离开的，都是因为他才走不成的。可走到一半，他突然有一些不舍得，想着以后再也见不到顾墨寒了，妹妹或许很难过，自己也会很失落，便想给他留个信物再离开。结果谁知道大典现场爆炸了，直接被人群挤得跟丢了妹妹和黑衣人，跑也跑不出去，只好躲在角落里等着人来接。可他等了好久，没有再等到黑衣人回来找他，没想到就被扎爹的侍卫们抓了个正着。都怪他，要是他以前对娘亲好，爱护娘亲的话，娘亲怎么会走？都怪你，都怪你！他的拳头无意间砸到顾墨寒的伤口，顾墨寒连眉头也没皱一下，发白的唇有些颤抖，将小正脚搂得更紧。怪我，都怪我，今日一定吓坏你了吧？现在有爹爹在，爹爹定会保护好你的，什么都不必怕。小正脚的心里酸酸的，
说不上来的闷。顾慕寒对她的好，对她的温柔和耐心，反倒让她更加难受了。你以前为什么不好好对娘亲？为什么欺负娘亲，让她这么难过？就算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以后没有娘亲了，没有妹妹了，你怎么陪我？顾慕寒面色惨白地抱着小针脚，心疼和自责如刀割一般。是我错了，是我错了。他连孩子都不要了，也要逃走，逃离他的身边。只要想到这个，他便心痛如刀绞，痛不欲生。为何这世间所有的惨都让皇上经历过了？皇上，您的身体……朕无恙。神策营那边没有新情况上报吗？没有。小正角能找回来，说明他们没有走远，继续找，挨家挨户的找，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人。是。下去吧。申宇急忙回过头，看到口吐鲜血的顾慕寒，瞬间瞳孔猛缩。皇上！他快步上前扶住了晕倒的顾慕寒。皇上吐血了，快宣太医，快宣太医！姜太医，皇上的情况如何了？皇上心气郁结久滞，受刺激太大，急火攻心下吐了血，情况不妙啊。我明白了，多谢姜太医，立刻去通知太妃娘娘，将今日的事情全部都说一遍，请她务必劝皇上好好活下去。是。他坐在顾慕寒的床边，疼惜的伸手抚平了顾慕寒紧蹙着的眉头。好孩子，苦了你了。但是他也明白，这是顾慕寒和南婉嫣之间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儿，南婉嫣不可能留下，顾慕寒就只能承受。一日清晨，皇太妃靠坐在床边，眯着眼睛小憩。床上脸色惨白的男人猛然睁开眼睛，大叫了一声：火焰！慕寒，你醒了，感觉如何？母妃。顾慕寒撑着床起身。母妃，婉嫣还有小包子，他们找到了吗？慕寒，其实婉嫣她和小包子已经回不来了，你也要早点接受这个现实。皇上，属下实在不希望看着您浑浑噩噩的。皇后娘娘已经走了，尸骨无存，无论您如何说，都没有办法将她找回来了。您应该振作起来些。朕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只要还没找到尸体，那他便还活着，接着查，一刻都不要停。可是皇上，照做。是。云恒表哥，好久不见了。确实好久不见，我都不知道表妹你竟然偷偷摸摸怀了龙嗣。不过就算皇后娘娘如今去世了，也是天下无人能比的存在，哪怕是你也无法比较。他恨顾慕寒竟然如此快就变心了，南婉嫣尸骨未寒，竟然要把云雨柔给接进宫里，更气南婉嫣的位置被云雨柔这样恶毒的女人所取代。云少将军，奴婢劝您说话还是客气些，您面前的可不是什么表妹，而是怀了龙嗣，是当今皇上的妃子，论尊卑，您可是要给娘娘行礼。碧云，少将军说的是，柔儿自然明白，不过现在不是闲聊的时间，还是早些进宫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此刻去世了2个月的南婉嫣，还有西野失踪的小公主，就在客栈的包厢里。阿基有些咬牙切齿地撑着窗户，看着隆重的队伍，十分的气愤。真是令人恼火！这才过了2个月，皇上就这么迫不及待要把这云雨柔给接进宫了。进宫就进宫嘛，竟然还弄出这么大的阵仗，还特意给他准备了软轿。我呸！皇上真不是好东西，皇后娘娘才离开2个月罢了，就这么着急跟其他女人旧情复燃。莫一鸣靠在窗边，柔情的桃花眸此时如霜一般的冷遇。这2个月，顾慕寒就像疯狗似的找人，就将整个京城翻了个遍。要不是大夏的势力在这里埋下的根基很深，南婉嫣还真就被发现了。没想到2个月就是深情的极限了，哼，可笑。娘亲，父皇已经把我们忘了吗？大概吧。这时在长街上观察的婢女推门进来了。郡主，少将军已经去翼王府接走了云雨柔。如何？听得见云恒和云雨柔在说什么吗？风央的武力值很高，很聪明，是莫离留给南婉嫣的暗卫之一。郡主，奴婢方才听见少将军与云雨柔说话，全是向着您的，也在替您抱不平，对您十分忠诚。婉婉，如今云雨柔明显都已经风头无两了，但云恒竟然还敢出言相对，就说明他性情直率诚恳，而如今他是太后的侄子，身份尊贵，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人选。他自从九死一生看穿了云雨柔的真面目以后，脑子就一直挺清醒的。就他吧，等他回来我就亲自见见他，与他谈合作。
他摸了摸已经出显怀的小腹，云恒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他是当今太后的亲侄子，绝对有机会联系到皇太妃。娘亲，都怪我把阿姐弄丢了，怎么办啊？娘亲，我好怕阿姐会遇到危险，我从没跟阿姐分开过。小包子不哭，当时情况太乱了，谁也没想过会变成这样。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娘亲也很想他，你放心，娘亲绝对不会丢下他的。既然要走，那一家人就必须整整齐齐，丢了任何一个，我都不可能离开。我都听娘亲的。事到如今，你不能回头了。顾墨寒追得太狠，必须先同我回大夏。至于小蒸饺的话，我回头定会将他带出来。莫先生，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这么帮我？莫离神色微顿，莫一鸣却忽然将小包子先带走了。莫离也不再隐瞒，从脸上撕下了一块薄薄的白皮，露出了真容。南婉嫣瞳眸忽然睁大，震愕不已。这真容一看就知道与他有血缘关系。我是大夏二皇子陆渊离，也是大夏的怀寿王。本想回了大夏再与你说的，没想到你现在就发现不对劲了。你竟是大夏怀寿王，那你跟我娘亲是什么关系？真聪明，你娘亲是我的大姨，是大夏的长欢公主，与母皇为孪生姐妹，而你是大夏皇室正统血脉，长欢公主之女，是我的妹妹，是大夏郡主，也是未来的大夏女皇。什么？2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顾墨寒与他又是什么关系？你不必怀疑，原本大姨继位已便是大夏的公主，但20年前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如今大夏皇族没有公主。你是长欢公主之女，继承大夏是理所当然的。随我回去吧，大夏还有4个哥哥在等你，他们早就迫不及待想要见你了，而且母皇也很想见你。得知你这些年过得不好，母皇大怒，所以我才会过来接你回家的。南婉嫣脸色变了变，陆渊离一把将南婉嫣搂进了怀里。这些年苦了你了，不过你放心，很快这些痛苦都会结束了。伤你的人，大夏一个都不会放过。而他听到了陆渊离的话，只觉得心头发软。原来他在这异世还有一个归宿，原来他竟是我的哥哥，是血亲，怪不得。可是小正角没有接出来，我真的狠不下心先走。你们先回大夏，我会想办法接他出来的。他刚想说什么，忽然就推开了陆渊离，吐得不行。陆渊离脸色一变，紧张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喊大夫。不用，其实我怀孕了，所以我想我暂时不回大夏，等我有机会联系皇太妃，把小正角接回身边，立即就走。你怀孕了？陆渊离震惊不已，盯着他并未显怀的肚子。你不是不喜欢那小子了吗？几个月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元辰节那晚，他被天上的公主算计了，我就当了他的解药。看着陆渊离变得危险的眸子，忽然有些紧张地捂住肚子，他都不敢说是被顾墨寒强迫的。二哥，孩子是无辜的。你无需多言，孩子也是大夏的血脉，你想如何，二哥都尊重你。我气的也不是你，是顾墨寒那混球，居然在他眼皮子底下把他妹妹给睡了，他还以为他的人盯得很仔细呢。元辰节，该死！你身子不适，想留就留吧，只是最近大夏时局动荡，二哥不能在此处逗留太久，得先回去了。多谢哥哥体谅，等我接到小正角以后，立即就回大夏。客气什么，你是我的妹妹啊。大夏精锐的暗卫，二哥都留给你，护着你和孩子的安危。哥哥们都想见你和孩子呢，你早点处理好，早点回大夏。若是这过程不顺利，顾墨寒发现了你，敢对你使坏的话，哥哥们就跟西野开战，绝不让你和孩子受半点委屈的。有家人撑腰的滋味太好了。舅舅，你在讲什么？那么入神，我叫你好几遍了。没什么。今日你也累了，先用膳，晚上再打算吧。好，这2个月就多谢舅舅了。当初二哥回大夏，按理舅舅也该回去的，但是他却自告奋勇留下来陪他。他也是那时候才知道，舅舅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大夏国师的徒弟，也是钦定的下任国师。在大夏，国师是神秘受万人敬仰的存在，他真的很感激。莫雨明看着南婉嫣，深邃的眼眸里有情绪涌动，情愫深藏心底，摸了摸他的脑袋。你若再跟我道谢，我可要生气了。好，一家人不道谢。莫雨明去安排人准备吃的，南婉嫣摸着那显怀的肚子，顾墨寒既然选择了云雨柔，那就不要再阻拦我了。柔儿见过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万福金安，
几个月没见，你倒是稳重了不少。哀家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这次让你进宫是哀家的意思，不过你最好清楚，就算嫣儿现在走了，你也永远都不可能坐上皇后的位置。哀家让你来，只是想让你安抚下皇上，若是你敢动任何歪心思，哀家绝不饶你。皇上对皇后情根深重，柔儿绝不会乱动心思。不过不知道皇上现在如何了，柔儿许久未见到他，很是担心。一提到顾墨寒的现状，太皇太后的神色变得落寞起来。可顾墨寒足足3天不眠不休，一直在疯狂的找人，高烧不退，还坚持上朝。下朝后药也不换，继续找人，跟疯了似的，谁劝都不管用。没想到南婉嫣即便是死了，对顾墨寒的影响都还有这么大。西野的历史上可从未出现过如此痴情的帝王，6宫无妃，独宠皇后，他心里有些不甘和妒忌。柔儿明白。之后他就被李嬷嬷领着去往顾墨寒的寝殿。沈侍卫，您去劝劝皇上吧，这眼看着皇上又快2日没有休息了，而且寝殿内那位还等着给皇上侍寝呢。皇上不会听我的劝。皇上，朕说了，无事别来打扰。皇上饶命，奴才不是刻意来打扰您的，是太皇太后的旨意。今日他老人家将柔妃娘娘召进宫里了，现在就在您的寝殿候着呢。顾墨寒黑沉如墨的双瞳瞬间变得狂暴起来。什么柔妃？太皇太后又是从哪里折腾来的女人？赶出去！回皇上，那位是您曾经的侧妃，太皇太后她老人家亲自召进宫，送进您的寝殿内的，奴才们不敢动啊。顾墨寒半眯着凤眸，似是才想起云雨柔这2个月都在宫外。既然如此，他正好趁这个机会跟云雨柔说清楚了。皇上。沈宇看到顾墨寒离开，立马带上几个侍卫匆匆跟上去。娘娘，皇上真的来了。云雨柔立马转头朝着殿外望去。柔儿见过皇上。起来吧。谢皇上。柔儿进宫前听闻皇上最近总是疲于公务，没有好好休息，便让人去准备了安神汤。碧云，去给皇上准备安神汤来。不必了，收拾收拾，朕待会儿让人送你出宫。皇上，柔儿才来，您就要赶柔儿走吗？也知道您一心念着皇后娘娘，但您别忘了，柔儿也是您明媒正娶过门的。您难道真的这么狠心，要将柔儿和柔儿肚子里的孩子就这么抛弃了？柔儿当初还救过您一命，难道您都忘了？云雨柔，朕说了很多次，朕跟你早就没了感情。至于你的救命之恩，是朕欠你，但朕也还了些。难道你还想让朕为你死一次才算偿还？皇上，柔儿不是这个意思。让你怀孕的那晚是意外，却也算朕对不起你。你腹中的胎儿，如果可以，便找人打掉，朕可以给你补偿，送你去无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若是不欠他一条命，又与他有一夜孽情，让他怀了身孕，他有愧于他，他恐怕连话都不想跟他说。什么？碧云只觉得心中大骇，皇上竟然要打掉云雨柔肚子里的龙嗣，这发展不对呀！皇上，柔儿是绝对不会把孩子打掉的。您刚失去一个小公主，难过很正常，柔儿能够理解您心里的悲痛。可是您不能把这种痛苦加重在我们孩子身上。柔儿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他的父皇啊！何况柔儿此次进宫是太皇太后所召，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而且柔儿很久没有见着您了，只是想在您身边陪陪您罢了。你都要拒绝吗？朕早就与你说过，朕的身边除了婉嫣，谁都不重要。你若是没什么话说，就准备出宫吧。突然跪在了顾墨寒的跟前。皇上，柔儿求您了，不要赶走柔儿好不好？柔儿发誓，绝对不会打扰您。您不想见柔儿，柔儿就躲起来，藏起来，当着宫里的空气，不碍您的眼。只求您让柔儿留下。而且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算您把柔儿送走，太皇太后也会想方设法的找别的女人给您送来，您也会累的，不是吗？娘娘，您还怀着身孕，快起来！
皇上，娘娘她也是一片好心，还求您看在娘娘怀着孩子的份上，成全了娘娘吧。顾墨寒眉眼深压，朕可以暂且让你留下，但你听好了，朕不喜欢你。若你执意要生下这孩子，朕也不会说什么。等孩子出世，你就带着孩子走，朕会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就当作是你当年救朕的报答。若皇后在孩子出世前找回来了，你便得立即立功。云雨柔，你就当朕绝情是个不折不扣的坏人。朕的眼里真的容不下皇后以外的女子了。是他混球负了南婉嫣，但孩子的主他的确是狠不下心来，始终是一条生命。柔儿，明白。起来吧，来人，送云侧妃去观墨殿。是，皇上。等他们走远后，顾墨寒眼里嫌恶地扫了一眼寝殿内，将寝殿里被人碰过的东西都扔了，换上新的。若是婉嫣回来知道云雨柔来过这儿，她定会生气的。娘亲，小包子，娘亲，你们在哪儿？睡吧，他们总会回来的。顾墨寒在小正角身旁待了好一会儿，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了南婉嫣曾经住过的地方，双手紧紧地抱住身侧的被褥，缓缓地闭上眼睛，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不真实。恍惚间睁开了眼睛，顾墨寒看见怀里南婉嫣正浅笑着躺在那儿，伸手为她抚平了焦虑。他又惊又喜，立马激动地拥住了怀里的柔软，一切都真实的可怕。婉嫣，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我错了，回到我的身边吧，我和孩子都很想你。你要找男人的标准，我都在慢慢的接近，求你回来好不好？哪怕是回来看我一眼，让我知道你和孩子平安无事。这次南婉嫣竟伸手环住了他的脖颈，目光温柔地凝视着他。墨寒，我答应你，再也不会离开了。你也别总是皱着眉头，很丑的，到时候就该把两个小丫头给吓坏了。南婉嫣的安抚和触摸仿佛刺激了顾墨寒的心弦，压抑许久的感情倾泻而出。他轻身将南婉嫣压在身下，凝视她那娇美的脸。婉嫣，我在。双手紧紧环住男人的脖子，像是舍不得放手。良久，顾墨寒心满意足地看着南婉嫣，侧过身将她搂在怀里。可瞬间一切又消失不见，仿佛过眼烟云一般，在他的怀里的只有一床冷冰冰的被褥。顾墨寒缓忽地睁开眼，怅然若失的落寞在眼里沉淀。原来是梦。他忽然苦笑一声，可你终于舍得来我梦里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快要再次相遇了？婉嫣，你现在到底在哪儿？什么人竟敢擅闯本少将军的府邸？可谁知那几人岿然不动，忽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不得无礼，快放开少将军。是。云恒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循声看去。你是神仙姐姐？不对，你不是已经我这段时间从未做过坏事，虽然我一直想着你，但我还没活够来着。站在南婉嫣的身边，素来面无表情的风央忍不住蹙紧了眉头。这人怕不是个傻子，确定能完成君主交代的任务吗？云恒，你好好看看，我还活着，不是来勾你魂带你走的。你真的还活着吗？但我不是听说你早就死在了那场大火里。水仙姐姐，你是怎么出宫的呀？我离宫的事情是秘密，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必难过，我过得很好。你没事就太好了。不过皇后娘娘，皇上这人当真是不靠谱，亏我当初还以为皇上骁勇善战，对你也不错，应当是个万里挑一的好人，可没想到他竟然将云雨柔接进宫。不是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当初成为云雨柔的棋子，现在我不想提他，也不想提过去的仇怨。今日来找你是有事想请你帮忙的。云恒立马识趣的闭上嘴，像只大狗狗一样乖巧的看着南婉嫣，笑嘻嘻的。是我多嘴了，该打。皇后娘娘都开口了，那我云恒必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倒也没那么严重，只是想让你帮我联系宜妃，也就是当今的太妃娘娘。当初我虽然带着小包子成功的逃出来，但却把小正角给拉在了宫里。现在我想带走长公主，彻底离开西野。且不说皇后娘娘救过我一命，大恩无以为报，就说现在云雨柔那恶毒心肠的女人进宫了，肯定会对付小公主，就凭这个我也不愿让她得逞。何况皇上还……反正我举双手双脚支持神仙姐姐你远走高飞。少将军愿意冒险帮我感激不尽。往后你若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一定会报答你。云恒却丝毫不在意的摆摆手。皇后娘娘就别跟我客气了，能帮你做事儿那是我的荣幸。忽然听见了不远处传来了一声低沉温婉的呼唤声：恒儿，
夜里风凉，你不进屋，在院子里做什么呀？云恒立马紧张的回过头，没做什么。娘，您怎么来了？那晚烟听是将军夫人，心里也有些紧张，不自觉的低下头，往后退了半步。我说你怎么还不睡觉？原来是金屋藏娇了。哎，不知这位姑娘是哪里人啊？云恒吓得半死，掌心都不住的冒出冷汗来。娘，你胡说什么呢？这位是前些日子我买糕点那家铺子的伙计，别人来给我送糕点了。我可是你娘，你前几日不是还待在府里闷闷不乐吗？哪有时间去买糕点啊？云恒暗道不好，连忙又换了个借口。哎呦，您看我这脑袋，记错了啊！这位姑娘是书斋的，来送兵法。得了吧，你可不爱读那些枯燥的东西，老实说吧，这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呢？南婉烟在银恒身后听着，忍不住替他捏了把汗。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娘，这位姑娘她是我的心上人。心上人？这虎狼之词，饶是风央听了都不由得一愣。哦，是你的心上人啊！南婉烟骑虎难下啊！南婉烟被云恒遮得严严实实。你呀，要是喜欢人家姑娘，就赶紧娶回来，人家都已经这样了，你不会不负责吧？姑娘你别怕，我们家云恒虽然性子直，但可是个好孩子。你是哪家的千金啊？改明我就让云恒上门提亲，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我将军府未来的少将军夫人了。这就成了少将军夫人了？这么快都不用考察什么的吗？而且将军夫人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他摸了摸微微显怀的肚子，眉头轻蹙。云恒可听不出太多的东西，只想快点把他娘给打发走。哎呀，娘，您吓着他了，别再追问那么多了好不好啊？您大半夜的来我这里，是有事情要说吗？行，你也长大了，我不担心。今夜来找你确实是有事要说。明日啊，皇太妃和太后办了一场赏花宴，邀请了众多达官贵人家的千金。你进宫时啊，将这位姑娘一块带进去，给太后赏眼瞧瞧，然后赶紧把婚事给定下来，咱将军府也好风光大办一场。什么？带神仙姐姐进宫？这不是在入狼窝吗？娘，这种场面到时候都是女眷，我一个男人去了，怕是不妥吧？再说了，咱们有的是时间单独带上她进宫给太后看看，又何必非得明日就去呢？人家也没个准备，到时候要是冒犯了太后，那多不好啊！不行，明日你必须要去。你不知道皇后去世都2个月了，明日这一场赏花宴不是给皇上选妃，就是册封那位柔妃了。你这个做少将军的，要是不进宫维持秩序，到时候出了事儿都会怪罪的。而且你的心上人再不定下婚事，可就藏不住了。这肚子都这么大了，还不娶回来，还要拖着。云恒这傻孩子在想什么呢？好吧，我知道了，娘，明日我便带他一起进宫。哎，这就对了，这才是我们将军府嫡子该有的模样。哎，姑娘，你们好生聊着，娘先走了。夫人慢走。直到将军夫人彻底消失在几人的视线，云恒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风央一脸严肃的看着南婉燕。主子，现在怎么办？你好不容易从宫里逃出来，若是再进宫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哎呦，对不起，皇后娘娘，我真没想到我娘会来，我不想把你置于危险当中，但是我若是不放大招糊弄我娘，她肯定会起疑的。风央，少将军，没事的，明日我会装扮好自己，绝不让任何人发现的。皇后娘娘，有件事儿我还得求你，我娘不好糊弄，在接长公主之前，可不可以委屈你先在我这儿住下，等你事儿成，我就跟我娘说我移情别恋了，你再脱身。你别这么说，本来就是我找的你，反倒让你骑虎难下了。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尽全力帮你安然无恙的。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能留下来，反倒是化解了我的危机。你都不知道啊，我娘早就想让我娶妻了，3番5次的拖着我跟一些女人见面。南婉言笑了一下，没有多说。等办好了一切后，云恒这才回了屋子，坐下来喝茶。不知道怎么的，忽然想到了顾慕寒那张冷冰冰的俊脸。皇上要是知道他私藏皇后娘娘，他娘甚至还撮合他和皇后娘娘成婚，把皇后娘娘变成他的媳妇儿，应该会气得直接砍掉他的脑袋吧。思及此，云恒忽然狠狠地打了个哆嗦，连忙安慰自己：不会的，皇上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云雨柔，顾不上皇后娘娘的。1日一大早，娘娘，你准备好了吗？忽然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可是云恒看到来人，瞬间愣住了。眼前的女人并非是南婉嫣，也并非昨夜见过的风央，而是一个姿色平平，实在是算不上起眼的女人。你是谁？皇后娘娘呢？侍女扑哧一声笑出来，
很是满意云恒的反应。我就是啊。云恒无比震惊地看着面前判如两人的南婉嫣。你是皇后娘娘？一夜之间变了张脸，他要是不说，他简直难以辨认。风央的易容术很强，既然你都认不出我，那证明问题不大。事不宜迟，我们进宫吧。好。少将军，今日我和风央都是你的侍女，我会尽最大程度不给你惹麻烦的。没事，以皇后娘娘为主。对了，进宫以后我就叫你白芷吧，风央姑娘还是风央。三人刚进宫门，南婉嫣就看见了他再熟悉不过的脸，漆黑的眼眸陡然一震，立即低下头去。沈宇面色严肃朝他们走过来，停在云恒的跟前。沈侍卫，可是有什么事情？沈宇扫了眼云恒身后的两个侍女，觉得眼生。少将军，确实有件事情需要您的帮助，还请您随我来一趟。云恒蹙了蹙眉。白芷，你也不是第一次随本少将军入宫了，你带着风央去莲花池那边等本少将军吧。等事情处理完，本少将军再回来找你们。是少将军。没想到是格外的热闹，聚集了众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眷。风央，走。你是哪来的人啊？怎么看着这么面生啊？天哪，长得如此普通，也敢进宫选妃来？他穿的还是素布麻衣，佩戴的发钗也是那么的廉价，一看就不是什么名门出身，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江姐姐，你这么高贵，可别与他走得太近。嗨，现在很多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喜欢自取其辱。不过也好，有这种人衬托，才显得我美艳呢。怎么都这个时辰了，也不见太后和太妃娘娘的影子呀？风央听着这群人对南婉嫣出言不逊，袖子里的暗器早就探出了头，冷遇带有杀意的目光锁在江如月的身上，却被南婉嫣轻轻地握了握手腕。哎，你们快看那边，那是柔妃吗？南婉嫣和风央也朝那边看过去，只见云雨柔被碧云搀扶着朝他们走过来。臣女恭迎柔妃娘娘。南婉嫣的视线在云雨柔显怀的肚子上转了一圈。大家免礼吧，今日的赏花宴，太后和太妃娘娘都不出席，由本妃代为主持。今日虽说是赏花，但其中用意为何，大家应该心知肚明。本妃今日会选出5名秀女参加今晚的宫宴，到时候被选中的5人可以上台向皇上展示自己的一技之长，若是能被皇上看中，那就是你们天大的福气。此话一出，人群瞬间变得热闹兴奋起来。没想到短短的3个月，云雨柔是越发的稳重和深沉了。柔妃娘娘，好久不见！您看您现在生的是越发的美艳动人了。都说上天眷顾美人，您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成王妃无故自杀，皇后也意外去了，只有您还留在皇上身边，甚至还怀了龙嗣。这是何等的幸运和荣宠啊！您和臣女也算是至交好友了，臣女的性格您也清楚，若是能够跟柔妃您一起照顾皇上，臣女一定会感激涕零的。江姑娘，这种事情可得靠自己的本事来争。今日啊，就以花为题，来一场斗诗会，谁能拔得头筹，挤进前5，谁就有机会参加今晚的宫宴。慢着，谁准许你们在这里选什么后妃的？给我停下！众人纷纷循声望过去，只见新帝的长女安平公主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见过安平公主。看见安然无恙的小正角，南婉嫣整颗心都疯狂地颤动起来，凶巴巴地盯着这群陌生的女人，尤其是盯着云雨柔。那是娘亲才能坐的位置，你下来！你们都出去！除了我娘亲，谁都别想当我的娘亲！安平公主，你吓着弟弟了。安平公主，在宫里可不能这样随意奔跑，大声喧哗。何况娘娘如今怀有身孕，肚子里可是您未来的弟弟或者妹妹，若是惊着了出事了，您可担不起责任。小正角纵使心里再难受不忿，也终究是个孩子，听到碧云这么严厉的训斥，难免觉得十分委屈。我不听什么弟弟妹妹的，我不承认，我永远只有一个娘亲，永远只有小豹子一个妹妹，你们不要妄图取代我娘亲。说完直接跑到旁边，挥舞自己的小手，将莲花池那些被精心打理的花圃弄得一团乱。妈，你们都不许参加什么选妃，父皇怎么找那么多女人，挑挑拣拣的想要取代娘亲呢？娘亲才不过离开2个月，坏爹爹，坏爹爹！小正甲把整个场地都给毁了。安平公主，虽说您是长公主，但也未免太没有教养了一些。宫里是何等尊贵的地方，哪里允许你在这里撒野？哦，臣女忘了，您早就没有娘养了。
难怪一个野孩子，就算生得再好，没娘养，那也是个没规矩的野丫头。你才是野丫头，你才没有教养。我娘亲对我言传身教，我是个好孩子，是你坏。云雨柔冷眼看着小正角受尽委屈的模样，唇角勾出一抹笑来。哼，我坏？安平公主，臣女说的是句句属实，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皇后薨了，你应该帮助你父皇选一个皇后当你的母后，而不是在这里吵吵闹闹，蠢笨的吓唬我们，吓唬柔妃娘娘，她可怀着龙嗣呢，若是有半分差池，你父皇定不会轻饶你的。南婉嫣简直要被气炸了，她发抖地握紧了双拳，就看南婉嫣一个箭步冲上去，护在小正角的身旁。你给我闭嘴！你是个什么身份？竟然也配在长公主面前大喊大叫？长幼有序，尊卑贵贱若是都分不清楚的话，还是趁早回家治眼睛，顺带着再把你无用的喉咙捐给有需要的人。啊不，我忘了，你的嗓子最好还是扔了，免得祸害其他人，毕竟从里面听不到人话，只有一通狗吠，没有本事就欺负孩子，你还真是个有娘养的好闺秀啊。我告诉你，长公主再不济也是太皇太后和太妃的掌心宠，你仗着公主年纪小如此欺辱，倘若太皇太后得知，定要了你的狗命。所有人都懵了，云雨柔半眯着眸子看着面前那平平无奇的侍女，眼里有一丝异样闪过。这人好像娘亲啊，眼泪啪嗒啪嗒的就要掉下来。你又是什么身份？敢对我大呼小叫？这时瞥见了南婉嫣腰间挂着的将军府侍女的腰牌，她顿时就面露不屑。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哼，不过是将军府的一条狗，也敢来宫里咬人了，该死的贱婢！今天就让我来好好管教你。说罢便扬手要打南婉嫣，一旁的凤央眼神一致，暗器已经就位，紧接着一只常年习武且有力的手突然出现，扣住了江如月的手腕。皇上在此，谁敢放肆？于峰眼疾手快的出击，江如月狠狠地摔倒在地，闷出一口血来。众人惊呼，不少女眷花容失色的掩面朝后退。皇上来了，臣女参见皇上。云雨柔眼神一亮，立马招呼碧云将她扶起来。嫔妾参见皇上。南婉嫣心惊了一刹那，回过眸子正好对上顾墨寒那阴鸷到不可一世的双眸。南婉嫣随着众人朝着顾墨寒行礼，却因为心虚将头埋得更低了一些。哼！顾墨寒走到南婉嫣的跟前停下，南婉嫣心里咯噔一声，呼吸都有些急促了。顾墨寒在干什么？为什么站在我面前不动了？难道他认出我来了？这怎么可能呢？易容术明明很成功，谁也没认出我来。多谢。声音很轻，只是说给他一个人听的。南婉嫣顿时就愣住了。说完，顾墨寒弯下腰，温柔地抱起小正角，轻拍着他的背。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哼！小正角撅起唇，气鼓鼓地别开了脸，一双乌黑的眸子时不时地往南婉嫣的身上瞅。他还是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像娘亲啊。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抱着小正角，煞气逼人的一步步朝着躺在地上的江如月走去。皇上，此女要怎么处置？不是的，皇上，臣女不是要伤害公主，是想教训一下那个以下犯上的贱婢。可他还没靠近顾墨寒，就被顾墨寒一脚踩住了手背，狠狠在地上碾了碾。皇上饶命！众人见状，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何时变得这么狠？安平是朕的长公主，也是朕唯二的女儿，何时容许一个臣子之女在她面前大放厥词？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在朕的宫里张牙舞爪，欺负朕的孩子？皇上，臣女不敢了，求皇上饶命！云雨柔看顾墨寒如此护着怀里的小正角，眼里的妒火和不甘都快要溢出来了。顾墨寒提脚从江如月手背上移开，冷声对于风说：脏了，属下待会儿便叫人拿一双新的过来。小正角靠在顾墨寒的怀里，被他捂着眼睛，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听上去似乎渣爹帮他惩罚了那个坏女人。将江如月拖下去，重打100大板，再押入大牢，交由大理寺处置。还有这些女人，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却冷眼旁观，看她欺负一个小姑娘，欺负朕的女儿。每人打10板子，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以儆效尤。往后谁若是再弄这些乌烟瘴气的女人进宫来，不必与朕提，直接杀了。是，皇上，来人！皇上饶命！不过他没想到的是，顾墨寒对这些前来选妃的女子如此的厌恶。皇上，今日这场赏花宴是嫔妾主持无方，才会让江姑娘犯了这么大的错，还请你谁给你的权利自作主张为朕选妃？云雨柔，你有什么资格替朕做决定？
小正角这才抬头看向顾墨寒那张俊脸。花爹爹什么意思？难道此时他不知情吗？云雨柔懵了。皇上。南婉嫣有些诧异地看着怒目弯着云雨柔的顾墨寒，眉间微微地挑出了一抹疑惑。顾墨寒怎么会对云雨柔这么凶呢？还请皇上明察，近日的赏花宴是太皇太后的命令，柔妃娘娘只是按照太皇太后的吩咐办事，并非自愿给您选妃的。况且娘娘她现在还怀有身孕。碧云，是嫔妾惹得皇上生气了。小公主一事，都怨嫔妾没有顾好，嫔妾甘愿受罚，还请皇上下旨吧。手紧紧地捂着小腹，面色有些发白痛苦，似乎是因为身体不适。嫔妾最近小腹时常疼痛，在您面前失态了。云雨柔的这一招以退为进，倒是演得越来越好了。皇后娘娘不在了，云雨柔是不是觉得自己就能够代替皇上，就会对她有感情吗？小正角更是讨厌死这个假惺惺又诡异的女人了。你撒谎！你这个人坏得很！刚才别人欺负我，你就站旁边看着，什么都不做。你和他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听着女儿熟悉的成语错误，南婉嫣悠悠地叹了口气，却又忍不住的怀念。你好歹是长辈，竟然就这么看着别人欺负安平，你的罪比别人都重。云雨柔心头一慌，心里暗恨。皇上，安平长公主，方才是我不对，没有为你出头，要打要罚都听您和皇上的。碧云顶着巨大的压力跪在地上。皇上，方才的事情奴婢都看在眼里，跟柔妃娘娘真的没有关系，都是那个江如月口出狂言，侮辱了皇后娘娘，还顺带说了柔妃娘娘几句。您千万不要降罪于娘娘啊！你与庶民同罪，朕念你有孕在身，免去你的棍杖之罚，罚你抄写佛经1万遍，好好洗心革面。云雨柔脸色一白，佛经那么厚的一本，抄一遍需要1个月，1万遍，恐怕他死了，佛经都没有抄完吧？顾墨寒是存心不想见他吧？皇上不可呀！皇上，您千万不可对柔妃娘娘动怒啊！这1万遍佛经的责罚未免太重，如今柔妃娘娘还怀着龙嗣，真出了事儿，太皇太后那边奴才也不好交代，您之后岂不是会面对更多的麻烦？云雨柔，今日有太皇太后保你，你也的确无大过，朕可以不罚你，但你要记住，敢动一点歪念头，朕绝不顾念一丝情分。谢皇上开恩，嫔妾告退。碧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将云雨柔扶走了。南婉嫣半眯着眸子盯着顾墨寒，心里有些轻蔑，她果然对云雨柔还是温情的。渣男就是渣男，都给朕滚！人群里，凤央轻轻地拽了拽南婉嫣的衣袖，示意她离开。没有必要久留，得赶紧让云恒联系上太妃，把孩子接出宫。他转身刚要和凤央一起离开，站住！朕没让你走。南婉嫣心惊，凤央更是跟着捏了一把冷汗，两个人都不敢停。于峰直接就按住了南婉嫣的肩膀。皇上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听？却见南婉嫣不动声色的眼神示意他先离开，他只好咬咬唇，轻轻的颔首退下了。不知皇上叫住奴婢所为何事？他冷漠地半眯着凤眸，从头到脚打量着南婉嫣，却发现她的身形像极了一个人，手指一下子攥紧了。抬起头来。是。顾墨寒看着眼前容貌平凡、衣着宽大朴素的女人，眸光一颤，有些失望。也是，他费尽心机离开，又怎么会自投罗网回来？南婉嫣这次离顾墨寒更近了，只凭着直觉觉得他右手好像受过伤，而他的左手上比之前多了一个尾戒，戴在顾墨寒修长冷白的小指上，明显是不太合适，不仅有些女气，堪堪地卡在他那分明的指关节上。南婉嫣表情有些古怪，怎么能将他的步摇做成了戒指戴在手上？小正脚在顾墨寒怀里动了动，顺利的落地，他啪嗒啪嗒的跑向了南婉嫣，直接抓住她的手。这位姐姐，谢谢你刚才护住我，还不知道姐姐叫什么名字，我第一眼看到姐姐就很喜欢，你能不能陪我多说说话？奴婢白芷见过长公主，承蒙公主厚爱，奴婢身份地位不敢在公主面前造次。小正脚有些失落无助的抬头看着她，这位姐姐说话好恭敬，一点都不像娘亲。顾墨寒看着女儿如此亲近南婉嫣，剑眉微沉。安平，过来。小正脚十分不舍地松开手，回到顾墨寒的身边，眼巴巴地看着南婉嫣，抿嘴低下了头。朕不管你是否自愿进宫，但相信你也是个聪明人，后宫之位不是你该肖想的。是，奴婢明白。看来顾墨寒是把她也当作秀女了。你爹是谁？可在宫里任职？
一时半会儿还真是编不出来，顿时有些心慌了。奴婢知道皇上您是想要嘉奖奴婢护住了安平长公主，但奴婢认为护着公主本就是身为臣子应该要做的事，奴婢只是做了应该要做的事，皇上不必为此特意赏赐奴婢，亦或者赏赐家父。顾墨寒心惊地望着南婉嫣，根本就没将他的话给放在心上。你怎么也会这些动作？会这些动作？什么动作？皇上说的是他的那些动作，人紧张起来很多都会这样，大概是他误会了。做错了事情有惩处，做对了事情自该有嘉奖，你看着赏赐吧。然后顾墨寒俯身将小正角抱到怀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是皇上。父皇，我想留下来再跟那个姐姐说话。我已经好久没遇到这么看对眼的人了。待在宫里闷闷的，香玉和香莲姐姐有的对我了如指掌，我已经很久没有交到新朋友了。他还是没死心，觉得娘亲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他的。那人来历不明，你还是少跟他接触。今日你偷偷跑出鱼心殿，大家都该担心了，先回去吧。可突然他发现南婉嫣举起手，拇指和食指圈成了圈，对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那是娘亲才会的手势。小正角瞬间兴奋的浑身颤抖起来。真的是娘亲，娘亲真的来接我了，我就知道娘亲绝对不会丢下我的。怀里小人的激动却让顾墨寒误以为小正角哭了。别担心，我绝不会再纳任何人为妃。这段日子派去找你娘和小包子的人也一直没有停歇，今日让你受委屈了，是父皇错了，往后绝不会让你再挨欺负。渣爹还真是笨笨的，方才娘亲就在他面前这么近，他居然都认不出来。然后今天还不是被欺负了？哼，你要是不想纳妃，就不会让那么多女人进来了。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皇上，安平长公主柔妃娘娘到。云雨柔和顾墨寒一起来，众人一同起身，毕恭毕敬地朝着来人行礼。参见皇上，参见安平长公主，参见柔妃娘娘。右手牵着小正角，一步一步地缓缓踏入殿内。父女二人的身后，云雨柔温婉大方，一颦一笑透出了端庄和沉稳。顾墨寒抱着小正角坐在高位之上，免礼平身吧。父皇，我不要坐这里，我才不要跟这个坏女人坐这么近。坏女人身上的味道一点都不好闻。顾墨寒尽管无奈，还是耐着性子，温柔又宠溺地揉了揉小正角脑后的头发。乖，一会儿就好了。他也不想挨着云雨柔呀，让小正角坐在中间，虽然对不起女儿，但他也是为了规避风险呀。假如待会儿小正角对云雨柔做什么，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然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娘亲，她还在宫里。南婉嫣看着自己的宝贝闺女，对她眨了眨眼，安抚她。顾墨寒也注意到了云恒身边坐着的南婉嫣，她竟然是将军府的侍女，怪不得胆子那么大。难道她是？顾墨寒将南婉嫣几乎看出一个洞来，没有从她脸上发现什么破绽，眉眼一点儿也不像她。他心绪不宁，云雨柔叫了他半天，他才陡然回神儿，看向身侧的云雨柔。皇上，诸位大臣还等着您意气用膳呢。自打南婉嫣死了以后，听说顾慕寒可不近女色，如今竟为别的女人分了心，这情况可不妙啊。今日这场宫宴乃是太皇太后所办的赏花宴，也无非是想替朕扩充后宫。太皇太后不会出席，那些被你们送进宫里的女子，朕也都让人一一原路送回了。但朕的后宫不需要你们插手，都安分点吧。云雨柔深情地看着顾墨寒，眼神温柔而又欣慰。终有一日，我将会取代南婉嫣在他心里的位置，成为他唯一的女人。南婉嫣蹙着眉，有些意外地望着顾墨寒。她没想到顾墨寒竟能在朝臣面前说出这种话。皇上，恕老臣直言，国不可一日无君，六宫也不可一日无主。您不纳新人，膝下并无太子人选，后继无人，朝臣们多少还是替您忧心的呀。虽说您的身边现在有柔妃娘娘作陪，但娘娘她的出身不过是将军府的远亲，身份低微，无法册封为后，还望皇上早日定下后宫之主。朕说了，后宫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插手。你们若是任务不够忙、不够累，与朕说说，朕亲自给你们安排上。往后谁若是再敢妄论朕的后宫，朕必定重责。如果这辈子找不到南婉嫣，他今生都不会再娶。小正角定定地回过头看他，可他如此在意娘亲，娘亲就在他的面前，他为什么就
认不出来呢？南婉嫣的眉头蹙得更紧了，眸光晦暗不明的紧盯着高位上的顾墨寒。你觉不觉得皇上是为了皇后娘娘才不想纳妃的？身边的云恒却莫名其妙有些瑟瑟发抖。容妃娘娘不是妃吗？那倒是，云雨柔也是妃啊。后宫除了皇后娘娘外，还有一个嫔妃的，而且是怀了龙嗣的嫔妃。按这么想的话，皇上到底喜欢哪个？感觉他比较喜欢皇后，又感觉他对云雨柔也放不下。皇上说的没错，而且皇上还年轻，后宫这些莺莺燕燕的也不着急。不过皇上不急，本王急。若是重臣有适龄的女子，不妨多给本王介绍介绍。你们看看本王现在又要带兵又要带孩子，好好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儿都没点棱角了。成王，您确定吗？那是当然，本王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再不找个王妃，岂不是会让人笑话？本王就想找一个听话的女子，你们要是听明白了，就尽快着人来本王府邸看看吧。没察觉到云雨柔眼神的顾墨风开心极了，宠溺地抱着灵儿，抬头看向了顾墨寒。皇上，臣想要找媳妇儿，您没意见吧？成王既然想，那便找吧，朕也会帮你相看。唯独云雨柔的手攥紧了，脸色有些沉冷。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人连无意识的小动作都一模一样吗？就算有，他看小整脚的眼神为什么跟南婉言看孩子的一模一样？而且怎么可能这么多重合的细节？是他回来了吗？是吧？顾墨寒有些紧张兴奋地蜷起了骨节分明的手指。安平，你为何总是盯着他看？你平日里不是不喜欢与陌生人来往，怎么这个侍女你这么喜爱，还总冲她笑？若那个女人真的是南婉嫣，那么小蒸饺一定知道，她需要从女儿的嘴里得到肯定的答案。那个姐姐今天救了我，我很感激。从前娘亲就说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皇不让我跟姐姐说话，现在我只能看着姐姐笑了，不然以后姐姐还以为我是个刁蛮任性、不知感恩的小公主呢。顾墨寒半眯着眸子审视着女儿，做得不错，但你是公主，不必如此讨好她。小世子，小世子，你怎么了？刚才还缓和气氛的顾墨风面色煞白，抱着灵儿急促地说：“灵儿。”方才那粉扑扑的小脸已经没了血色，跟13皇子一样，这是哮喘。皇爷，世子这是可激犯了！快宣太医！都别惊慌，先去传太医。老13呢？续王呢？灵儿跟他一样天生可己，续王的药或许管用。想当初续王的药那是南婉嫣给的。回皇上，续王殿下今日没来。而一直没有出声的云雨柔猛然紧张地站起身。成王，世子殿下是不是误食了什么东西？比如虾蟹一类，病从口入，孩子怎么能乱吃？百思不得其解，看向了云雨柔，但其实很少人知道孩子的具体情况。云雨柔是怎么知道的？顾墨寒同样面带异色地看了云雨柔一眼。皇上，臣妾刚才有些失态了，只是小世子这么痛苦，臣妾看着也心疼。毕竟臣妾也是孩子的母亲了，也了解一些可及的事情。小世子现在很危险，还是需要尽快让太医诊治。顾墨风也没空多心，顾墨寒却是深深地多看了云雨柔一眼，思绪万千。而一旁的南婉嫣虽然很疑惑云雨柔莫名的激动的情绪，但是眼看着太医迟迟没来，还挣扎了一下，还是起身去救人。不可，你的医术太过独特，在场80%的人都曾见证过。若你现在出去，一定会露馅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用之前的方法救他，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说完，他3步并作2步走上前。主子，风扬眼看着拦不住南婉嫣，快步跟上去。还请各位都散开，小世子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人太多的话，反倒会让小世子病情加重。伸手按住了灵儿的手腕，仔细把脉。而顾墨寒望着南婉嫣有条不紊救人的模样，冷碎的眼眸一紧，猛然站起身来。云雨柔却是诧异，没想到这个侍女不但胆子不小，还会医术。这位姑娘是哪里的人，竟然还会医术啊？看不出来啊，年纪应该不大，居然能这么冷静。你是谁？如何会医术？能否将灵儿治好？顾墨风抱着灵儿很是焦急。少将军，这是你的侍女吧？若是她失手让世子病危，你可知道后果？云恒紧张地咽了咽嗓子，头皮都有些发麻。回皇上，此女确实是臣的侍女白芷，但白芷家里世代行医，她也自幼是个医者，她的医术臣敢保证绝对没有大问题的。是吗？皇上，世子殿下年纪尚小，又是突发可疾，人群围观会让世子心里更加紧张，还请皇上准许奴婢去一个单独的房间，为世子殿下进行彻底的治疗。按你说的去做，将世子带去偏殿。是。立马将灵儿抱在怀里，匆匆地去了偏殿救人。
可顾墨寒提脚就想要跟上去。皇上是想围观神仙姐姐治病吗？就在这时，小正脚一把拽住了顾墨寒。父皇，我不舒服。男人的脚步立时顿住。怎么了？小正脚看着南婉嫣走远了，心里默默的松了口气。我的肚子不舒服，你抱抱我。很难受吗？等会儿父皇让太医给你瞧瞧。不用，你抱抱我就行，我就不难受了。而是将她紧紧的抱在怀里。天殿里，南婉嫣争分夺秒对灵儿进行急救。小朋友，请你坚持住，乖，很快就好了。这里四下无人，南婉嫣毫无顾虑地从空间里拿出了 Beta 2激动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将军府的侍女架势很像皇后啊？嘘，你不要命了？这种事情怎么能在皇上面前提起呢？不过你这么一说，倒还真是有些相似呢。神仙姐姐就不该救人，就算她的医术没露出破绽，可会医术的女人真的太少见了。小正脚靠在顾墨寒的怀里，也有些紧张地看向了偏殿。臣来迟了，还请皇上恕罪。不知道世子殿下如今在何处啊？顾墨寒狭长的双目斜睨了姜太医一眼，忽然听见偏殿的方向传来一位女子清亮的声音：“皇上，世子殿下如今已经无碍了，但还请这位太医再给诊断一下，以防万一。”话落，人群里一片哗然。只见灵儿的脸色比刚才好了一些，整个人也不再咳嗽喘不上气，反倒是平静地靠在南婉嫣的怀里，安安稳稳地睡起来。竟然真的将世子殿下救回来了！没想到将军府里真是卧虎藏龙啊！皇后娘娘当初用瓶瓶罐罐救了人，现在这侍女用银针和药草救人，的确能耐啊！云恒笑着打哈哈，心里却是发慌。世子殿下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并且恢复得很好。老臣上次见到这么厉害的女子，还是只是不知道姑娘是如何判断出世子殿下的科级的。奴婢的弟弟碰巧也是科级，因为年纪尚小，又不能吃虾蟹一类的食物，奴婢便对这方面多上了心，也是熟能生巧了。真没想到，你除了不畏强权，竟然还有一身不小的本事。不过，一个将军府的侍女如何能习得这样的登峰造极的艺术？你和皇后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整个大殿瞬间噤若寒蝉。回皇上，奴婢身份地位怎么可能跟皇后娘娘有什么关系呢？顾墨寒上上下下盯着南婉嫣。是吗？皇上有所不知，白芷虽然是臣的侍女，但在进将军府以前，她就已经是个医者了。她的祖上世代行医，小年纪就已经具备许多常人没有的医术。是吗？她早就是你将军府的人了。云恒，你当真放肆，竟敢欺君！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起来，众人不由得紧张。皇上，臣如何敢欺君？臣方才说的句句属实。他若真家道中落，早早入住在将军府，你之前九死一生，怎么不见得出面解救？话中漏洞百出，还想瞒天过海？云恒和风央的心跳到了嗓子口。少将军当初出事，奴婢因回家祭祖不在地京，因此没有来得及解救。是的，皇上，他当时的确不在地京，不然就不需要皇后娘娘出面救臣了。有这么巧？小正脚看顾墨寒穷追不舍，心里也好怕。父皇，先生说过，世上就是有那么巧合的事，你别不信。娘亲以前说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抢不走娘亲的光环的，你干嘛要吓他呢？众臣默默地擦擦冷汗。那看来是朕误会了。小正脚松了口气，故意撅着嘴嗔怒的。本就是父皇误会了，你不要随便吓唬别人，把大家吓得脸色都白了。既然这样，少将军便起身吧，跪着做什么？谢皇上。他站起身来，明显感觉有点腿软了。南婉嫣有些不敢直视顾墨寒的双眼。皇上，奴婢方才救世子殿下的时候，觉得有些头晕眼花的，怕一会儿在殿前失态，不知您能否准许奴婢下去休息片刻？真是失礼。既然这样，你便和风阳一起退下吧，免得一会儿出什么岔子，在皇上面前失态，惹皇上不高兴。是。可就在南婉嫣转身的一刹那，身后响起了顾墨寒如淬寒冰的声音。慢着，朕没准你离开。皇上。顾墨寒将怀里的小正脚放下，目光深沉地凝望着南婉嫣，一记眼刀剜向了云河。少将军，朕看这个白芷很顺眼，找你讨要应该不为难吧？什么？众人哗然，瞠目结舌地看着顾墨寒。南婉嫣当场就愣住了，云雨柔更是吃惊地攥紧了拳头。皇上，不行啊！有何不可？
她是臣未来的媳妇儿。这件事情微臣的娘也是清楚的。今日臣将她带进宫，原本是为了给太后长长眼，但奈何白芷身份低微，娘亲和微臣怕有不妥，才会委屈她扮作侍女进宫。云恒咽着口水，踉跄着跪下。白芷是微臣以后的媳妇儿，不太合适留在皇上身边。要死了！原本约定好了，皇后娘娘是我媳妇儿，能不说就不说。往后圆谎好圆，现在只能硬说了。希望皇上别再追究了，再多撒一点谎，我一个脑袋可就不够砍了。顾墨寒的凤眸蓦然一震，错愕不已。你说什么？他看向南婉燕，眉宇间不仅有质疑，不知道是在质疑还是在问责。你是未来的少将军夫人。陪云恒一块跪下，一脸郎情惬意的自然的挽过了云恒的手臂。皇上，民女与少将军不是故意欺瞒，民女早就已经和少将军情投意合，此番入宫也是为了能够得到皇家的承认。民女虽然身份低微，但从未想过要攀龙附凤，只想和意中人安稳的度过一生，还请皇上成全民女和少将军。民女不能留在您的身边。你跟他情投意合？顾墨寒忽然气笑了，极力压抑着对云恒的杀意。谁准你跟他情投意合？你凭什么跟他情投意合？顾墨寒为什么要说这么暧昧的话？他是认出我了。云恒更是忍不住的冒冷汗。渣爹是因为认出娘亲才会发这么大火吗？还是说渣爹只是觉得面前的白芷姐姐很像娘亲，把她当成娘亲的替代品，所以发火？怎么回事？顾墨寒怎么会对这个女人如此在意？难不成当真是将她当成南婉燕的替身了？顾墨风眉头轻皱。皇上，云恒他的年岁也不小了，身边有个人陪着也挺正常的。况且臣觉得他和这位白芷姑娘倒是挺般配的，一个性子急躁直率，一个深沉内敛，想必以后定是一段好姻缘了。既然是未来的少将军夫人，留在宫里当一个婢女确实不合适。话音刚落，众人不由得松了口气。殊不知他松口气的样子被顾墨寒一五一十捕捉在眼里。不过朕的安平很喜欢这位白芷，今晚就让她留下来陪安平吧，等明日朕亲自将她给少将军送回去。小正角一愣，喜忧参半的抬头看向了顾墨寒。这个渣爹现在竟然总是利用我来找借口，不过娘亲能够留下来好开心。这是不是有些于理不合？诸位觉得于理不合吗？没有一个大臣敢说一个不字。少将军，难得白芷姑娘深得皇上和安平公主的喜欢，你就忍痛割爱一晚，留白芷姑娘在宫里过一夜，先回府吧。相信明日皇上一定能完璧归赵的。当着大臣的面警醒顾墨寒，别想着让白芷失情。顾墨寒没有理会云雨柔的说辞，一瞬不瞬地盯着南婉燕。云恒左右为难，只好看了看南婉燕。白芷，你民女能够得到皇上和长公主的厚爱，是民女的荣幸，还请少将军先行回府吧。说完，抬头看了顾墨寒一眼，却正好和顾墨寒四目相对。所有人一边猜测着这个白芷今后会如何，一边同情地看了看云恒，默默地散席了。怎么，少将军还不走？是要朕亲自相送？臣不敢，臣只是想再看白芷一眼，希望白芷留在宫里，不会给皇上造成困扰。臣这就告退了。将小正角稳稳地抱在怀里，脚步不停地朝殿外走去。跟上。犹豫了半晌，迈着碎步追上去。皇上，臣妾觉得就把这位白芷姑娘安排在平玉轩吧，离着安平长公主现在住的于心殿也近。小正角被顾墨寒抱在怀里，气呼呼地瞪了眼故作姿态的云雨柔一眼，别过脸去不想理他。更没想到姑娘你竟然早就和少将军私定了终生，如此说来倒也是喜事一桩了。白芷的事情，宫里任何人都不得过问，更不得为难，朕会亲自全权处理，不必你操心。一记眼刀弯向了身后跟着的碧云。还不快带你的主子回去休息？是臣妾唐突了，不知皇上自有定夺，臣妾有罪。顾墨寒冷眼扫过了他，一句话也没跟他说，抱着小正角就离开了。南婉燕也没看云雨柔一眼，迈步跟上了顾墨寒。云雨柔攥紧了袖中的手。娘娘，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白芷的贱人，虽然看着姿色一般，不及娘娘您的万分之一，可她竟然能叫皇上开金口留下。而安平公主对这个白芷也很是喜欢，往后她会不会成为咱们的绊脚石？皇上做事还轮不到我们插手。是，奴婢该死。不过这个白芷身上的确有皇后的影子。娘娘的意思是，你待会儿去打听打听消息，看看皇上将她安置在何处。今夜和明日你都要派人紧盯着点那个白芷，有异常随时来报。娘娘果然英明，奴婢这就去安排。你与云恒
相识多久了？民女与少将军是偶然相遇，当时一见倾心，算起来也有2年多了。一见倾心，你们倒是认识挺久了。那阵怎么从没听云恒提起过你？今日突然进宫，说要给太后相看，还让你扮作侍女，你不觉得委屈？小正角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看着南婉嫣一脸的担忧紧张。2个月不见，顾墨寒倒是越来越会套话了。这都是民女的意思。民女身份低微，与少将军来往，难免会让少将军受到显化。民女便总是偷偷与他见面，也让少将军不要告诉别人。昨夜民女跟少将军见面的时候，不想却被将军夫人给撞了个正着，所以才让少将军带着民女进宫，让太后赏眼瞧瞧。只是民女还有些自卑，就扮作侍女一同来了。你倒是挺善解人意。但母女2人都是一头雾水，不明白顾墨寒这是生的哪门子的气。皇上，这位是？皇上竟然带着一个陌生女子到了皇后娘娘的寝殿，难道那些谣言都是真的？皇上真的要将少将军夫人抢过来，取代皇后娘娘的位置？香玉的脸色不太好看。朕的客人怎么？皇上，民女不过是个身份微贱的人，是万不可以住在皇后娘娘的寝殿里的。况且您白天才警告过民女，不要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肖想，民女一直记在心里，不敢有半点逾矩，还请您三思。香玉看着南婉嫣这副宠辱不惊的样子，看样子这人长得也不好看啊，皇上怎么就看上了？小正角有些揣摩不透他的心思，忽然灵机一动，挣脱了顾墨寒的双手，径直朝着南婉嫣跑过去。他伸手轻轻地推了南婉嫣一把，不要，他不能住在这里。父皇，我是说我很喜欢这个姐姐，但这里是娘亲住过的地方，我也是因为舍不得娘亲和妹妹，才会一直住在这儿，我不想要别人住进来。是啊，皇上，这里是于心殿，长公主最喜欢的地方，您能不能不要让别人？南婉嫣的鼻头也泛酸了，没想到他都死了，香玉还这般的维护他，真是让人感动。顾墨寒凤眸半垂着，说你聪明，但又笨得无药可救。朕何时说过要留你住在这里？你别太自作多情。朕只不过是带着安平回来休息，能够进于心殿的，永远只能是朕的皇后，只能是南婉嫣。顾墨寒不按常理出牌的发言，让几人都很震惊，尤其是南婉嫣轻蹙着眉头，正对上顾墨寒那深如寒潭的眸子，心里打起了鼓。是民女多言了，还请皇上恕罪。吩咐小书房给安平做些膳食，今日在宫宴上她没吃饱。香玉，好好照顾安平。好，奴婢明白。跟上。南婉嫣默不作声，随着他一同离开了。安平公主，您不要难过，皇上他终究是一国之君，为皇家延续香火也是应该的。但奴婢相信，在皇上心里，您和皇后娘娘一定是无法替代的。小正讲回过神，看着身边泣不成声的香玉，他不好说实话。香玉姐姐，我没事，你不用担心，在我心里永远都只有一个娘亲，你不要哭了。公主，你好苦啊。你既作为未来的少将军夫人，能被云恒看上，也定是有些本事的。方才朕见你救人的时候泰然自若，但除了医术，白芷姑娘应该还会很多别的技艺吧？像是琴棋书画一类，白芷姑娘一定信手拈来了。民女不才，迄今为止都将心思放在医术上去了，琴棋书画一类概不通晓。就这才能，就这姿色，皇上到底为何能将她看上？顾墨寒的唇角轻挑，朕还是高看云恒了。你既然什么都不会，又是如何当上少将军夫人的？凭你这张脸，他倒是要看看他该如何作答。因为少将军喜欢，所以民女能当上少将军的心上人。而且民女以为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也不会去计较他是否面面俱到，会多少才能。皇上以为呢？云恒，怎么什么都云恒喜欢？爱是不计较得失，你若想得到月亮，我会给你摘下来，但你得是我的。什么？南婉嫣顿时一愣。我讨厌你张口闭口说别的男人，十分非常，极致厌恶。他被他逼得步步后退，说不上来是因为他的话感到震惊错愕，还是恐惧。脚下忽然一个踉跄，直接往后摔倒。顾墨寒的墨瞳骤然紧缩，结实有力的双臂直接捞住南婉嫣那柔弱无骨的腰，将她带回了怀里。柔软的触感在指尖化开，仿佛触及他内心沉寂已久的冰原，掌心变得灼热。他直接将她紧紧搂在了怀里。陈公公看着眼前的一幕，瞠目结舌。他反应过来以后，慌张地捂住了自己的双眼。皇上竟然搂了皇后娘娘以外的人，皇上怕不是喜欢这姑娘？南婉嫣更是心惊地瞪大了眼睛，完全被他困在怀里。放开！话出口觉得太生硬、太冷、太放肆，不像是一个平民。南婉嫣咬咬牙，揉了一点。皇上，民女无事，
你放开民女吧。顾慕寒他怎么回事？那番话是告白了吧？现在还将我抱得这么紧，他究竟是真认出我了，还是喜新厌旧，被另一个陌生的女人吸引了？在宫里这样冒失，朕还真是不知道云恒喜欢你哪一点。南婉嫣像只小猫一样后退了半步。方才朕说的那些话，是朕以为的喜欢，可以不顾一切，可以不计代价，但朕得独占他。他的心里眼里仅能朕一人。南婉嫣俏脸上忽然有些变化，感情他刚刚对他说的话只是在回答他的问题。抬眸看了看顾墨寒，他却继续迈步向前走了。南婉嫣只能跟上。你这一身医术好像很厉害，不知是否能再向朕展示一番？顾墨寒不会真喜欢会医术的女人吧？民女自幼学医，跟着父亲和祖父学的是望闻问切，号脉和针灸都是民女最拿手的。不知道皇上要民女展示什么？朕最近总觉得身体不适，白芷姑娘不妨给朕号脉，看看究竟为何。皇上，这不妥呀！皇上素来不近女色，更不喜欢除了皇后娘娘以外的女人靠近。顾慕寒一记眼刀甩向了陈公公，陈公公只得闭上嘴，低下头，不再说话。如何？既然如此，那民女便恭敬不如从命了。还请皇上把手伸出来，民女为您把脉瞧瞧。他受过伤吗？脉象乱而急，分明是郁结于心。看样子这种情况应该持续很久了。这段日子顾慕寒应该没有睡个好觉，食欲也不振。若是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心力交瘁，体衰。若有若无的淡淡的花香，竟让他十分的舒心。可看出什么了？南婉嫣意识到两人隔得太近了，立马收回手，拿着手帕后退了半步，保持距离。皇上有心结解不开，若是再这样下去，怕会有损龙体。还请皇上心情好一点，想开一点。心爱之人都离开了，你叫朕如何开心得起来？朕的心病为他可解。南婉嫣莫名的心情复杂。皇上节哀，保重龙体要紧。将他带去旁边的藏花堂，同那些侍女们安排住在一起。是。皇上好端端的，怎么又生气了？白芷姑娘不过是让他节哀，也没有什么错吧？后宫之中，寝殿都是给后妃们居住的。白芷姑娘身为将军夫人，住到别处多有不便，只能委屈你待在藏花堂将就一晚了。还有，安平每日辰时起身后会去御花园玩半个时辰。明日你早点去鱼心殿陪她用早膳，她喜欢热闹，你陪着她多说说话。是，明日民女会准时去鱼心殿陪伴安平公主。南婉嫣的心里有些五味杂陈，夜已经深了，她坐在床上久久的不敢入眠。可到底是孕妇，躺了一会儿就忍不住的困乏了。不久后，一袭挺拔的黑影兀自推开了房门，来到南婉嫣的床边坐下。你终究还是回来了。他俯身压着她，用力的吻，紧紧的注视着她，有醋意蓄在眉心。抛夫弃女就算了，还敢跟别的男人有所往来，眉来眼去，负心女。为了你，这2个月我未曾安寝半分。你到底要跟我窒息到何时？怎么一点都不怜我？滚烫的掌心缓缓向下，略带气恼吃味的掐了一把女人的腰间，可柔软异常的触感让他心里一颤，竟不是他的错觉，他竟真的长了不少肉，腰都粗了不少。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女人。男人气恼地瞪着怀里的女人，男人再次压住她，深吻，像是要将她吞了似的。右手紧扣住南婉嫣，十指交叠重合在一起，在男人的尾指关节上却有一抹清晰的勒痕，像是长久戴过什么，用力地扣住他的手，他吻得愈发的炙热。睡梦里的南婉嫣朦朦胧胧的，只觉得强烈的窒息萦绕在他的周身，唇畔像是被堵住，呼吸不畅，偏偏睁不开眼睛。他扭动着身体，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疼，声音好似敲在他的心上，不像平日里冷嘲热讽，也不疏离陌生，而是带了些江南水乡的温软和娇媚。他的呼吸突然间就急促了，猩红的眸子几近疯狂。这就疼了，你可知我的疼又有多疼？负心女，窒息感更强了，嘴巴好疼。南婉嫣实在是难受的紧，下意识张嘴狠狠咬住了什么。疼！他好不容易回来了，他不能吓到他。躺在他的身侧，修长的手搭在自己额头上，平复着粗重的呼吸。男人一双漆黑的眸子静静凝视着重新陷入到深度昏睡中的南婉嫣。不久后，眼眸里盛着失而复得的笑。这一次，朕不会再让你跑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南婉嫣从睡梦中一下子惊醒，梦见屋子里来人了，而且来的还是顾墨寒。他掐着她的脸，使劲地亲她，使劲地指责她，说她负心女，一副要吞了她的凶狠的模样。她连忙坐起来，抬头看去，只见天都亮了，低头检查一下自己的身子，摸了摸脸上的面皮，依旧是牢固结实。看来是梦。
不过她都已经怀孕了，怎么会做这么变态的梦？白芷姑娘，请问您起了吗？那奴婢进来了。宫婢将水盆和衣物放到桌上。奴婢珠儿见过姑娘，奴婢是专程来伺候姑娘您的。姑娘既然已经起身，那就请先洗漱更衣吧。你先退下吧，我自己来就行。可是这是皇上吩咐的，让珠儿务必将您照顾妥当。皇上说您的丫鬟没有留下，一个人在宫里肯定多有不便，才会让奴婢过来。您若是不想让奴婢伺候您洗漱，那奴婢帮您更衣吧。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你不用帮我，出去等着吧。为什么要给我穿这条裙子？顾墨寒什么意思？这裙子有些紧，她已经显怀了。穿这条裙子的话，小腹明显能看到一块隆起。南婉嫣直接没穿，将自己昨日穿的侍女装扮给换上了。珠儿，我洗漱好了，你来帮我梳妆吧。奴婢这就来。姑娘怎么不把衣裳换了？那可是皇上特地让我找出来给白芷姑娘穿的，好像是皇后娘娘的裙子吧。若旁人能承圣恩，那肯定早早就上赶着了。这条裙子看上去价值不菲，又是宫中之物，我只是少将军夫人，万不敢用宫中之物，以免被人诟病，有不好的言语传出。您坐下，奴婢给您梳妆。只需要挽一个最简单的发髻就好了。是。怡心殿里，今日渣爹看上去好像有些开心，而且桌上的这些早点，除了他爱吃的，还有平日里娘亲喜欢的东西。顾墨寒单手托腮撑在桌面上。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白芷？小正脚差点被噎着。还行吧，主要是他帮了我，所以我觉得他挺好的。顾墨寒浅笑着，眼神里都是宠溺，伸手为他擦掉了嘴角那残留的糕点。产猫，最近的饭食还合不合胃口？要不要我从宫外找人来给你做别的东西吃？糖葫芦吃吗？糖葫芦。小正脚忍不住的舔舔唇，心里却有些发虚。毕竟渣爹对他是真的不错，可他一心想跟娘亲走。不用了，我下次出宫那个时候吃。听你的。今日这是怎么了？难不成还真是那个白芷让皇上心情变好了？想到这里，香玉更加的愤愤不平，气不过使劲掐了一把于峰的手背。于峰吃痛的痛呼一声，偏头就看到香玉恨恨地瞪着他，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地忍住了。你就快要过生辰了，我想给你办一个生辰宴，你有什么想要的吗？生辰宴？那我能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当然。好哎，那我想看城里捏小面人的，还要吃10根糖葫芦，还要……皇上，白芷姑娘到了。民女见过皇上，见过安平公主。白芷姐姐，朕不是让人给你送去了换洗的衣裳，怎么不穿？还是说将军府给你的比朕给你的还要好？宫里锦衣玉饰，民女怎敢看不上？只是恰恰因为太过贵重了，民女才不敢乱穿，怕玷污了宫中的华服。况且今日民女也该回将军府了，穿着这些衣服回去多有不便。父皇，你不是说白芷姐姐是来陪我的吗？我不在乎姐姐穿什么，你不要为难她了。看在安平的面子上，朕不罚你。香玉，赐座。多谢。香玉一愣，竟然在眼前人的身上看到了皇后娘娘的影子。宫里的膳食不知是否合你胃口？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爱吃的，顾墨寒竟然还记得，但他现在叫人做这些，难道还是为了试探？民女不挑食，什么都爱吃，不过民女的食量有些大，怕是一会儿要吓着皇上了。一个女儿家又能饭量大到哪儿去？吃你的便是。没错，白芷姐姐别担心，我也能吃很多。我娘亲曾经说了，能吃是福。此话一出，香玉和怡风忍不住笑出来。顾墨寒温柔地轻抚小丫头的脑袋，眼睛里满是柔情。南婉嫣也不怕尴尬，拿起筷子直接就吃。南婉嫣这食量着实将众人都惊到了。娘亲什么时候能吃这么多东西了？这比我和小包子2个人加起来还能吃。顾墨寒见南婉嫣吃了这么多，脸色微沉。朕有件事情想问问白芷姑娘的意思。皇上说笑了，您是一国之君，又能有什么问题是需要民女来帮您出谋划策的呢？再过几日便是安平的生辰了，想来白芷姑娘是女子，定比朕心细许多，也更了解姑娘家的喜好。不知道关于安平的生辰宴，白芷姑娘有没有好主意？小正角和南婉嫣的心里同时一个咯噔。皇家的生辰宴规模想必不同寻常，很可惜，依照民女的眼界，恐怕难以给皇上满意的答复。那还真是可惜了。若是皇后还在的话，想必定会为安平安乐办一场举世无双的生辰宴。她素来最是疼爱2个小丫头，也对朕百般照顾怜爱。想当初朕还是翼王的时候，生辰宴上她给了朕很大的惊喜，不仅亲自为朕量体裁衣，还做了佳肴，只为与朕共度良宵。香玉和于峰都惊了。
皇上在说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皇上和皇后娘娘哪里有这样的时候了？那会儿明明是皇上压着皇后娘娘去的，还有那个云雨柔在场。南婉言更是扯了扯嘴角，心里痛骂顾墨寒臭不要脸。皇后娘娘对皇上还真是好，您二位间谍情深，可谓是世人表率了。若是娘娘还在的话，您和娘娘的伉俪情深一定名扬天下。娘亲和渣爹关系有这么好吗？那娘亲为何还要离开？这是自然。皇后不仅在朕的生辰宴上花了很多功夫，平日里对朕也是极好的。朕抚琴，她便依偎在朕身边；朕吟诗，她便轻声作对。雪落红梅时，她与朕徜徉在雪地，一同憧憬着未来。我们一家4口和睦幸福的模样。天冷，她便亲自烧了暖炉为朕暖手；天热，她也会用她的奇思叫厨房给朕做各种消暑的小食。得其如此，是朕一辈子的幸事。香玉的下巴都要掉地上了，听听这说的，那是真话吗？皇后娘娘之死给皇上造成的打击也太大了，竟疯魔的编排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难怪太皇太后要为皇上选妃。再这么下去，皇上不定变成什么样。南婉嫣也愣住了，莫名觉得眼前这个说谎不带脸红的顾墨寒如此的可怕。朕是一国储君，皇后不在了，朕必须振作起来。但安平不同，他从小跟着皇后和安乐，一直以来的愿望也是想再见到皇后和安乐。这2个月里，他过得很不好。若是皇后和安乐重新回来，他才会重新开心起来吧。于峰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儿。皇上刚才那样说能理解，毕竟皇后娘娘一直是皇上的心结。但这个时候，皇上把安平长公主推出来，反而有些变味了，就像是苦肉计。小正角听顾墨寒在南婉嫣面前说他过得不好，立马慌了。不是的，我这2个月过得很好，吃的也吃得饱，穿也穿得暖。虽然很想见娘亲和妹妹，但从没觉得娘亲有错。我最爱娘亲了，永远支持娘亲。南婉嫣闻言，脸色瞬间一变。安平，她又不是你娘亲，你何必向她解释这么多？你在心虚什么？还是说……顾墨寒凤眸微眯着，饶有兴味地盯着南婉嫣。她是你的娘亲？小孩毕竟是小孩，才反应过来顾墨寒是在给他下套，让他承认白芷就是南婉嫣。小正角顿时就有些慌了，面露难色地看着南婉嫣。顾墨寒还真是可以啊，从我这里套不出话，就想从孩子那里下手，把小丫头推出来当挡箭牌。皇上可万不能这么说，折煞了民女了。安平公主方才并不是对民女解释，只是见您一直与民女说话，她本能地看着民女解释罢了，并非是其他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这里就我们3个人，我不看白芷姐姐，那就是看着父皇，哪里是把白芷姐姐当娘亲啦？顾墨寒只是听着，薄唇微勾着，并没有说什么。南婉嫣的心里却愈发的不安了。皇上，民女在宫里已经待了很久了，该回少将军的身边了。用完早膳便回去吧，待会儿陈公公会送你出宫，宫外已经准备好了马车。白芷姑娘，您上车吧，莫要误了时辰。多谢公公了。径直朝着马车走去，可是刚掀开车帘，整个人都呆住了。皇上，安平长公主，她竟完全没想到顾墨寒居然带着小丫头早早等在了马车里。上来。白芷姐姐，快上来吧。皇上和长公主要出宫吗？你要回少将军府，朕与安平也许久曾未出宫了，便送你一程，也当是带安平出来散散心。怎么，少将军夫人觉得不妥？民女不敢，不过皇上这一出宫，万一遇上危险的话，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是，民女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马车终于在少将军府门前停下来。皇后娘娘4个字话到嘴边，硬生生被她咽下去，只因为她看到南婉嫣的身后还跟着怀抱小正角的顾墨寒。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不必多礼。皇上，随便让人送白芷回来便好了。您怎么也出宫了，还带着安平长公主一起？拿着常见的神语，抿唇不语，但同样是有些疑惑。朕带安平出来走走，顺带来看看你。原来如此，皇上您微服出宫也不提前告知臣，你看臣什么都没备着。您快请坐，臣这又去喊人上茶。朕就不做了，刚用完膳，就四处走走看看吧。云恒的心头顿时一惊，臣的府邸不过是个寻常地方，没什么稀奇的，但皇上若是想看看，臣就领着皇上四处转转。父皇，我就不去了，跟你们走来走去的，听那些我听不懂的话太闷了，我想到处玩一会儿，可以吗？娘亲在这儿，小包子应该也在这儿吧，我要去见小包子。这副软萌的姿态任谁都拒绝不了呀。凤眸看了南婉嫣一眼，好，你去吧，记得别出府。多谢父皇，这简直就是天助我也，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皇上，民女也退下了。慢着，朕发现你很喜欢自作主张，
你既是这少将军府未来的女主人，那就也一起跟上。云恒有些担忧地看着南婉嫣。是皇上。安平长公主，奴婢带您去后面的莲池玩。谢谢姐姐。顾墨寒见风央把小正角带走了，眉眼温淡，转身就走了。云恒和南婉嫣马上跟上。小正角起初有些好奇，但进屋看到屋里的人后，瞬间瞪大了眼。小包子，阿姐，阿姐，我好想你啊！我也是。娘亲竟然是大夏的郡主，未来的女皇。是呀，当初我和娘亲知道的时候，都惊讶的不得了。不过话说回来了，阿姐，大典那日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本来我想着我们要走了，见不到渣爹了，你肯定会难过，也想回去留下点什么放在那里。可是谁知道人那么多，我被挤来挤去，最后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最后被他们找到了。我们也想回去，但舅舅告诉我们，若是当时回去，我们肯定都出不来了。不过舅舅是谁啊？舅舅就是莫先生。啊，莫先生是我们的舅舅。小正角还在心里窃喜，忽然就听到小包子叹了口气。怎么了？没事，只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开心。没想到我和娘亲才离开2个月，父皇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把那个欺负娘亲的坏女人接进宫了。娘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娘亲的心里也是在意的。不是的，其实那个坏女人不是渣爹要接进来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几日我看渣爹对那个坏女人的态度凶巴巴的，一点也不像以前了，而且也没有真的要她做妃子。真的吗？小包子顿时高兴起来。我还以为他已经把我和娘亲给忘记了呢。原来父皇没有背叛娘亲，如此真好。即便如此，只要娘亲没有开口，她也是不能被轻易原谅的。两位小主子，如今皇上就在少将军府，情况特殊，一定随奴婢做好离开的准备。好。皇上，走了这么久了，咱们去前面的亭子休息片刻吧，免得累坏了您的身子。朕自幼习武，这些脚程不过尔尔。朕看你是心疼你的小娇妻了吧？凌厉的目光扫视着和云恒眉来眼去的南婉嫣，眉间蓄满了愤怒。沈宇在一旁瞧着，眉头皱了皱。皇上看上去似乎有些吃味，怎的无端对少将军的女人吃味起来了？云恒有些紧张地摸了摸鼻尖。那便歇会儿吧。说完，头也不回走进凉亭里坐下。皇上，容民女离开片刻，内急。夫人想去便去，不过朕看你的脸色不好，像时刻要晕倒。沈宇，你带几个人跟着夫人，免得出事无人照应。是，皇上。民女觉得还能忍忍。顾墨寒故意盯着我的吧？顾墨寒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却没有多话。茶水茶点上来，南婉嫣见状主动起身倒了3杯茶，借着视线的遮挡，偷偷的往茶水里加了些迷药，笑意盈盈的将茶杯递给了顾墨寒。皇上走了这么久，一定渴了吧？您喝杯茶。朕不渴。是。顾墨寒竟然不喝，然后他佯装要吃点心，趁机撒了迷药到点心里。既然您不渴，那走了一会儿也该饿了。少将军的点心虽不比宫里精致，却也香甜可口。顾墨寒终于侧目看了南婉嫣一眼。夫人的食量还真是大，在宫里才用的早膳，竟然又饿了。不过在宫里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对朕这般殷勤？南婉嫣端着盘子的手都握紧了，却回不了他的话。怪不得瘦了，原来肉都长在心眼上了。云恒见南婉嫣窘迫，立马上前接过了南婉嫣手里的糕点。皇上，白芷素来好客，臣也是因为这一点才越来越喜爱她了，还请您莫要生气。你们2人倒是恩爱，既然如此，这点心和茶便自己品尝吧。尤其是少将军夫人，既然饿了，又说这点心不错，那便尝尝吧。南婉嫣心里也是一紧，多谢皇上体贴，不过民女还不饿，等会儿再吃吧。坐回到云恒的身边，南婉嫣在顾墨寒和沈宇看不见的地方暗中做了个手势，动手。就在这时，四面八方窜出来许多的蒙面的黑衣人，直接奔向了南婉嫣。南婉嫣顿时心领神会，面上却配合着做出花容失色的模样。啊，有刺客！护驾，配护驾！顿时，少将军府的侍卫们应声而出，将整个凉亭都包围起来。啊！南婉嫣假装被吓得趔趄，刚要跌进风央的怀里，假装被劫持。这时，她的腰身猛地一紧，
被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带离了原地，直接撞进了男人坚硬的怀里。南婉嫣大惊，抬头看去，只见顾墨寒面无表情地搂着她的腰。你……男人轻垂着眸子看她，唇角突然勾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少将军夫人不必惊慌，不过是几个毛贼罢了。谁要你救了？该死！顾墨寒居然还暗中带了人，这样的话，他们可没有胜算了。云恒心惊大骇，刀光剑影交错不断，凉亭中央的南婉嫣和顾墨寒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皇上，男女授受不亲，还请您放开。而且少将军就在此，民女不会有事的。哼，他学艺不精，朕也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不必这么抗拒，他不也没有意见吗？真无耻！狗男人竟然当着自己臣子的面吃臣子夫人的豆腐，太不要脸了。顾墨寒怀抱佳人，心情舒畅了一些，方才的火气也消散了不少。南婉嫣看到凤央等人被神宇他们逼得节节败退，连忙用眼神示意他们离开。瞬间，暗卫们心领神会，纷纷摆脱了牵引的纠缠，四散而逃。神宇的脸色立刻变了，立马对周围的人说：“追！”慢着。顾墨寒不紧不慢地松开了南婉嫣的手。穷寇莫追。可是皇上，顾墨寒一记眼刀射向他，神宇只好作罢。但是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少将军不用担心。顾墨寒半眯着凤眸，盯着云恒这副紧张兮兮的模样。皇上，微臣护驾不力，竟没想到会有刺客出现在臣的府中，差点伤了圣驾，还请皇上恕罪。臣该死，如此疏忽，简直难辞其咎。顾墨寒靠坐在凉亭的长椅上，修长的双腿交叠在一起，骨节分明的手摩挲着尾戒。朕一直以为你什么都好，就是为人急躁沉不住气，今日看来倒也属实。遇到危险，你府邸的侍卫竟跟你一样急躁，不知所措。明明美人在侧，你却都守不住，还要朕亲力亲为。微臣知错。朕不是责怪你，只是觉得你这急躁的性子不适合火爆的女人，得娶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才压得住你。不如朕为你赐婚，给你择一位端庄、家世也优渥的大家闺秀，今后也好与你相夫教子，琴瑟和鸣。南婉嫣心里一个咯噔，下意识皱眉看向了顾墨寒。他这是什么意思？好端端的怎么给云恒赐婚？云恒更是紧张的不得了。不可！皇上，臣和白芷是两情相悦，臣早就下定决心，今生非白芷不娶，更不可能为了别的女人让白芷受委屈。臣斗胆，还请您收回成命。少将军，民女也非君不嫁。顾墨寒阴鸷的双眸瞬间冷沉下来。云恒，你难道要抗旨？神宇都呆住了。皇上这吃味吃的就差挂在脸上了，没想到皇上为了一个跟皇后有一点点相似的女人，竟如此大动干戈。云少将军，如今皇上开了金口要为您赐婚，那便是大恩，您不但不言谢，还一再顶撞，此乃大不敬，还不快与皇上赔罪？云恒皱着眉不吭声。皇上为什么要为难少将军？少将军连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都没有吗？那就要看看他喜欢的是谁了。我怎么就莫名觉得皇上已经看穿了一切呢？民女素来听闻，皇上您大度惜才，更是爱民如子，爱臣如子。少将军年轻气盛，又与民女互相挂念，听到您说要赐婚，并非不愿意，只是有些受宠若惊，一时糊涂罢了。您不要责罚他。云恒看了南婉嫣一眼，南婉嫣神色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顾墨寒盯着他，心情像是好了一些，冷睨了云恒一眼。朕看你还不如一个女人懂事，连白芷都知道识时务，你却不知抬举。皇上教训的是，你这么伶牙俐齿，也难怪安平如此喜欢。既然你开口求情了，朕也不是蛮横之人，你进宫陪安平玩一段时间，朕便恕你们无罪。少将军要是不喜欢朕的赐婚，朕也可以收回成命，不做任何干涉。南婉嫣一怔，秀气的眉头紧蹙起来。她怎么有种顾墨寒是为了逼她进宫，才说要给云恒赐婚的呢？可是皇上，白芷的……少将军，我知道您是为我着想，但我进宫也只是陪着安平长公主玩闹一段时间，相信很快皇上便会放我出宫的。今日肯定是带不走两个小丫头了。白芷，你这样……南婉嫣冲他摇摇头，眼神犀利地看向了顾墨寒。既然如此，那便回宫吧。他根本不给南婉嫣反悔的时间，径直走出了凉亭，对神宇说：“去接安平。”是皇上。皇上，请容民女将自己贴身丫鬟给带进宫去，也方便一些。准。马车晃晃悠悠回到了皇宫。白芷姑娘，就在这宫里随便逛逛吧，毕竟你要待上一段时日了。是。白芷姐姐，你跟我来，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好玩了。跟着闺女一起走了。
顾慕寒站在原地却没有追，意味深长盯着南婉嫣和小正角的背影。盯好白芷的动向，一举一动都要定期向朕汇报，并且此人以皇后之礼待之。于峰和沈宇顿时惊得面面相觑。是，属下明白了。一旁的风央面如常色，虽然不清楚小主子和郡主在比划什么，但是大概能明白一些。至于于峰，完全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反正皇上那么聪明，说不定一看就能懂了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个白芷姑娘明明才跟安平长公主见过3次，怎么给人感觉他们就像血浓于水一般熟悉和默契呢？观摩殿里，云雨柔正坐在身边，手捧书卷失神。娘娘，接下来我们可怎么办呢？什么？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娘娘，你怎么还能愣神呢？奴婢是在问您，那个白芷，我们该怎么应对？我原本以为她不过是个能让皇上感兴趣的女子罢了，我竟是没想到，这白芷好端端的被送出宫去，竟然又被皇上亲自带回来了。这些个粗俗的草民，惯会不要脸的勾引男人。那个白芷铁定是个狐狸精，不然就凭她那副模样，连奴婢的姿色都不如呢。皇上怎么会看得上她？那个小贱人一定是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招数，才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了。白芷粗不粗俗我不知道，但你这番臭骂的样子，倒像极了一个泼妇。好的是现在没有旁人在，你这些话若是叫别人听了去，他们会在背后怎样议论本妃？是奴婢多嘴了，还请娘娘原谅奴婢。那个白芷现在在何处？奴婢方才听人说，皇上与那白芷分开以后，安平长公主就领着白芷往御花园南面走了，想必现在应该在探幽殿附近呢。既然这个白芷这么讨皇上欢心，那本妃就亲自去会会她，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货色。碧云赶忙将手搭上去，一举一动都十分的谄媚。娘娘英明，看到柔妃娘娘还不赶快行礼，这是宫里，可不是少将军府。说起行礼，长公主就在此，你们怎么不先行礼呢？要她给云雨柔行大礼，下辈子吧。小正角皱着鼻子，就是，你们还会跟我行礼呢。风央眉头蹙起，于峰直接上前。云侧妃，白芷姑娘是皇上亲自接进宫来的，并且皇上吩咐过了，要以皇后之礼待姑娘，所以您还是不要为难了。让于峰用皇后之礼待她。云雨柔十分的错愕，脸色瞬间沉下去。南婉嫣也没想到顾墨寒竟然说了这种话，他居然对一个替身这么好。听到了吗？我与皇后同等级别，你不过是一个妃嫔，还不快向我和公主行礼？于峰有些傻眼了。果然呢，这些女人趋炎附势，都比不上皇后娘娘的1/1000好。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家娘娘？风央猛地扬手，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碧云的脸上。嘴巴放干净，若是再让我听见你说半句主子的不是，下一次打的就不是你的脸了，还不快给主子行礼？风央姐姐好厉害，以后我长大了也要学风央姐姐。碧云被风央给吓着了，脸上火辣辣的疼，她屈辱的捂着脸，退回到了云雨柔的身边。娘，云雨柔将后槽牙咬得咯咯响。这个白芷果然是个贱民，不但没有分寸，还如此泼辣蛮横。若真让她进了后宫，雨柔见过白芷姑娘，白芷姑娘万安；见过安平公主，公主千岁千岁。白芷姑娘只与皇上有一面之缘，便得皇上如此厚爱，真是叫人羡慕。不过，她摸了摸自己显怀的肚子。白芷姑娘能被皇上如此特殊对待，就没想到为什么吗？因为你有福气，像皇上真是的皇后罢了。但花无百日红，白芷姑娘若真的想要长久的留在宫里，还得守规矩。毕竟我们同为侍奉皇上的姐妹，理当和气生财。同为侍奉皇上的姐妹，哼，我可攀附不上你这个姐妹，你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上次就是你容许别人欺负长公主的，我平生最讨厌有人欺负小孩了。再说了，你也不是什么主子，我要守什么规矩听你的话呢？你算宫里老几啊？一个贱民居然敢对身怀龙嗣的嫔妃这么说话。碧云简直是难以置信，想痛斥南婉嫣几句，又不敢多嘴了。白芷姑娘这就错了，当一个人的替身终究不是安稳的，但凡让皇上厌恶了，你又没什么好姐妹帮扶着你，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没想到南婉嫣直接笑出来，她做作地拢了拢发髻，摆出了一脸娇媚。我看是有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吧？能当皇后娘娘的替身，那可是美事一桩。这天下除了我，还有谁有这样的福气？况且看上我的不是别人，
那可是皇上，就算让我当狐狸精，我也千万个愿意。你有这功夫出来管闲事，还不如回家好好养胎。哦，对了，我看你是真不顺眼，你要是在我面前经常晃荡，改天我就在皇上耳边吹枕边风，把你赶出宫去，把你发配蛮荒，让你来个蛮荒求生记，相信还挺有意思的。于峰呛咳了2声，震愕不已。这白纸姑娘说话可真是不客气啊。还真是让碧云给说对了，这个白纸就是妥妥的民间泼妇，真是虎妹子。白纸姑娘，话不要说太满，你还没有这个本事能动摇皇上的决策。那就试试看呗。南婉嫣哼了一声，一副做作的模样，偏头看着于峰，故意高声问道：于峰侍卫，按理来说皇后应该是可以要求后宫妃嫔守规矩的吧？云雨柔和碧云瞳孔一紧，都有些不安。没错，您可以行使皇后娘娘的权利，是可以的。那么柔妃，你给我跪下吧，以后你只要见到我，要跪着恭迎我，再跪着恭送我，听明白了？你怎么一个不得宠的后妃就敢怠慢皇后了？既然云雨柔先来挑事，那她便还以颜色，让她好好瞧瞧。嫔妾恭送白纸姑娘，恭送安嫔长公主。你要是早这么听话，也不用受苦了。然后她扭着腰肢，走得六亲不认。公主，我们走吧。好。小正将很是神气的昂首阔步走在南婉嫣的身边，风央和于峰跟上他们。云雨柔留在原地，紧盯着南婉嫣的背影，指甲都快要刺穿了掌心。我迟早要让这个白纸死无葬身之地。耶！今天惩罚那个欺负娘亲的坏女人太解气了。白纸姑娘，请留步。南婉嫣身子一顿，转过身，正好对上李嬷嬷的那双笑眼。老奴是太皇太后身边的李嬷嬷，太皇太后有请，还望姑娘跟老奴走一趟。民女白纸给太皇太后请安。像，是有些像。白纸啊，你可知哀家叫你来是为什么？民女愚钝，还请太皇太后明示。你是云少将军的未婚妻，没错吧？是。你是臣子之妻，皇上将你带进宫来，有违常理，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等着看他犯错，所以哀家绝不会让他犯错，你可明白？南婉嫣的眉头紧蹙起来。哀家便跟你明说了吧，皇上现在厚爱你，那是因为把你当做了皇后的替身，榆木成不了珠，不要抱有任何的奢望。民女明白，民女从未肖想过有的没的。太皇太后特意跟民女说了这么多，应该是有什么事需要民女去做吧。太皇太后有些讶异地看着南婉嫣。不错，哀家找你来是有一件事情想求你帮个忙。哀家想要让你撮合皇帝爱上别人，让他早日解开心结。您的意思是让民女给皇上说媒，给顾墨寒介绍女人，他真的不会掐死她吗？毕竟顾墨寒似乎很讨厌别人插手他的感情。就是这个意思，将人带过来吧。话落，南婉嫣就看到一个太监领着一个身段婀娜的女子走了进来。奴婢见过太皇太后。女子娇声作揖，然后她转身对着南婉嫣浅浅的一笑。奴婢见过白纸姑娘。好漂亮的女子。这位是伯爵宫苏家的嫡长女若曦啊，哀家将若曦赐给你当个侍女，让她以侍女的身份留在你身边。皇上当你是替身，必会经常与你见面，若曦也能跟她接触，希望你能多撮合撮合。南婉嫣看了苏若曦一眼，是，民女定尽力办妥，就是需要先委屈若曦姑娘了。能跟着白纸姑娘，那是若曦的福气，不委屈。太皇太后到了诵经的时辰了，今日您还要去佛堂吗？诵经？南婉嫣有些不解地看了太皇太后一眼。自从皇后走后，哀家每日都会去佛堂为她诵经一个时辰。嫣儿的孩子命苦，哀家原本以为她能和皇帝白头偕老，却不想竟命丧一场大火之中。哀家怕嫣儿走得太痛了，便只能想出这个法子超度她。
太皇太后，老奴相信皇后娘娘泉下有知，定会安心。太皇太后，请您放心，您交代给民女的事情，民女一定竭尽所能的去完成。有你这句话，哀家也放心了。你带着若曦回去好好熟悉一下吧。是。方才在少将军府，千影有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进出？回皇上，属下和千影都没有看到任何可疑之人进出过少将军府。当时冒出来的那群刺客也是功夫了得，不知道是哪方势力。不必管那些刺客，盯着云恒和府里的一切。若是有孩童出府，立即带到朕面前。孩童？安乐公主吗？是，皇上。白芷现在何处？方才您处理公务的时候，于峰托人来向属下汇报，说白芷姑娘在路上遇到了云侧妃，云侧妃的婢女出言不逊，白芷姑娘便好生教训了她和云侧妃一顿。最后，李嬷嬷领着白芷姑娘去见了太皇太后。早些时候，白芷姑娘才从鸾凤殿出来，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回到齐云轩了。她针对云雨柔了。顾墨寒也挑挑眉，唇边忽然露出了一抹笑意。朕去一趟齐云轩，你记得安排好人去少将军府。皇上方才难道是笑了？自皇后娘娘走后，皇上就没这么笑过了。若曦的眼睛都要看直了，从未这么近距离看过顾墨寒。皇上怎么得空来了？朕听说太皇太后找你去了鸾凤殿，就过来看看。若曦，还不快给皇上奉茶！若曦立马递给南婉嫣一个感激的神色。是。她十分殷勤地走到顾墨寒的身边，替他倒茶，特意露出自己白皙的皓腕，身子还往顾墨寒那边靠了靠。瞬间，顾墨寒长眉一皱，他不喜有旁人打扰，更不喜除了他之外的人接触靠近。顾墨寒的脸色有些阴沉，避开了若曦，灼灼的目光始终没有挪开过，一直盯着南婉嫣。住在齐云轩应该不比少将军府差，你要是需要什么，便告诉宫婢。南婉嫣看了看苏若曦，她似乎是有些受挫。皇上折煞民女了，宫里的东西富丽堂皇，自然是很好的，您安排的也很周全。皇上尝尝若曦泡的茶吧，方才民女喝过一杯，茶香醇厚，入口回甘，就如同她这人清澈又纯粹。这话不对味儿。顾墨寒一瞬不瞬地盯着南婉嫣的脸，眉眼忽然低了3分，眼中有莫名的冷意出现。苏若曦一听南婉嫣这样帮她说话，顿时有了自信。他立马冲着顾墨寒柔柔的一笑，那笑颜就连南婉嫣看了也都觉得被击中了心脏。皇上，奴婢听闻您最爱喝龙井玉钱18颗，便提前备了些，还请皇上品尝。皇上尝尝吧，您或许会喜欢。顾墨寒冷眼扫着一旁的苏若曦，再看了看兴味盎然使劲儿撮喝的南婉嫣，有怒气汇聚在眉眼之间。夫人果然与众不同，这才进宫多久就能从一杯茶里品出一个人的秉性了。朕以为这个宫婢也不过如此，论长相算不得闭月羞花，更非姿容绝艳，一杯茶竟然也能泡得个乌七八糟，让人看了便没心情饮。苏若曦一张脸瞬间煞白，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南婉嫣也一下子语塞，知道顾墨寒嘴毒，当初他不也为了云雨柔对他冷言冷语吗？他是对女人真没兴趣吗？为什么可以对美人这么凶？顾墨寒却没完，瞪着南婉嫣。你想要让朕尝他的茶，那他就得做到极点。他要能称得上世间最艳丽的颜色，更要静时如月，动时如梨，笑眼如花，良善之人，懂审时度势，机智狡猾，最好能有一技之长，足以登峰造极，那样的人才能泡得了沁人心脾的茶来。是民女才疏学浅了，若是皇上不想喝茶，那民女就让若曦给您献舞一曲，也算给您赔罪了，如何？你真要他跳？自然，有能者有表现的机会也挺好。若曦，还不快给皇上舞一曲，赔礼道歉。苏若曦刚刚都被顾墨寒给说懵了，奴婢献丑了。今日民女算是目睹了一回霓裳羽衣的妙处，佳人一舞，艳绝四方。皇上您瞧，若曦她是不是十分的温柔可人？这舞姿也堪称是京城一绝了。顾墨寒冷眼看着南婉嫣，俊美的脸上都挂了层冰霜，什么也没说，只怕开口又想发怒。苏若曦看着顾墨寒直勾勾地盯着南婉嫣，忽然心里有些不甘心。她专程进宫，也是为了能够搏一搏。如今有机会，她必须得为自己一争。若是争赢了，她就是皇后了。于是她脚下的舞步突然就乱了起来，身子一斜，花容失色地朝着顾墨寒的怀里倒去。南婉嫣还真以为她摔倒了，刚想伸手扶一把，却没想到她往顾墨寒的怀里摔，顿时又顿住了动作。可下一秒，顾墨寒的脸色阴沉到发黑，猛然攥拳起身，一双眼睛都快眯成刀子了，煞气从眉宇间溢出，一抛直接将苏若曦给甩开，毫不怜惜，苏若曦就无助地摔倒在了地上。
惊恐的抬头，一双眼睛红红的，可怜楚楚的看着顾墨寒。皇上，给朕滚出去！皇上息怒，若曦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第一次面圣，有些紧张了。一个小姑娘，皇上又何必发难于她？朕说了，滚！她的心里早就装不下除她之外的任何人了。苏若曦直接被顾墨寒给吓傻了，她双腿都在发软。苏若曦甩开了南婉嫣的手，颤颤巍巍地爬着向外退。奴婢这就出去。又在生什么气？好好的一个姑娘被她吓得魂儿都没了。民女也先告退了。她刚走出一步，手腕就被人猛地扣住，向后扯。皇上！她惊慌的回眸，撞进顾墨寒蓄满愤怒的眸子，只觉得心都颤了颤。朕让你走了吗？顾墨寒忍不住的怒火倾泻而出，蛮横的起身，将南婉嫣压在那冰冷的墙上，双眼都在窜火。难道朕就不值得你尊重？南婉嫣吓了一跳，被他狠狠地禁锢在怀里，后背是冰冷的墙，还没想完，嘴唇就猛然被他给堵住了。顾墨寒的吻热烈而疯狂，南婉嫣完全蒙圈了，骤然瞪大了眼睛看着顾墨寒，现在顶着一张假脸。顾墨寒这混蛋要是再用力一点儿，他的脸皮都要掉下来了。可吻着吻着，他的滋味，他身上好闻的香气又勾起许多让他魂牵梦萦的旧事。喉结动了动，顾墨寒情难自禁，修长的手抚上他的腰身，扯住了他的腰带。皇上还请自重。顾墨寒被他推开，连退了好几步，意识到刚刚差点发生的事，眸子里闪过一丝恼怒。明明只是气他给他送女人，没想到竟有些把持不住了。他看向他，见他紧紧地护着肚子，眼神十分警惕的模样。你的肚子怎么了？朕没伤你的肚子。你扒我衣服！他刚才摸他的腰，别以为他不知道他想对他做什么，渣男！顾墨寒眼神里透出了几分狐疑，他这护着肚子的阵势的确是有些奇怪。回想起来，他似乎除了肚子，浑身上下哪里都没长肉，这样的事情也很反常。莫名的，顾墨寒忽然就联想到了云雨柔。云雨柔入宫以后，但凡能见着他的，总会想办法让他摸一摸显怀的肚子。怎么现在他的肚子跟云雨柔这么像，圆滚滚的？难道……顾墨寒头眸一震，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了南婉嫣。你……我什么？你怎么还盯着我看？堂堂一国之君，就是这么下流的人吗？虽然这天下大多女子都倾慕你，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都想得到你的宠爱。你想要什么样的女子没有？为什么偏偏抓着我不放？顾墨寒心里的火瞬间又窜起来，就连刚才的猜测都被抛之脑后了。他猛然起身，再次压上南婉嫣。朕将你留在宫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朕素来不惜与陌生女人接触，如今你竟敢胆大包天，送别的女人来勾引朕，你这么肆意妄为，还指望朕能忍得住火气？看着面前这张跟他毫不相关的脸，终究是没有忍住拆穿他的身份。他怕他戳破了，他又再度变得那么癫狂，为了离开不择手段。我不想知道你留我的目的，堂堂一国之君，不要做出令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而且你要是再这样固步自封下去，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到时候急火攻心，对你很不利。为了肚子里的小家伙，他是实在不想跟顾墨寒吵，而且激怒顾墨寒对他没有好处。朕说了，朕的心病唯他可解。如今你有那么几分像他，朕看着是不讨厌，但从没说过你可以肆意妄为。这天下只有皇后，只有南婉嫣可以管朕。皇后是皇后，民女是民女，天壤之别。民女有自知之明，也请皇上记住，民女是未来的少将军夫人，过几日终究是要回到少将军府的。顾墨寒听后气笑了，似笑非笑的凝着南婉嫣。回去，白芷，朕坦白告诉你，将你逼进宫，就是要将你留在朕的身边一辈子。如今你已身处宫中，就别想着再回到你的少将军府了，永远不可能了。你说什么？朕让你放下一些乱七八糟的心思，早日做好准备。说着，他便松开他的下颚，拂袖离开了气云轩。顾墨寒走后，南婉嫣好半晌才反应过来。顾墨寒，你无耻！居然真的抢臣子的女人，顾墨寒的没救了。为什么我都换了一个身份了，还要跟他玩强取豪夺的游戏？对这个上瘾吗？变态吗？怒气牵动全身，南婉嫣的小腹一阵剧痛。对不起，宝宝，妈妈又发脾气了，让你受苦了。你别生气，也别担心，妈妈很快就能处理好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大夏，等你出生，2个姐姐都会陪着你，好好的生活的。他竟然这么快就跟皇上勾勾搭搭了。那个白芷才刚大放厥词，要吹顾墨寒的枕边风，没想到那个贱人这么快就上手了。可
可不是嘛，娘娘，奴婢还听闻太皇太后赏赐给那个白芷一个侍女，正是伯爵公苏家的嫡长女苏若曦，但那是西野建国以来就留下的名门望族，既然将苏若曦赐给一个民间女子做侍女，真不知道怎么想的。哼，都说你笨了。太皇太后的目的很明显是想让那个苏若曦接近皇上，所以呢，后来那个苏若曦如何了？还能怎样？皇上在齐云轩里发了好大的火，直接将那个苏若曦给骂出来了，哭得可惨了，眼睛都肿了。那就让别人好好的劝劝皇上吧。这时，从少将军府赶回的沈宇匆匆的来了。陈公公，你这是怎么了？皇上他回来了。哎呦，沈侍卫，您可算是回来了。你不知道，方才皇上在齐云轩发了好大的脾气，待会儿您进去可千万要小心些。皇上居然对那个白芷发脾气了。好，我知道了，多谢陈公公提醒，你先退下吧，这里我来就好。陈公公顿时松了口气。皇上，属下已经安排好牵引，驻守在少将军府外了。沈宇顿了顿，神色有些复杂的递给了顾慕寒一封信。另外，属下还接到一封从大夏而来的文书。大夏？他将信件拿了过来，说下去。文书上说，大夏的使臣要来西野觐见，算算日子，5日后便能到达京城。皇上，恕属下多嘴，只是现在天圣那边对大夏一直蠢蠢欲动，大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西野觐见，有可能是想要跟我们结盟的。既然有客远道而来，好好迎接便是。你吩咐人准备下去，5日后恭迎大夏使臣。皇上竟然这么冷静，现在难道不应该担心大夏这些人来会不会对西野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吗？毕竟天圣也肯定在关注西野的一举一动的。郡主，那帮朝臣已经闹了很久了，但皇上依旧没有见客。南婉嫣懒懒地抬起眼皮，看样子也没有很意外。依奴婢猜测，应该是昨天被皇上赶出宫去的那个苏若曦，回去以后对自己的家人添油加醋哭诉了一番。现在宫里宫外的众人都知道您被皇上盯上了，要强行留在身边。那些迂腐守旧的朝臣对这件事情极其不满，叫嚷着要把您赶出宫去。随他们去吧，我懒得管，也管不着。那您接下来有什么安排？他们要闹，便让他们闹。我已经和小正角提前沟通好了，不论是我今天还是明天被人赶走，只要太妃回宫，小丫头都会去找她的。这件事情只需要静观其变就好。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另一件事。什么？南婉嫣将关于云雨柔的事情前因后果大概的向风央叙述了一遍。风央有些诧异的瞪大了眼睛，整个人都有几分戾气环绕。如今我得想办法找沈宇要到云雨柔造谣2个小丫头是野种的证据，还要沈宇帮忙举证当年顾墨寒救命恩人真相的证据，以及举证当初就是云雨柔害的沈宇，险些将沈宇杀害。但做这些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女人未免太狠毒了。郡主，奴婢以为有个办法或许可行，您……不错，就这么办吧。你帮我收拾一下，我们即刻去找沈宇。是。可是走到半路，竟再次撞见了云雨柔和提着东西的碧云。一日不见，怎么妹妹看上去像有心事的样子啊？是我忘了，妹妹你恐怕也是听到了外面的风言风语，现在有些着急了吧？我早就同妹妹说过了，做别人的替身终究是黄粱一梦，长久不了的。若是事情再闹大些，妹妹你这条命……像啊，真的是太像那个女人。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不受宠的云侧妃啊！你还没跟我行大礼呢，一堆的废话输出，是想让我重重的罚你？你这个泼妇，在这里猖狂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就是半个死人了？如今大家都对你意见颇深，勾引皇上，你还好意思笑得出来？呸，不要脸！话音刚落，风央直接一记利落的勾腿，猛地踹在碧云的膝盖窝，逼得她不得不朝南婉嫣跪下，脸上重重的挨了2巴掌。你在狗叫什么？让你下跪行礼，听不懂人话？又来了，这个贱婢明明不如我，凭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我？娘娘也是，都这个局面了，为何不帮着我一点儿？我好歹也是为娘娘出头的呀。白芷姑娘晚安。你说的没错，替身终究只能是替身，活在别人的阴影下，一言一行都会受到限制，做不了自己。不管曾经多么风光，也迟早落不到一个好下场。不过云雨柔，我是替身，那你又是谁的替身？云雨柔听得一头雾水，眼神里充满不明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白芷。现在那些重臣都在传你是个妖女，会祸乱人心，勾引皇上不说，还让君臣之间出现了矛盾。太皇太后最明事理，更是最看重规矩，她绝对容不下你。早晚你会因为你的目中无人而死无葬身之地。那可未必，也许死无葬身之地的是你呢。走吧。是。
风烟眼神如刀地剜了云雨柔一眼，默默地跟上南婉嫣。见过白芷姑娘，不知姑娘叫属下出来，所谓何事？沈侍卫是个聪明人，我也开门见山地说了，其实我并非不认识皇后娘娘，恰恰相反，我是皇后娘娘的友人。你……这消息简直突然又劲爆，沈以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当真？不知姑娘找属下做什么？皇后娘娘之前告诉我，她曾让你去搜集云侧妃害人的证据。原本想着漫漫人生，总能有合适时机惩治云侧妃的一日，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变故。现在我想趁着在宫中替娘娘做没做完的事，还请沈侍卫助我一臂之力，助我撕开云雨柔所有伪善的面目，包括假冒皇上救命恩人一事。闻言，沈瑜的眼眸一亮。属下知道自己欠了皇后娘娘天大的恩情，好几次救命之恩，也不希望皇上总是被恶毒的女人蒙蔽了双眼。但对不起白芷姑娘，你这个要求我暂时不能答应。现在还不是让云雨柔原形毕露的时候。南婉嫣一愣，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吧。今日我来找过沈侍卫的事，还希望沈侍卫能帮我保守秘密。姑娘放心，这件事情属下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南婉嫣颔首，转身示意风央一起离开了。皇后娘娘，属下定为您完成心愿，绝不辜负您。可白芷不过是民间的贱民，跟我又不认识，怎么可能真的知道什么？一定是故意说那种话，想要将我拖下水去。我不过是个还没正式册封的人，各位大人有礼了。听闻皇上这段时间寝食难安，我便亲自炖了些汤来，想着给皇上送去。不知各位大人为何走得这么匆忙？皇上不愿意见臣等，没办法，臣等只好先回去等着了。我人微言轻，怕是无法为几位大人说上话了，就不耽误各位大人的时间了。等给皇上送了补汤，我还得去向太妃娘娘请安呢。这位柔妃虽然出身低贱，但也算得上识大体、顾大局，能陪伴在皇上身边也是不错呀。其余的人纷纷点头附和，唯独云衡，什么温婉，什么端庄，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实则还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方才柔妃是不是说要去给太妃娘娘请安？对呀，那就是说太妃娘娘回宫了。好事啊！若是皇上不听我们的劝告，那太妃娘娘的劝告他总会听吧？少将军，你可是关键人物。是啊，少将军，那白芷是你的妻子，你不去成何体统啊？你还要不要媳妇了？太妃娘娘，如今皇上身陷泥调，臣等却只能眼睁睁瞧着，还请太妃娘娘出来主持大局啊！各位大人，这是皇上他现在硬是强行把云少将军的未婚妻带进了宫里，硬留在身边。皇上是在乱纲乱纪，身为一个帝王，怎可以行事不端，违背世间纲常呢？刘尚书莫急，这件事情哀家也大概了解了一些，你们放心，哀家现在就去单独找他说说，问问情况。此刻养心殿里，皇上，您已经很久没有休息好了，妾身给您熬了些补汤，您尝尝吧。沈以看在眼里，只觉得一阵恶寒涌上心头。顾墨寒更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以后没有朕的允许，不准随意出入养心殿。你走吧。好，但是这汤就留在这里了，您记得喝。说完，他转身要走，身子却突然晃了晃，碧云赶忙扶住他。娘娘，等他站稳，碧云直接跪下。皇上，淑妃娘娘今日一大早起来就亲自为您熬汤，奴婢说什么她都不肯交给奴婢。从观墨殿到养心殿，更是徒步走了很久。娘娘毕竟怀有身孕，挺着这么大的肚子，那么辛苦，还请皇上开恩，容娘娘在养心殿坐一会儿，再回去吧。云雨柔没有说话，神色里藏着一抹深意，转头看着顾墨寒。终于，顾墨寒抬眸看了云雨柔显怀的肚子一眼，凤眸半眯着，却没有怜惜心疼，而是在思考着什么。云雨柔这肚子隆起的弧度，跟她胖了2圈的肚子，果真像极了。母妃话还未说完，太妃身后的刘尚书等人也都一一的走进大殿里。臣等参见皇上。你们来做什么？皇上，刘尚书他们有话要讲，却见不到你，便求着哀家带他们来了。皇上，臣子之妻不可留在宫中，还请皇上将那个白芷送出宫去，以免他祸乱了您的后宫。云雨柔看着刘尚书等人，忽然勾唇暗暗的冷笑。顾墨寒冷郁的眼眸泛着冷气，目光如刀剜着刘尚书。朕说了，你们都不许插手朕的后宫之事，怎么刘尚书这是要带头造反了？好了，既然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皇上也好，
你们也罢，这样争执不下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将那个白纸带过来吧，毕竟是因为他才会牵扯出这么些事来。不一会儿，南婉嫣和凤央就被王嬷嬷领着到了养心殿。女女见过皇上，见过太妃娘娘。顾慕寒看了一眼南婉嫣，漆黑的眸子动了一下。你如今被皇上接进宫来了，陪了安平一段时间，也算是辛苦了。哀家知道安平喜欢你，将你留下也是私心，惹出这一场误会来，还希望白芷姑娘不要介意。多谢太妃娘娘体恤。还好，太妃对皇后娘娘的态度还算好，事情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以内。云雨柔眼神渐冷，勾唇朝着南婉嫣露出一抹讽刺的笑。这些天安平不哭闹了，脾气也好了不少。白芷姑娘你劳苦功高，今日便可以跟着少将军一同出宫了。南婉嫣也没有什么异议，她刚要应下，众人听到一阵幽冷的语气：南婉嫣不能走。婉嫣，皇上竟然叫她婉嫣，这可是皇后娘娘的闺名。众人顿时大骇，心中都掀起一阵惊涛骇浪。皇上，您认错人了。皇上都已经这样了，这个白芷要是再不送出宫去，后患无穷啊！南婉嫣更是震惊地看着顾墨寒。顾墨寒怎么突然喊我的名字？究竟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还是在故意试探？凤央也诧异地握紧拳头。云雨柔难以置信地看了顾墨寒一眼。皇上在说什么？白芷这么低贱的女人，说话也粗糙，长得也丑，怎么可能是南婉嫣啊？皇上，您在说什么呢？这位是白芷姑娘。顾墨寒根本没看云雨柔一眼，一步一步地走到南婉嫣的跟前。婉嫣，现在就没必要再装了，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朕都能认出你来。他看着南婉嫣难以置信的眼睛，眼神格外的犀利，伸手摸了摸她冰冷的脸。你脸上这张皮做的再逼真，终究也不是人面，摘了它，让他们好好看看你究竟是谁。他不能再坐以待毙，看着他再次逃离了。顾墨寒竟然这样说，这些天来顾墨寒对他的所作所为，岂不是在玩弄他？他什么意思？把我当猴来耍吗？怎么可能？皇后娘娘她不是早就在那场大火里？是啊，当日臣可是亲眼看见了，皇后娘娘就在殿里，怎么会逃得出去呢？云恒整个人如坠冰窟，双手双脚都在发软。只怕皇上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的认出了皇后娘娘了，而且还是早就认出来了。皇后娘娘该怎么办？我又会不会被砍头啊？太妃更是握紧了椅子的扶手，脸上同样是震惊不已。这么说，儿媳她回来了，这真的是婉嫣？只用两人听见的嗓音，薄唇间响起。事到如今，难道你还想藏着掖着，非要逼朕亲自动手？他是在给他机会自己承认。他瞪大了双眼看着顾墨寒，顾墨寒明明什么都知道，就是瞒着不说出来。这么多天，偏偏选在这么多人的面前逼我承认身份，真是可恨。他想要甩开他的手，放开我！可力量的绝对差距让他根本没办法反抗。皇上，你先将这白芷姑娘放开吧，你这副模样都快将人吓坏了。云恒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敢开口。是啊，皇上，这位是白芷姑娘啊，怎么可能是皇后娘娘？有什么事情，您还是冷静下来再说吧。云雨柔就站在不远处，狠狠地攥紧了自己的衣袖，就连她身后的碧云都有些紧张地动了动喉咙。白芷要是皇后娘娘，那可就麻烦大了。风央眼睁睁地看着南婉嫣被顾墨寒擒住，什么都做不了。顾墨寒只盯着南婉嫣。都这样了，他还不愿意自己承认吗？究竟是有多不想留在朕的身边？朕的皇后，朕绝不可能认错。说罢，他就抬起手，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南婉嫣的下颌，似乎在找寻着什么。南婉嫣的瞳孔微缩，恰在这时，顾墨寒修长的手指轻轻捏住南婉嫣下颌与耳垂相连的地方，面无表情的抬手，直接将一张薄如蝉翼却巧夺天工的人皮揭了下来。南婉嫣那风华绝代、勾人心魄的容颜瞬间展露出来。顾墨寒看着那熟悉的面容，眼眸蓄满了深情，心头发软。倘若不是形势所逼，他真不希望用这样的形式告诉众人他回来了。云雨柔看着南婉嫣那倾国倾城的脸，更是两眼一黑。娘娘，好在碧云一把扶住了她。难怪他会那么狂妄，这个贱人竟然真的没有死。竟真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居然真的没死。嫣儿，太妃也猛然站起身，你怎么会？白芷姑娘就是皇后娘娘，那自然不必再离宫。之前3番5次来皇上您跟前闹，也是臣等无礼，还请皇后娘娘恕罪。您作为一国皇后，为何要离宫这么久？
还无缘无故成了少将军的未婚妻呢。想笼统的糊弄过去，腰身骤然一紧，被顾慕寒给搂进了怀里，耳边低沉有力的嗓音紧接着响起。2个月前的爆炸是敌国所为，敌国早部署好计划刺杀皇后，当时情况危急，朕迫于无奈，才让云衡帮着皇后掩人耳目，养在宫外，等适当的时机再安全送回来。说起来，朕还要感谢少将军，在这2个月里替朕保护好了皇后，让她免受苦难。说罢，他半眯着凤眸剜了云衡一眼，云衡额头上的冷汗冒得更多了，也不敢吭声。皇后这段时间辛苦了，也跟少将军说一声谢谢吧。没错，多亏了少将军，我才能安然无恙这么久。当时情况紧急，若不是皇上有所防备，恐怕我现在真的命丧于火海了。云雨柔面色发冷，看着这局面，明显不相信南婉嫣和顾慕寒的说辞。能够保护皇后娘娘的安危，是臣等的荣幸。只要皇后娘娘和皇上平安无事，臣就算背上骂名也无所谓了。太妃的视线在南婉嫣和顾慕寒的身上流转，抿唇并未说些什么。原来如此，少将军身负重任，还真是劳苦功高啊。皇上说的这些话明显就是现场编出来的，若真的是演戏掩人耳目，皇上怎么可能在知道皇后娘娘死后如此癫狂？好了，此事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到此为止吧。皇后和少将军往后不用再演戏了，等择个良辰吉日，朕要风风光光的接皇后回宫，大告天下，朕的皇后回来了。风央和南婉嫣心里都是一紧。可是皇上，朕方才说的，刘尚书是没听懂吗？若是让朕知道还有人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不休，一律重罚。为官的本职是要为民做事，而不是整日盯着朕的后宫，更不是关心一些不该你们关心的东西。是，臣等遵命。退下吧。臣等告退。恭喜皇上，终于将皇后娘娘接回来了。皇后娘娘，您没事就好。您不知道，您不在的这2个月，皇上为了您都消瘦了许多。如今您能回来，皇上也很高兴。妾室就不打扰皇上和皇后娘娘团聚了，先行告退。燕儿，你跟哀家先回五苦殿去，我们好好聊聊。母妃，朕有些事情想单独跟婉嫣聊聊。南婉嫣和太妃的心里一个咯噔。你们不是见了好几次了吗？现在就让我跟燕儿聊聊吧。母妃，朕要跟婉嫣单独聊聊。行吧，你们先聊，但是皇上记得对女孩子温柔一些。顾慕寒微微的颔首，搂着南婉嫣的腰身，不由得加重几分力道。朕知道，母妃先回去吧。太妃不舍又担心的看了南婉嫣一眼，终究还是走出了养心殿。顾慕寒瞥了一眼风央，风央抿着唇也退了出去。男人宽厚的胸膛紧紧贴在他的后背，将他整个人困在他的怀里。顾慕寒，你放开我！不放，朕永远不会放手。婉嫣，你是逃不掉的，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会将你找回来。你可真行啊，顾慕寒！你什么时候把我认出来的？他怎么识破的？什么时候识破的？到底耍了他多久？顾慕寒紧紧地抱着他，满怀的温香软玉深深地蛊惑他，将头埋在他颈窝里，骨节分明的手靠着他的腰肢，力道很重，有点控制不住，用力的呼吸嗅着他身上的香味。这样真好。他的情绪似乎也被安抚下来，嗓音很粗哑，忍不住亲了亲他的脸。见你的第一面便觉得是你，你的动作，你的姿态，你的眼神，都是你暴露的原因。纵使你当时顶着白纸的脸，与从前毫无半点关系，可我就是觉得是你。尤其是你在宫宴上要去救灵儿的那一刻，我就确定了，你真的回来了。也就是说，从他入宫的第一晚开始，他就认出来了，怪不得他会亲自送他回少将军府。南婉嫣再也忍不住地攥起拳头，猛地用手肘狠狠地击打他，本能地松开手，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那这几天你逗我玩有意思吗？将一切尽收眼底，却什么都不说，等到事情闹大了，直到我们都下不来台，你才来拆穿我。你想做什么？你想把我逼到什么地步？他是真的生气。顾慕寒被他打得脸侧到一边，看着他漂亮的眼眸充满了戒备和愤怒，他心头一沉。你是我放在心尖上的人，你的一切喜好习惯就像是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怎么发现不了是你？故意不说，也不是想要瞒着你，是我没有想好该怎么面对你。确切的说是害怕和平的场面被打破，就像现在一样。婉嫣，别走了，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好好说，只要是你不喜欢的，我都可以改。他不会知道，重新见到他的那一刻，他有多开心，高兴的几近癫狂。南婉嫣听到顾慕寒低沉的嗓音，怒火越来越重。他太能装了，我早就说过，我就算死也不会留在你身边的。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我也不跟你装了。
这次回来，你应该猜到了我的目的，我要把小正角带走。你要是真想跟我好聚好散，就成全我们母女吧。难道这2个月里，他真的没有想过他一星半点吗？顾墨寒心头沉了又沉，甚至还有几分钝痛，拉过了他的皓腕。婉嫣，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我也知道小包子此刻就在少将军府，他现在过得好吗？小正角这2个月在宫里，很想你们。南婉嫣一把甩开了顾墨寒的手，小包子过得好与不好，都跟你没关系。顾墨寒，我已经再三明确自己的立场，当初写下那一纸和离书，我甚至都已经会背了。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和离，带2个小丫头永远离开你的生活。如果你真的良知尚存，这2个月里你就没有反省过自己吗？强扭的瓜是不可能会甜的，就像当初我对你死缠烂打，我也没有换得好结果，不是吗？怎么没结果？我爱上你了。顾墨寒剑眉一沉，冷冽的凤眸里有几分厉色，手指忍不住狠狠攥紧了他的肩膀。我爱上你了，南婉嫣，这句话你要我说多少次？这2个月他的悔恨和努力，他一直待在京城，难道就没有看到过？是不是一定要把心挖出来给他看，他才会相信？但凡我还爱你的时候，对我说这话，睡觉我都会笑醒。可是顾墨寒，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不管你说的真话假话，迟来的深情就是贱，你听到了吗？听不见，我也明确的告诉你，皇后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难道我都已经死过一次了，你还不懂得放手吗？我真不觉得你爱我。爱一个人是要每时每刻的对彼此好，永远将行动放在第一位的。你对我明显是心里的占有欲在作祟，见不得我跟别人好罢了。你这么自私，你只想把人禁锢在你身边，你只要你自己快乐。你问过我的感受吗？我从未这么想过。可你这么做了。过去我对你掏心掏肺，你觉得烦，但你可能习惯了。现在我不爱你了，你就觉得不适应了。你觉得身为一个皇帝，尊严被人挑衅了，所以要强迫我留下。你口口声声说爱我的话，做决定的时候却没有半点考虑我的感受。顾墨寒，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吗？我怎么觉得那么可笑？南婉嫣犀利的言辞宛如一把刀，又重又狠，刺痛了顾墨寒的心。斑驳错乱的伤疤好似再度被灼烧，疼得他揪心。回玉心殿吧，香玉他们若是知道你还活着，定会很高兴的。这段日子他们也总在念叨着你。还有小包子最好也早点接回来吧，一家人总归是要团聚的。顾墨寒，于心殿里的陈设还是你走前的样子，什么都没变。若是你还缺什么，就告诉他们，让他们置办。说罢，没给他任何机会，直接转身离开了养心殿。烦死了，顾墨寒怎么这么烦人？殿外，风阳一直都在等候南婉嫣。郡主，您怎么样了？没事，回于心殿吧。香玉和香莲还不知道白芷就是南婉嫣。亏我还以为他有自知之明，没想到都出宫了，居然还被带回来了，还让皇上为他神魂颠倒，看来手段颇深啊。是啊，这个白芷，当初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人讨厌不起来，却不曾想皇上竟然为了他破格，让所有人以皇后之礼待之，简直闻所未闻。姐姐，你别说了，越说我越来气。这么一个人，无端占了咱们皇后娘娘的位置，若是他下次再来于心殿找安平公主，我可要好好警告他。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白芷来了？说曹操，曹操到。姐姐，你在这里等着，看我怎么好好教训他。说着，香玉就朝那人影走去。走得近了，还没看清白芷的脸，就直接指着南婉嫣的鼻子，大声地说：你不要以为仗着皇上宠爱就能取代我们皇后娘娘的位置。你要当娘娘，那就去自己的寝宫，休想占据皇后娘娘的。话还没说完，香玉看着逆光走来的南婉嫣，瞬间愣在原地。皇后娘娘，香玉傻眼了。娘娘，您没死，还是奴婢太想您了，出现幻觉了。你确认是不是幻觉？奴婢能碰您一下吗？触感软软的，还有温度。皇后娘娘，您终于回来了。您知不知道这2个月奴婢们过得有多难受？没有您的日子，于行殿里少了多少欢声笑语啊！而且您说的没错，男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您不知道，您走了以后，这些天突然冒出来一个白芷，那白芷因为有半分像您，皇上就对她格外的优渥厚爱，甚至差点取代了您的位置。皇后娘娘，您现在回来了，可不能让她鸠占鹊巢。就在这时，太妃带着王嬷嬷赶过来了。皇后就是白芷，她早就进宫了。什么？皇后娘娘就是白芷？香玉瞬间就止住了哭声，惊愕地朝着南婉嫣看过去。皇后娘娘，白芷，奴婢该死，请皇后娘娘责罚。
奴婢见过皇后娘娘，奴婢在背后妄议娘娘，还请娘娘责罚。我什么时候罚过你们？都快起来吧。儿媳，2个月不见，你和小包子过得还好吗？我们都挺好的，就是会经常想念小蒸饺。对不起，母妃，我又回了宫里，给您添麻烦了。这不怨你，哪有母亲舍得跟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那么久？你心急也是合乎情理的。我打着跟太后出宫礼佛的名头，其实也是为了能见你一面。没想到就这么不巧，我出宫了，你进宫了。您为何会突然找我呢？难道是大夏那边有了什么新消息吗？是，昨天早上我收到了大夏的飞鸽传书，大夏那边见你迟迟不归，准备直接派使臣来接你回去，因为怕你不答应，便单独联系了我。哥哥他们要派人来接我回去。其实我还在绞尽脑汁的寻思该怎么把小蒸饺送出宫去。今日去找你，也是想要跟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情。虽然我是莫寒的生母，但我们来自同一个时代。我也很希望你能留下，但也明白莫寒以前做错了太多事情，不能在一起就不要勉强。你诈死，躲躲藏藏，委委屈屈的离开，他却还是执拗不依不饶。那你索性亮明身份，等大夏使臣亲自来恭迎你回去。母妃，太妃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不容置疑地说：婉言，你是下一任女皇，身份地位足以与莫寒匹敌，你就该风风光光的离开，不必委屈。你也该让莫寒知道，你不是他能随意欺负的人。他的好儿媳可是未来的大夏女皇，跟西野的皇帝那就是平起平坐的身份。儿媳要是明着回去了，说不定那个笨蛋儿子就真的能死心了。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如愿的。我听说大夏和西野有着刻骨的血海深仇，先帝在时，西野可是与天圣联手攻打过大夏的。若哥哥他们真的派人来了，顾慕寒会不会抓着我当做要挟大夏的把柄都不一定。儿媳啊，你是不是把莫寒想得太坏了？南婉嫣的表情一僵，意识到自己说的过分的笃定，不由得抿了抿唇。虽然我不方便插手你们2人的感情，但这2个月我能看得出来，莫寒对你是真心的。他这个孩子自幼缺少父爱和母亲的陪伴，所以性格上难免会有些古怪。他现在强迫你留下也好，把你困在身边也罢，我承认这些手段是过于极端了，但我确定他只是笨拙的想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你和2个孩子而已，他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的。母妃，我就是怕他为了留下我和2个小丫头无所不用其极。你也看到了，这段日子因为我有很多人都无辜的受到了牵连，我只想尽快结束这段婚姻，开始新的生活。他也一样，应该往前看了。我明白，你也别太担心了。如今你的身份被揭穿，待在宫里也是件好事，至少不用每天东躲西藏，害怕被人发现。而且我要告诉你，如今的局势跟以前不同了。天圣那边蠢蠢欲动，早就在谋划着对大夏出兵。大夏此次前来，他不仅是想要接你回去，也许可能还有跟西野联盟的意思。莫寒虽然在个人感情的处理上差了些意思，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永远都是以百姓为重的，他不会辜负友好外交的机会。太妃知道南婉嫣还没有彻底放下心中的顾虑。好了，不要再琢磨了。退一万步讲，你在这宫里不是还有我吗？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帮你的。我明白了，那就等着大夏的人来了再说吧。我也希望他能想通，否则我俩恐怕真的要反目成仇了。另一边，南婉嫣，你怎么还不去死？娘娘，不对呀。有什么不对的？您今日难道没有发现吗？那南婉嫣在养心殿上可是全程扶着自己的腰，时不时还会捂着肚子。奴婢每日贴身服侍您，她那扶肚子的动作跟娘娘您是一模一样的，她会不会也怀孕了？什么？云雨柔脸色一变，此话当真？碧云认真点点头。那倘若真像碧云所说的，南婉嫣岂不是……哼，说你笨吧，这眼睛还挺好使。那都是娘娘教的好，奴婢的眼睛就是为了娘娘才长出来的。娘娘，那个南婉嫣要是怀了孕，那一定是别人的野种啊。为何这样说？难道娘娘您忘了，皇上和他当初还在王府的时候，一直都是分房睡的，从没行过房啊。这件事情还是娘娘您告诉奴婢的呢。您说您得了皇上的恩宠，以后一定能压下南婉嫣一个大头。哼，
瞧我太着急了，连这茬都忘了。南婉嫣还真是厉害啊，怪不得炸死都要离开皇宫，感情是在外面有野男人了。是啊，娘娘，那个贱人果然还是狗改不了吃屎，水性杨花的狐妹子一个，跟娘娘您简直比不得。那我就赌柔妃娘娘会成为皇后。我觉得不然，皇后毕竟是皇上放在心尖上的人，后宫之主的位置肯定是她的。我觉得还是柔妃靠谱一些，她可有皇嗣傍身呢。到时候走着瞧吧，看看谁能得到这银子。忽然，一阵如催寒冰的声音悠悠的响起，带着滔天的怒意。竟敢聚众压住谁才是未来皇后，你们是嫌命长了。皇上饶命啊！奴才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还有脸求饶？来人，把他们3个拉下去，就地处决。你们方才说宫里许多人都在下注打赌。回皇上，后宫之中确实有不少人在谈论此事，奴才也是鬼迷了心窍才会。话音未落，这人的手掌直接被顾墨寒狠狠地踩住，在地上用力地碾了碾。在宫里妄议是非，还将其视作敛财之道，手是留给有用之人，你这双手不要罢。这人犯了宫规，罚50大板，即刻逐出宫去，并发配边疆。皇上饶命啊！朕的皇后永远只有一个，都听明白了？奴才明白。陈公公半句也不敢多嘴，颤颤巍巍地应下，看着顾墨寒拂袖离开的背影，只觉得双腿一软，差点站不住了。怎么办？娘亲怎么能被发现了呢？都怪我，要是不睡觉就好了。就在他想要起身去找南婉嫣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道清冷的声音：“你在说什么呢？”啊！小正角被吓得一个机灵，完了，父皇怎么来了？我什么也没说啊，是父皇听错了。不过父皇，下次你进来前能不能先打个招呼？会吓到我的。哦，可父皇进来之前有敲过门了，见你不回话，我还担心你出事了。现在看来是你想事情太过投入，没有听到吧？是吗？我没听到他有敲门呢，难道是我太认真了？那是我不对，给父皇道歉。顾墨寒真是越看自己闺女越喜欢，走到她的跟前，蹲下身，忍不住捏了捏小正角的脸蛋。我没有怪你。好了，睡了这么久，你也饿了吧？去找你娘亲，我们一家人好好用膳。他知道小正角已经收到南婉嫣身份暴露的消息，他倒要看看这个人小鬼大的丫头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走吧。顾墨寒伸手将女儿抱起来，谁知道小正角却是后跳着逃开。不行，我是大孩子了，哪有大孩子还要抱着走路的？小丫头，待会儿用膳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做件事情？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用油纸包好的糖葫芦，递给了小正角。父皇，哪里变出来的糖葫芦？真甜。甜就好，既然你已经吃了我给的东西，那是不是代表你能帮我做好这件事情？说吧，我听听。你娘亲现在有些生我的气，我想让你在她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和你娘亲能够重修旧好。闻言，小正角瞬间觉得手里的糖葫芦不香了。父皇怎么这样啊？竟然想要收买我说好话。他立马闭上嘴，3下5除2的将油纸包好，把糖葫芦又递还给了顾墨寒。我可没有吃，还完完整整的呢，还给你，这个忙我帮不上。他可是一心站在娘亲身边的。既然这样，那这串糖葫芦待会儿我便让人处理了。不过你竟然联合你娘亲一起欺骗我，让我伤心难过。你说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小正角心里一个咯噔。是啊，现在父皇知道白芷就是娘亲了，那岂不是也知道之前我帮娘亲打圆场的事儿了？算了，你不愿也没关系，糖葫芦给你吃吧。也是我不好，2个闺女都不向着我，不管怎么努力，做得再好，谁也不偏颇我。以后我怕是要跟你娘亲越走越远了吧。小正角听他说的可怜兮兮的，又看了看眼前的糖葫芦，眉头蹙得更紧了。哪有你说的这样可怜？他苦涩的笑一声，把糖葫芦塞进女儿的手里。你娘亲什么性子你也清楚，我只是想她能够开心一点，但眼下我接近她都困难，所以才想着求你帮帮忙。我不贪心，只想接近她一点就好了。当然你若不愿，我也不能强求于你，大不了就让你娘亲多骂我2句，多打我2下。总之我是要跟你们待在一块儿的。父皇越说越可怜。算了，我可以帮你一点点，但只能帮一点点哦。这根糖葫芦你可不能拿回去了，我都舔过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说着
拿着糖葫芦一蹦一跳的去找南婉嫣去了。鱼心殿里这么晚了，小丫头怎么还没过来？娘娘来了来了，安平公主来了。听说今日是主子您亲自下厨，公主高兴坏了呢。说着就迈步出了小厨房。小正角他刚想伸手拥抱女儿，下一秒一袭墨色修长的身影就映入了眼帘。娘亲，方才是父皇接我过来的，还给我带了糖葫芦，可好吃了。但是我本来想给娘亲留一颗，刚才一不留神就吃掉了。我没事，娘亲不用担心。眼角余光偷偷地瞥着顾墨寒，有些小傲娇。我都这么卖力了，父皇得多给我10根糖葫芦。想去洗手吧，等会儿要用上了。小丫头开开心心地跟着宫婢去洗手了。顾墨寒见南婉嫣不吭声，手指便轻轻地拨弄着手上的尾戒。肤白胜雪，红颜袅袅。婉嫣，红裙很衬你。始终不理他。顾墨寒英挺的眉头顿时紧蹙起来，也没有吭声。片刻后，宫婢领着小正角回来了。小丫头一看南婉嫣和顾墨寒坐的离得这么远，眉头皱了皱，她径直坐在南婉嫣的身边。父皇，你坐那么远干什么？到时候都吃不上菜了。南婉嫣皱着眉看了一眼小正角，顾墨寒闪过了一丝笑意。闺女没白养，她立即起身坐到小正角的身边，与南婉嫣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不动声色地朝小正角递去一抹欣慰的眼神。哼，我就知道你不行，关键时刻还得我出马，10根糖葫芦还不够，得要15根。这时香玉和香莲将南婉嫣方才做好的膳食都端上了桌。哇哦，娘亲，我可以开动了吗？当然了，都是做的你爱吃的，快趁热吃吧，如果小包子在身边就好了。娘亲先吃。然后看了眼顾墨寒，犹豫了一下，夹了一根青菜放到顾墨寒的碗里。父皇也先吃吧。一旁的香玉姐妹见状都有些忍俊不禁。公主这偏心偏得太显而易见了，皇后娘娘能吃肉，皇上只能吃一根小青菜吗？虽然你娘做的菜好吃，人间美味，但也得慢点吃，别噎着了。说罢，将碗里的青菜放在嘴里细细的咀嚼起来，回味无穷。行动上讨好了公主，言语间又在夸赞娘娘的厨艺。香玉低下头，忍不住暗自偷笑。皇上可算是开窍了，快些哄好娘娘吧，一家人好好的。顾墨寒看见桌上的大虾，主动将虾拿了过来，修长的手指细致地包着虾壳，将一半的虾都放进小正角手边干净的碟子里，然后将剩下的一半都给了南婉嫣。我记得你爱吃这个。南婉嫣看着眼前雪白的虾肉，有些诧异地蹙着眉。顾墨寒可不是喜欢照顾别人的主，而且以前剥虾的时候慢慢吞吞的，十分的生疏，现在居然这么熟练，这也太宠着皇后娘娘和公主了。一会儿该凉了，虾肉凉了，腥味重。满脸的温柔讨好的意味十分明显。南婉嫣不用他讨好，更不想吃他剥的虾，直接将虾肉夹进小正角的碗里。你还在长身体，多吃一点虾对身体好。埋头干饭的小正角愣了一下，莫名的觉得好幸福，有父皇投喂，娘亲也在身边。如果小包子在就更好了。谢谢娘亲，谢谢父皇。吭哧吭哧的继续埋头吃菜。顾墨寒端着碗的手僵了一下，从前云恒给他剥虾，他都欣然接受，如今换作是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你最近不喜欢吃虾吗？那倒不是，皇上不用亲自动手，这种小事我自己来就行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自己吃自己的吧，免得这顿饭大家都吃得不尽兴。店内气氛一下子冷下来，顾墨寒眸色一暗，他是真的看重他的身份。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为你做任何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不想吃我就不弄，等下次你想吃我再给你剥。南婉嫣纹丝不动，她宁可他跟他大吵一架，也不喜欢他冷漠疏远他。眼下你回来了，我们一家人也是团聚了，过2日喊上母妃和皇祖母一起吃个团圆饭吧。这2个月里安平也很孤独，她总是念叨着想要跟娘亲和妹妹一起好好用膳读书，你觉得什么时候接安乐回宫比较合适？小正角一愣，有些狐疑的抬头瞅了顾墨寒一眼。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说这么倒胃口的话？就让他待在外面不行吗？你有什么意见？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和你商量，你若不想，那便让他在宫外多待一阵。我已经叫礼部备好了良辰吉日，你的立后大典我会风光的给你补上。立后大典？南婉嫣的眼神又冷了3分。小丫头，娘亲不在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温习过功课啊？娘亲怎么知道的？娘娘，
公主这2个月因为想您，饭都没怎么好好吃过，自然没有心思温习功课。娘亲今天不考你诗词，但是要跟你说一些做人的道理。你还记不记得娘亲跟你和妹妹说过，做人要诚实，不能以欺瞒为行动准则？记得，娘亲还说了，若是做不到的事，就不要轻易许诺。诚信是美德，无论我和妹妹长到多大，一定牢记在心里。娘亲的宝贝真棒，这个道理你一定要谨记在心。做人不能只学习知识，也要修炼德行。不要像某些人，嘴上说的好好的，行动上却不守信用，还喜欢霸权主义，这种坏习惯不能有，知道吗？这话显然是拿顾墨寒当反面教材。顾墨寒端起手边没动过的酒杯，一饮而尽。有这个资格，为什么不能用？她是真的长公主，真的长新宠，只要不是草菅人命的事情，想要个什么东西，自然是能得到的。你现在是要跟我抬杠吗？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插什么嘴？眼见着南婉嫣脾气快收不住了，顾墨寒闭上嘴，免得战火又燃起来。怪不得父皇要我帮忙，我算是看明白了，父皇真的很笨，一点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更不会哄娘亲。顾墨寒偏头望着他，眼里似乎有几分求助的感觉。娘亲说的没错。他蹭着南婉嫣的胳膊。不过娘亲说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要看着父皇？莫非是父皇做了出尔反尔的事了？南婉嫣愣住了，小正角立马人小鬼大的双手叉腰。这可不行。他转头看着顾墨寒，有些语重心长地说，虽然父皇你很好，长得好看，对我也无微不至，责任心很强，这2个月我也看父皇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天天都在御书房里坐着，但是做人肯定要讲诚信的，若是父皇你不讲诚信，就会被娘亲打屁屁，好好教训的。香玉姐妹狐疑了一瞬间，反应过来，这是长公主在帮皇上缓解气氛呢。顾墨寒微微的垂眸，不知道在想什么。小正角一脸孺子可教，又对南婉嫣说，要是父皇犯错了，娘亲只管好好揍他就是了，就像以前我和小包子乱跑出去，娘亲打我们屁屁那样，回头父皇肯定就长教训了。说罢专程用那小胳膊肘顶了顶顾墨寒。你说是吧，父皇？南婉嫣只觉得有些如鲠在喉，顾墨寒跟他2个小闺女能比吗？是我错了，我失信在先，圣皇后惩处，只要你能开心，想打哪里都行，我会好好改过的。这话莫名的有些暧昧，店内的小姑娘们都红了红脸，纷纷低下头。你……南婉嫣看身边的宫婢个个面红耳赤，就知道顾墨寒说的什么虎狼之词。什么叫打哪里？他在他的面前开什么枪，如此戏弄他。再看小正角，明显的就是偏颇顾墨寒，替顾墨寒解围。南婉嫣咬着唇，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当初小正角到底为什么走到半路又跑回宫里，如今他还不得而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些人确实能给予第2次机会改过自新，但是有些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浪费时间。而且皇上说笑了，放眼望去，这天下又有谁敢动手打你呢？我并非有意言而无信，只是想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罢了。我是帝王，你是皇后，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身份的限制，我为夫，你便为妻，你不需要守规矩，我也不曾让你守规矩。他恼火起来还不是照打不误，没见过他真的畏惧过他的身份，而且他除了毁诺留人以外，没有做过什么毁约的事情了。一家人是要和和美美不错，但是有些人就是三观不合，过不下去，想分家也不行吗？那你说说，你的三观是什么？怎么才不能分家？我做错了，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弥补，让我偿还，而不是执意要走？你断了我的退路，我压制你，你伤心；不压制你，我妻离子散。你说怎么才能圆满？小正角左右看了看，夹在中间很是为难。怎么办？娘亲和父皇不但没有缓和关系，现在看来反倒更恶劣了。娘亲，父皇不是吃饭吗？回头再讨论吧。南婉嫣气闷地闭上嘴，低头吃饭，不再看顾墨寒那张欠打的脸。娘亲，你看像不像一个小皮球？你呀，吃完饭不能这样拍肚子，一会儿好吃的都吐出来了。小正角咯咯地笑着，顾墨寒看着母女2人的互动，脸上神色复杂，心情却转好了一些。皇上，如果没事的话，你就先走吧，我要给小丫头补课了。这些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等小正角的生辰宴过了，就会恢复他的教习，到时候我会让大学士亲自辅佐他。伸手揉了揉小正角软和的头发，勾唇笑了。你觉得如何？挺好的。上学什么的他最讨厌了。我想皇上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2人现在有事情要做，待会儿也该睡觉了。这么晚了，
皇上还是该回哪里就回哪里去吧。他都这么赶他走了，要是还能留得下来，那顾墨寒的脸皮果然是比城墙还厚。既然你要教导小丫头，那我留下来帮你一起教导，岂不是更好？直接带着小正角转身去了寝殿，坐在桌边无视了顾墨寒，手里捧着书册，细心地教导着小正角。你看这里。顾墨寒给南婉嫣和小正角倒了一杯水，放到二人的手边。润润侯，南婉嫣将无事进行到底。顾墨寒见状没有多说，转身坐到了一旁，随手捧起了一本书，修长的手指翻动书页，他却是一眼都未曾瞧过，那双幽冷的凤眸一刻没有从南婉嫣的身上离开过。对，我知道了。南婉嫣也发现了女儿的困意，困了吗？那今日就不学习了，好好睡觉。南婉嫣起身要抱小正角上床，却不料顾墨寒竟比他先动手，将他稳稳地抱进怀里。你也累了，上床休息吧。你怎么还没走？你们都在这里，我自然也要留宿在这里。低头看着怀中的小丫头，语气是十分的宠溺。安平，你说呢？可以啊，娘亲，就让父皇陪我们睡一晚吧。而且他还没怎么跟父皇和娘亲一起睡过觉觉呢，莫名的有点好奇。南婉嫣的心突然有些哽住了，看小正角一副渴望的样子，不好再说什么。小正角挨着娘亲睡。南婉嫣上了床，顾墨寒将小丫头抱到她的身边，他立即就将小正角抱在了怀里，侧身躺在小正角的身边，伸手拉过被子，小心翼翼地给南婉嫣和小正角盖上，半眯着凤眸，眼带笑意地看着小正角。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小正角正要答应，小正角睡前喜欢听歌，我来唱摇篮曲哄他睡觉就行，不用你，这是他的娃。顾墨寒别动不动的就和小丫头套近乎，献殷勤。顾墨寒看着南婉嫣护犊子的神色，却没有丝毫的攻击性，只是莫名觉得可爱，伸手帮着南婉嫣把肩头滑落的被子重新盖好，薄唇扬起一抹宠溺的弧度。耶，终于能听娘亲唱歌了。不知为何，待在父皇和娘亲的中间，感觉十分的不一样。他们一个轻轻地拍着他的肩，一个温柔地揉着他的头，婉转的歌声哄着他入睡。瞬间，心中的蜜罐好似打翻了一样，忽然觉得好生幸福。缓缓地闭上眼睛，小正角开始享受这种有父母在身边陪伴的感觉。小正角安心地睡着，小丫头睡着了，你走吧，他是不会留他过夜的。很罕见的，顾墨寒却没有反驳，而是默默地起身，轻手轻脚地下了床。这男人终于识趣了，刚打算抱着小正角换个舒服些的姿势好好睡觉，就看到身旁一空，只见顾墨寒抱着小丫头径直转身朝着一旁走去了，立即坐起身来。顾墨寒，你干什么？你抱走孩子干什么？顾墨寒并未回答，而是低垂着眼睫看着怀里安睡的小正角，将他抱到一旁的小床上安置好，又给他拿了一条新的小毯子盖上，让小丫头一个人在那边睡觉。他一步步地逼近床边，南婉嫣看着睡在榻上的小正角，再看他这副模样，顿时觉得不妙。顾墨寒，你什么意思？说了这里不留你，别惹我。话音未落，顾墨寒直接翻身上床，强硬地将南婉嫣扯进了怀里，牢牢地抱着。婉嫣，别说皇帝留宿皇后的寝宫天经地义，就是要皇后侍寝也合情合理。与以往不同的是，喝了些酒的顾墨寒不太清醒，眼神充满了侵略性。你只管做梦，你看我应不应你？还侍寝？他敢乱来试试，一定让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男人勾唇露出了一抹柔和的笑，捏住了南婉嫣的下颌，逼迫与他对视，眼睛里像是藏着星河。你这么凶，我还是喜欢你。婉嫣，这2个月来，你真的没有想过我吗？之前就不敢与他过于亲近，明明思念就像是潮水就要溢出来，可是时时刻刻的小心翼翼，怕南婉嫣大发雷霆。但现在借着酒意，那股想念和冲动控制不住的喷薄而出。南婉嫣与顾墨寒四目相对，怎么觉得他有点醉了，像是一只粘人的大狗狗。南婉嫣猛地别过脸，一双手想要从空间里找药，却是不得果，被顾墨寒紧紧地攥在他的手里，他只好咬着牙。顾墨寒，我给你3秒钟，从我床上滚下去。我不走，我要跟你睡。没有你的这2个月，我没睡过一天好觉。你不是也为我把脉了吗？你应该知道，我的心里很难受，很闷，很堵。将女人的手紧贴自己的胸口，顾墨寒的心跳跳得很快。南婉嫣心惊了一刹那，想收回手，却被他的手给拽住了。自作自受，放手！想自己喜欢的人，再苦也是甜的。只要你好好的，一切无虞。如今你回来了，我很开心。婉嫣，我不想也不能再失去你了。南婉嫣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脸被人亲了亲，美眸一缩，
他下意识的躲闪开，却被顾墨寒翻身压在身下，紧紧的桎梏住。顾墨寒，你想干什么？小丫头就在旁边睡觉，你敢做这些不要脸的事情，你试试。顾墨寒也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装作不明白，往昔种种旖旎的画面浮现眼前，低头温柔又动情地吻住了南婉嫣的唇瓣，因为太过渴望又格外的珍惜，薄唇甚至有些颤抖。婉嫣，婉嫣。顾墨寒的吻炽热又动情，带着深深的占有和怜惜。他不再如从前一般的青涩，明显提高了技术。他被他吻得险些没了方向，心惊不已。明摆着就是欺负他，知道孩子睡着不敢大声的抵抗。现在他心眼真是越来越多了，伸手抵着顾墨寒的胸膛。这边两个人动静不断，远处的小针脚却睡得特别沉，在梦里笑得开怀又高兴。南婉嫣被顾墨寒吻得喘不过气。我弄疼你了，抱歉，太久没亲近你，有点把持不住。无耻下流啊你！咬牙切齿的一手腾出来，狠掐了顾墨寒的腰，神态像极了一只炸毛的小狐狸，还想拿针扎晕他，可手里的针管还没够到他的脖子，就被他扣住了手腕。他抬脚踹他，小声的骂道：真不要脸，当着小丫头的面你也干出来这种事，我要是打得过你，非把你的腿打断。顾墨寒勾唇笑了，熟悉的责骂还有女人可爱娇俏的神态，就算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扎她，都比之前冷漠疏离的模样要顺眼多了。宠溺地揉了揉南婉嫣的青丝，重新躺回去，有力的手臂环住南婉嫣的腰，就这样将女人搂在怀里。别气了，我不欺负你了，早些睡吧。你，他根本就没来得及动作，猛然被他点住了穴位，眼前骤然一黑，乖巧地倒在怀里。顾墨寒忍不住亲了亲他的嘴角，身体很兴奋，可还是压制下来，凝视着他的眼里满含柔情，将手上的尾戒给摘下来。虽然我从不信神佛，更不信命，但如果这样真的能留住你，我愿意为了你相信那些不曾存在的东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婉嫣，你愿意陪我走完往后余生吗？我就当你答应了。他眼眸含着笑，紧紧地搂着她，与他十指相扣，缓缓地闭上眼睛，两人共勉。南婉嫣那个恃宠而骄、水性杨花的贱货，竟然这么不知好歹！娘娘，那个南婉嫣就是仗着自己受宠，才敢对皇上那么乱来。听说当时她的脾气可大了，在养心殿和鱼心殿把皇上骂得都不敢还嘴，还拒绝了皇上所有的好意呢。顾墨寒的深情那是他求都求不来的，可是南婉嫣竟然气如敝履，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就唾弃，这样的对比让他怎么可能甘心？哼，在你眼里，恐怕我肚子里的孩子比我更重要。娘娘，奴婢怎么敢呢？在奴婢眼里，您才是最重要的呀。算了，起来吧。你确定今日送去的那个宫婢被骂回来了？还没错，您让奴婢去安排人给皇后送了孕妇不能吃的生冷食物，结果真的被那个趾高气扬的封央给痛骂了一顿。奴婢听说，当时封央十分维护皇后，还说什么皇后今晚要亲自下厨，这些生冷的食物往后都不要再送来了，否则让她看见了，见一次打一次。哼，那些东西都是孕妇忌口的，平日里我碰都不会碰，一看到就会想吐。南婉嫣那么抗拒，想必也是跟我一样。仔细想来，她这段时间在宫里的衣着打扮也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那些衣裙比她平日里穿的要大上一圈，这明显是为了掩盖显怀的肚子。哼，我也累了，你安排下去吧。明日我想看到皇上大发雷霆。你，南婉嫣刚想开口质问顾墨寒怎么还没走，他怎么睡着了？余光瞥见睡在顾墨寒怀里的小正角，小正角将脑袋枕在男人的臂弯里，粉扑扑的小脸上十分的满足，顿时方才的火气完全的被不爽所替代。醒了？南婉嫣瞪了他一眼，你怎么还没走？动不了，小正角睡得太沉了，你若是方便搭把手，将他抱过去吧。南婉嫣盯着小正角，忽然心里都有些吃味，自己的小丫头竟然不跟他贴了。但是转念一想，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小正角是被他给抱走的，现在肯定是将小丫头抱回来，然后故意挨小丫头那么近的。你不能自己抽手吗？手麻了。他轻伸手去抱小正角，刚抱进怀里，顾墨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拽到怀里，在他没反应过来之前，唇被他重重的亲了一下，然后满意的看着他瞪圆了眼睛，趁着南婉嫣还没彻底反应过来的时候，转身利落的下了床。小丫头还在睡觉，我先走了，等下朝再来看你们。说罢，不给南婉嫣任何发脾气的机会，
转身就离开了。走时，顾墨寒嘴角还噙着笑意，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南婉嫣愣在床上，脑子里一片凌乱。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顾墨寒已经不见了踪影。流氓！小正角不知何时已经醒了，目睹了顾墨寒偷亲南婉嫣的全程，大眼睛眨了眨，脸红扑扑的，有些羞羞。但是为了不让南婉嫣尴尬，他悄咪咪的抬手捂住自己的眼睛，继续装睡，心里却是一个劲儿的暗暗的偷笑。方才娘亲和父皇亲亲的样子，好像我看过那些小人画。娘亲长得很美，父皇也很俊俏，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很般配。南婉嫣缓过劲儿来，低头就看到装睡的小正角正在偷笑。哎呀，这是哪只小懒猪？太阳都晒屁屁了，还没起来呢。本来还说今天要是小正角起得早，就给他买糖葫芦吃的，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个机会喽。小正角一听到糖葫芦，瞬间放下手。报告娘亲，我已经醒了有一会儿了，糖葫芦还有吗？看来还是瞒不过娘亲的火眼金睛。不过我发誓，刚才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好啦，娘亲知道啦。娘亲，这个婚戒好好看，上面有娘亲你最喜欢的鸢尾。没想到父皇那样的铁树竟然也开花了，还真把他的教导听进去了，给娘亲戴上了婚戒。南婉嫣诧异了一瞬，也看了看自己的右手，